阿弥陀佛，施主，请随我等回去吧。背着月亮，李火旺只能看到他们背后触手般蠕动的手掌以及巨大的黑暗头颅，闻到他们身上血腥味跟香火味混合在一起的怪异味道。李火旺左右张望后，看到附近只有自己一个人，对着佛陀摇了摇头，不去。巨大的佛陀弯下腰来，挡住了李火旺头顶的月光，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李火旺感觉到黑暗中灯笼大小的佛陀眼睛正在看着自己。阿弥陀佛，施主，你还是去吧，我们这是为你好。你们要是真为我好，那就让我离开啊！出家人不是慈悲为怀吗？放我走又如何？正因如此，所以我等断不能让施主离去。一颗石头飞了过来，砸在佛陀的脑袋上。李火旺跟坚盾同时向那边看去，就看到药引们举着手中的夜光石站在远处。李师兄，快跑啊！更多的石头打在佛陀的身上后又被弹开。阿弥陀佛，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坚盾的双腿用力一蹬，瞬间腾空而起，紧接着如同一颗巨石般落下。他那高大的身影重重地砸在了药引们身后。给我停下！似乎瞬间感觉到了什么，所有佛陀包括坚盾都停下动作，齐刷刷地后退一步。玄阳施主，我们没打算做什么，请冷静。这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火旺的一句话，对方居然照做了。他们对付我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好紧张的？出家人不杀生，贫僧只是想让他们安静下来。坚盾用巨手轻松掰下四周的树干，相互交叉，做了一个简单的树牢，把药引们困在里面。玄阳施主，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回去，不如跟贫僧辩证一把如何？辩证？这是想靠嘴皮子说服我回去？然也，玄阳施主是个懂事理的人，贫僧相信能说服施主。联想到之前在正德寺遭遇的事情，李火旺发现了一个非常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不管是方丈还是眼前的坚盾，他们实力远比李火旺强大很多，却依然不想用暴力来对付他，反而一直想用欺骗一类的情感方式来困住李火旺。能用武力轻松解决的事情，他们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麻烦？我除了是个精神病患，有什么特别的吗？李火旺如果知道这群人在担心什么，或许就能找到他逃脱的唯一可能。反推一下，如果我被他们用武力威胁到了生命，会有什么后果？在这个世界所经历的一切都在李火旺的脑海闪过。他想到了洗神的事情，目前只有那次是真正决定李火旺生死的时刻，但是那一次却以极其古怪的方式解决了。丹阳子，他们不敢对我动，是因为只要我受到致命的危机，不知道成了什么东西的丹阳子就会出现。丹阳子其实是在保护我。李火旺之前一直惯性思维，可是在丹阳子视角看来，李火旺这位关门弟子并没有对他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甚至还协助他得道成仙。正德寺的和尚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他们费尽心思地把我蒙骗，是想借助普渡大斋彻底把丹阳子解决掉，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砧板上的肉。李火旺顿时感觉到一阵恶寒，他重新仰头看向坚盾。
丹阳子都成佛了，你们这些和尚为什么怕他？贫僧不知你在说些什么。出家人不打妄语，贫僧可以向佛祖发誓，普渡大斋只会解决掉丹阳子，绝对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这句话更加确定了李火旺的猜想。这个世道根本没有哪个人会好心到把事情全盘托出。想要知道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只能自行收集信息。我忽然发现带着丹阳子也挺好的，他是我师父，就这么把他清理掉，我实在过意不去啊。阿弥陀佛，这断然是不行的。丹阳子不但关乎到你一人，更关乎到天下苍生。不如你跟我师父当面说。什么？李火旺拔出那把削铁如泥的长剑，想靠这东西破了贫僧的佛身？宣扬施主，你这实在是着相了。没听到吗？我说的是让你跟丹阳子当面谈谈。李火旺把长剑放在自己脖子下，用力一抹，皮肤被轻而易举地切开，滚烫的鲜血瞬间就把李火旺身上的道袍染成了红色。听到了吗？好像打雷了。听到了吗？好像打雷了。5位巨大佛陀同时抬头，发现刚刚还露在外面的半月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整个天空都被黑暗的云层笼罩，云层翻滚着，并且不断传来一种类似打雷的声音，但那绝对不是在打雷。李火旺踉跄倒地，他躺在地上，看到黑云中的师傅，还是跟之前一样难看。沾血的黑色羽毛长满了他的皮肤，本应该长着脑袋的地方，长着3张不同年龄的脸。除了他本身就拥有的器官外，身体上多出来一些完全不可能是人类的器官。噩梦般的黑亮形体，浓叶似的双瞳树木，污秽不洁的外翻内脏，缠绕的邪异触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通通被一条悬浮在空中仙气飘飘的白色披帛给环绕住。而且这些令人作呕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换，越变越让人毛骨悚然。没看一会儿，李火旺的眼睛就开始充血，他额头布满青筋，脑袋胀得跟老寿星似的。不行，不能再看了。李火旺连忙挪开视线，但这也好不了多少，不断的流血同样也可以带走他。李火旺伸出颤颤巍巍的手，从腰间掏出几颗止血的润血药，扔进嘴里咽了下去。血液流动减缓了，但是这还不够。李火旺又掏出一些在清风罐内炼制的固本培元的丹药，放进嘴里。李火旺目光上移，怪诞的丹阳子如同一只蜥蜴般趴在巨大佛头上，张开3张大嘴，轻而易举地把一条富态的耳朵给扯了下来。佛陀身后那些手掌迅速弯曲成爪，向丹阳子身上抓来。谁知丹阳子身上的各种畸形的器官猛地一胀，把所有的血肉手掌硬生生的全部撕扯了下来。丹阳子拽着伤口用力一扯，一个喷血不止的硕大豁口被制造了出来。丹阳子的3个脑袋向里面一伸，佛陀巨大的手掌疯狂地撕扯皮肤，想要把体内的东西揪出来，却只是徒劳。他富态的身体开始干瘪，
没过几息，7孔流血的佛陀就重重地倒在地上。紧接着，他那富态的大肚子如同开花般绽放。浑身浴血的丹阳子出现在其他佛陀面前时，坚顿丝毫不敢托大，直接掏出一本由人皮做成的佛经。唵嘛呢呗咪吽。佛经上的血红色经文迅速转移到丹阳子的身上，丹阳子身上被经文覆盖的器官不由自主地颤抖，并且开始增生起来。没多久，增生迅速萎缩，丹阳子彻底消失在了原地。坚顿稍稍松了口气，还好准备了后手，要不然他的麻烦就大了。唵咪呗尼嘛唵。人皮经书重新开始浮现经文，坚顿刚要合上一字不少的经书，整本书猛地炸开，经文四处飞散，丹阳子居然从里面钻了出来。坚顿惊讶极了，他下意识嘴巴大张，丹阳子的3个脑袋如同钻头，直接钻进了他的喉咙里。丹阳子破开坚顿的胸腔穿了出来，剩下的3位佛陀还想挣扎一下，可是并没有用。半炷香过后，7位佛陀已然消失，只剩下地上那冒着热气的血污。丹阳子转过身来，3张不同时期的脸同时露出一个恐怖笑容。哇呀！丹阳子身体消散了，空中的月光重新出现了，一起都尘埃落定。李火旺捂着自己的脖子，吃力地坐了起来，药引们都快被吓傻了。你们都别怕，丹阳子真的死了，他不会再把你们当药引了。然而李火旺的话却没有让他们脸上的恐惧减弱半分。李师兄，什么丹阳子？我们没看到。你们看不见刚刚杀死那些佛陀的丹阳子吗？难道他在你们眼中是透明的吗？缩在大个子身后的狗娃越发剧烈地颤抖着身体，他不敢看李火旺，只能闭上眼睛。李师兄，哪有什么丹阳子啊？至始至终，那就是你一个人。什么？李火旺忍着疼痛，用手摸了下脸，摸到一些黏糊糊的液体，继续向下摸，他的嘴角两侧都被撕裂出很长的一道口子，似乎嘴巴张得很大。最重要的是，他现在感觉很饱，很饱。狗娃，往轮子那儿滴点香油。李火旺的脖子刚刚被白灵淼用绣花针缝好，并且盖上金疮药，现在还坐不起来。没过多久，嘎吱声减弱了很多。李火旺目光无神地看着天空。之前的正德寺的麻烦已经解决了，但是李火旺身上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在李火旺看来，是成仙后的丹阳子杀死了那些佛陀，在其他人看来，是李火旺扑上去钻进佛陀的体内，活生生地吃掉了他们。可是一个世界不可能同时存在2种视角。李火旺扭头看向一旁，双眼被布条缠住的白灵淼牢牢地抓住他的手，一刻都不肯放松。李火旺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因为病情的原因，李火旺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而且一切都表明，动手的真的就是李火旺。
难道丹阳子真的已经死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幻想出来的？单靠我发病，根本不可能解决掉那些巨大的佛陀。归根结底还是靠丹阳子。不管他现在变成了什么东西，都依然在盯着我。只是我之前一直以为是成仙的他亲自下凡帮我的，现在看来，其实他是附在我身体上罢了。丹阳子这种人，绝对不可能因为善意帮助我，他绝对有别的目的。李火旺心中隐隐有了一个猜测，他伸出手指在白灵淼的掌心挠了挠。你说，从金风观出来到现在，我的脾气变大了吗？没有啊，李师兄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我担心丹阳子这狗屎没憋什么好活。别人没察觉到，但是李火旺自己却感觉到自己的性格似乎产生了变化。难道丹阳子那老东西想通过我的身体复活？他保护我，同样是在保护他自己的身体。李火旺冷汗直冒，不过很快他就冷静下来。丹阳子肯定是要处理掉的，可是怎么做才是关键？李火旺感觉非常的抓瞎，这个世界的一切根本不会像游戏一样明明白白标出来，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他亲自去寻找。连最和善的和尚庙都变得那么恐怖，天知道别的地方变成了什么。然而李火旺思来想去，发现如果在这个鬼地方生活，还是躲不开他们。白灵淼轻轻地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拿起驴车上的血衣，向着身旁的小溪走去。李师兄，我去给你洗下你的衣裳。其他人也没闲着，都去林子里找柴火，开始生火做饭。李火旺还是做不起来，他只能凭借着声音来判断四周发生的一切。不多时，食物煮熟的香气飘了过来，李火旺受伤的身体迫切需要食物。师兄，我来喂你。这个浑身长满黑毛的女人叫春小满，因为她是在小满那一天生的。农家人给女孩取名就是这么随便。小满用木头削出来的调羹盛起马肉汤，送到李火旺的嘴边。自从事情发生后，李火旺发现其他人好像更怕自己了。他能理解他们的恐惧，谁和吃人的怪物待在一起，心里都会发怵。过了一会儿，饭吃得差不多了。让白灵淼回来吧，实在洗不干净就别洗了。好。小满轻轻地把李火旺放下，把天书当成枕头放在李火旺的头下面。不多时，白灵淼回来了，他手中的血色道袍并没有退回原来的颜色。放驴背上晒着吧，赶紧去吃饭，饭要凉了。白灵淼仔细观察一会儿李火旺的伤口后，向着篝火走去。小道爷，原来你们在这儿啊！我还以为见不着你们了呢。吕状元带着吕家班跟来了，他看到了李火旺的惨状。哎呦，您这是？没什么，路上遇到了一些小麻烦而已。你有什么事情吗？小道爷，您怎么话都不留一个就走啊？不是说好的一块儿走吗？好在之前你说过要出关，要不然我还真找不到你呢。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免费镖师，可不能这么轻易的丢弃了。抱歉啊，吕班主，我身上有伤，就不叙旧了。
你自便吧。您躺好，您躺好。吕状元也不问什么，他明白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的道理。眼看着太阳就要下山了，两拨人也不打算走了，毕竟旁边有条小河，洗漱跟用水都方便得很。李火旺默默地看着空中的星星。没等李火旺反应过来，一个柔软的身体就躺在了他的怀里。李火旺伸出右手，在白灵淼瑟瑟发抖的背上轻拍着。没事，一切交给我，交给我吧。巨大的木头棒子不断砸在地上，李火旺被白灵淼搀扶起来，看着挥舞木棒的傻子。李火旺脖子上的伤还没有恢复，但是经过几天的恢复，他勉强已经能站起来了。用力，再用力砸！小道爷，您这是在干啥呀？动静怪大的。一棒棒敲下，四周的林子和灌木被砸得乱七八糟。没什么，我看他这么大的个子，只扛人抬行李未免有点浪费了，就想着练练他。哦，那感情好。李火旺重新看向眼前赤裸着上半身、挥洒着汗水的傻子。这家伙脑袋不行，身体还真是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对付别的不行，对付普通的劫匪还是够的。李火旺打算提升药引们的实力，因为召唤尤老爷和丹阳子副作用太大了。而最原始的方式虽然野蛮，攻击力不算强，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最少李火旺发病的时候，傻子还可以在旁边护卫。行了，100下了，可以休息了。听到这话，光头傻子把手中的木棒一扔，喘着粗气向着篝火旁大步走去，端起属于他的特大号的饭碗，稀里哗啦地喝起面来。没过一会儿，一斤面就下肚了。可是刚运动过后的傻大个饿得很，他走到大黑锅边，又开始捞面。看着他又吃下去一斤，李火旺心中有些唏嘘。果然是穷文富武啊！还好现在还有些银子，要不然还真被他吃穷了不可。李火旺这时忽然想到了什么，抬手把自己那道铃拿了出来。他脑海中回想起那被砸得稀烂的尤老爷。这东西还能用吗？走，扶我去一旁的林子里。李火旺被白灵淼搀扶着离开，听不到篝火那边的声音后，他这才停了下来。你先回去吧。白灵淼转过身去。你尿吧，我不看就是了。我不是要放水，你先回去，1刻钟后再过来。确认林子里面只剩自己一人后，李火旺背靠着一棵白桦树，用手按着额头，开始摇起道铃来。四周的一切不出意外的开始扭曲，但是线条四处乱窜，并没有形成尤老爷。难道这东西真的就这么废了？这个念头刚起，四周扭动的线条重新融合，变成一团新的尤老爷。尤老爷那古怪的语言中依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就仿佛之前被佛陀一掌拍死的并不是他一样。李火旺迅速跟尤老爷交谈，结果得知了一些意外的信息。首先，尤老爷是有名字的，只是他们的名字人类的嘴发不出那个音。不知道第一次见他的人为什么给他取名尤老爷。其次，尤老爷这种东西并没有死这个概念，又或者说它本身就不是活物，它们本身也没有数量的概念。没
没有数量概念。李火旺用力地晃了晃脑袋，本就非常晕的脑袋变得更晕了。看着眼前的尤老爷的2道残影，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再次加大力度晃动起来。他脑袋越晃，尤老爷就越多，最终头晕目眩的李火旺看到眼前出现将近20-30个尤老爷。李火旺终于忍不住那晕眩，弯下腰拼命呕吐。铃声消失，四周恢复正常，那些尤老爷也迅速消失了。李火旺一直吐到吐无可吐，才停止了下来。要是之前我知道这一出，是不是就不用自残请丹阳子了？不行，这么多尤老爷一起动手，请他们一次，我怕是要折寿10年。李火旺扶着树干，有些踉跄的原路返回。刚走到路边时，就看到自己队里那帮人跟吕状元那帮人正在围成一团。各位瞧瞧，这些都是上好的东西，要是里面东西是坏的是裂的，我朱德喜不得好死。李火旺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牵着骡子板车的货郎正在兜售东西。白灵淼和长毛女站在车边，拿着一些针线头犹豫着。这世道这么乱，你还敢出来卖东西？不怕被响马抢吗？嘴角有颗带毛大痣的货郎呵呵笑了笑，没有解释什么。道爷，要朱砂不要？我这儿都有啊。响马怎么可能抢他呀？这种货郎跟那些杀千刀的响马一路货色，响马负责抢，他这种人就负责收来卖。原来如此。深山里的土匪寨子也需要分销货物，这种零散的货脚郎行踪不定，非常合适。道爷，朱砂不要，别的东西看看啊，我这东西全得很呐。那有杀人用的东西吗？四周其他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有，怎么没有？来，这些东西，道爷可还满意啊？一大堆东西乱七八糟地铺在李火旺的眼前，大部分都是生锈的刀剑，旁边还有一些瓶瓶罐罐。这都是什么呀？都生锈了。哎呀，磨一磨也能用。要是真有什么神兵利器，那也轮不到我身上啊。您说是不是？李火旺把瓶瓶罐罐挨个拿起来看了看，发现这上面什么文字都没有写。嘿，这位道爷就是识货，一眼就看到好东西了。朱德喜刚靠近过来，就被李火旺衣服上的血腥味熏得往后挪了2步。他也不怕，反倒更加的殷勤了。这药的名字叫半步倒，你只要往水里面放一点点，绝对会让中毒的人走半步就倒。一瓶只要3两银子。有眼光，这一瓶是鹤顶红，只要放指甲盖儿这么多，就可以送人直接去地府，一瓶5两。这个就更是宝贝了，一颗吃下去，保证一晚上2个娘们儿都撑得住。这是狼头山刘二爷定的，你要的话我就先紧着你，不过你得加钱。怎么在你嘴里什么都是宝贝？行了，我要前面那2样，给我拿钱。道爷大气。道爷，这个您真不要啊，我算您便宜点如何？现在年轻用不上，未必老了也用不上啊。好东西可不怕多呀。李火旺懒得理他，转而扭头看向其他人。
你们都挑件趁手的兵器吧，有总比没有好。听到这话，早已经跃跃欲试的男人们纷纷走上前来。吕班主，你不买点东西防身啊？不带，身上没家伙，被响马追上了，最多银子没了。可身上带了家伙，万一要是打不过，那就人没了。吕班主倒是想得周全。李火旺重新回到驴车上躺了下来，众人散开。狗娃他们已经人手一把武器，看上去的威慑力比之前高几个量级。就在他们兴冲冲举着刀相互比划的时候，手中拿着针和线头的白灵鸟靠了过来，把李火旺道袍上的一些口子缝合。李师兄，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加在一起，把我们的银子花了一大半，现在就剩5两银子了。常年在路上走，防身的东西还是需要的。李火旺看起来完全用不到这些俗物，但是说句实在的，李火旺真的不信任自己。他真担心哪天黑太岁的维持稳定时间消失了，他会再次陷入幻觉当中无法自拔。旁边没有人保护，那自己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羊羔。哎呀，李师兄啊，这些刀剑也就对付响马有用。要是我们能学会当初丹阳子那些神通，就真的什么都不怕了。李火旺回想起丹阳子用人炼丹，以及正德和尚那些怪异的修炼方式。你想学，别人就肯教吗？哪怕肯教给你，那些神通你一个普通人未必敢练。狗娃笑了笑，用手肘一顶身旁天生独臂的男人，带着他向着旁边的小溪走去。走，我们去水里找块粗石头磨刀去。啊！别我了，你用不来刀剑，老实练你的棒槌吧。那东西能把你的力气优势发挥到最大。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除了偶尔路过一些小村子要吕家班唱个戏外，平时都是在赶路。李火旺的脖子也渐渐愈合了，站在一个水缸边，李火旺仰着下巴，对着水面看着自己脖子上的疤痕。还行，低着头的话就没那么明显。李火旺扭头，用手在白灵鸟洁白的头顶揉了揉。怎么板着一张脸？最近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李师兄，刚刚补充了一些粮食跟驴料，我们现在只剩下1两银345个铜钱了。这么快？不应该吧？李火旺走出暂住的农家院子，向着吕家班的台子走去。本来是可以再用一阵子的，可你让他们练刀练枪的，大家都累坏了，吃的就更多了。傻子自从拿了那木棒子起，一天2顿就要吃4斤面。那又不是烧火棍，买来总要练的。别的不说，劈砍跟直刺总要学的。就是简单的劈砍，天天练跟光背在背上看也不一样。御敌的时候，给他们的刀刃抹上毒，威力也会变得很大。可是这样下去，最多再撑1个月，大家都要饿肚子了。这确实是个问题。李火旺摸着下巴，看着吕家班的众人，若有所思。他们这一路上应该赚了不少吧？把他们全抢了，问题不就解决了？怎么回事？吕状元虽然圆滑，但是为人正直，我为什么想抢他？看到李火旺表情有些不对劲儿，白灵鸟下意识握紧李火旺的手。李师兄，你怎么了？没什么，马上就要出关了，我有些担心而已。走吧，我们一起去帮李家人拆台子，拆完了赶紧走。李火旺的脾气正在变得跟丹阳子越来越像。如果只是性格也就罢了，
他更担忧自己会随着时间推移彻底变成丹阳子本人。如果这样，之前的一切也都说通了。丹阳子果然不是在保护我，而是在保护他自己。论李火旺在这世界最恨的人，丹阳子这个老疯子绝对排第一。他宁愿去死也不想变成丹阳子。李火旺甚至想现在马上掉头回到正德寺，不管要遭遇什么磨难，先让那些和尚举行普渡大斋，解决掉丹阳子再说。不过也只是想想罢了。7位佛陀都被李火旺杀死，那些和尚见到他的第一眼就会当场报仇。好在还有别的门派，李火旺现在只能从他们身上想办法。正德寺能干的事情，其他门派肯定也能办到。李火旺走到驴车前，打开地图，细细地观察起来。虽然不知道那些人想要什么，可是从他们行动上看得出，他们觊觎李火旺的什么东西。是在觊觎丹阳子留下来的天书吗？实在不行，就把那什么天书拿出来跟他们交换吧。这也是李火旺目前唯一能拿出来的筹码。在忐忑不安中，李火旺一行人最终来到了关口小镇。这个不大的镇上，到处都是衣着风格不同的商人，他们都是入关来做买卖的。吕班主，看起来我们要分开了。吕状元向着李火旺拱了拱手。哎呀，小道爷辛苦了，这一路上要不是有你在，我们还指不定受多少苦呢。吕家班到了关口，就该从另外一条路重新回到他们的村子去，在家休整好后又周而复始，这是他们这种小戏班子的宿命。要想摆脱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唯有买下一栋戏楼，彻底安顿下来。不知道小道爷要干什么，但是祝你马到成功。这儿呢有一些自家腌的咸鸭蛋，拿去路上吃吧。吕秀才抱着那罐子咸鸭蛋，面带不舍地放在驴车上。借你吉言吧，如果日后有机会，我们会再看吕家班的戏的。就这么一趟趟看下来，我都有些看上瘾了。双方相互告别后，驴车拉着刚刚补充的粮食，向着关口缓缓靠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吕状元抽了口旱烟，然后把旱烟杆举起来，在神情依依不舍的小儿子脑袋上砸了一下。少惦记那个发白的姑娘啊，咱们家小门小户的，惹不起。回家呀，我去找媒婆给你说门亲。爹，你瞎说什么呢？我没有。爹，您这么抠门的人，怎么舍得给他一块咸鸭蛋了？这是什么屁话？记住喽，该抠的时候抠，该大方的时候就不能省。这小道爷不是一般人，结交好了，我们吕家也算有条人脉了。兜兜转转，终于出了关口。虽然土路四周依然是林子，但是李火旺却感觉有些不一样了。道路上还有其他不少马车和扛着扁担的人，分清他们的身份只需看衣服的款式。关内人穿左衽服装，关外的四旗人穿右衽。李火旺想了想，打开吕状元的罐子，看到里面装了满满一罐咸鸭蛋。哇，这年头鸭蛋值钱，盐也值钱。这老头难得出手这么阔气啊！李火旺心中对那小老头的印象改观了不少。别说那些没用的了，你们有谁的家在四齐国？准备好回家吧。所有人相互对望，浑身被黑毛包裹的小满抬起手。我家在四齐。
小满姐，要不……好，那这里你应该比较熟。四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像正德寺一样的大门派吗？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一次村。对了，我9岁那年，在村头见过一次跳大神的。跳大神啊！一提到神，李火旺心里就有些发怵。喜神给了他太大的阴影。那跳大神的有什么集体生活的地方吗？没有。我听说跳大神的都住自己家里。仙家有名字吗？我听过5种不同的仙家，红黄白柳碑，但是我不知道那都是什么。我听过5种不同的仙家，红黄白柳碑，但是我不知道那都是什么。村里老人随口说了一句，我就记下来了。有一次村里有人撞邪了，趴在地上不停狗叫，跳大神的凑巧路过，就过来看看。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撞邪的人第2天就好了，下田里干活去了。这么说，跳大神跟道士干的活差不多了，驱邪避灾。那他们的能力是不是也来自尤老爷之类的东西？既然要经常跟其他人接触，他们应该比正德寺的和尚好说话吧？李火旺只怕跳大神的实力太弱，解决不了丹阳子。毕竟单枪匹马的没法跟一群人比。李火旺回过神来，看到其他人已经去林子里去找柴打水。他抬头看看天，发现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逐渐偏西，该歇着了。李火旺掏出身后的剑，就开始给地上挖坑。这把剑非常锋利，没过一会儿，一个脑袋大小的小土坑就挖好了。旁边早已准备好的傻子举起驴车上的黑锅往坑上一放，等下只要在左右两边再开个口子，一个放柴，一个出烟，一个小土灶就完成了。相比米，还是挂面实在，存放容易，煮起来也方便。等待锅里的水煮开后，几大捆在关口小镇买的长寿面顶着热气放了下去。路边采的一些蒲公英当蔬菜，一人一个咸鸭蛋当荤菜，再每一人一大碗面，晚饭就完成了。李火旺用筷子把面汤里沉浮的咸鸭蛋破开，里面露出滋滋冒油的蛋黄，瞬间面汤浮上一层金色油花。蒲公英味道微苦，口感有点像菠菜。李火旺过去也不知道蒲公英还能吃，直到看到那老和尚吃得那么欢，他才知道这东西也是一种野菜。吹开热气，李火旺满满的喝上一大口汤，胃里顿时暖烘烘的。也不知道老和尚怎么样了，他那么傻，应该会在那种环境下生活得很好吧。一双筷子夹着冒油的咸鸭蛋黄放在李火旺的碗里。我不吃蛋黄。李火旺点了点头。我怀里有个道灵，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从清风观带出来的。记得。我现在告诉你它的用法，万一我出现了什么事情，你记得拿出来保命。好。首先，摇起道灵。这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头晕，要忍住。紧接着，从地上抓起一把泥放进嘴里。天空逐渐变黑了，李火旺的碗也空了，他的话也说完了。白灵淼从李火旺手中收走碗筷，向着林子里的那条小河边走去。李火旺看着白灵淼，他那纤细的背影不知不觉中转变成了一位穿着高中红色校服的少女背影，那是杨娜的背影。用力晃了晃脑袋，白灵淼又重新变回来了。李火旺有些烦躁地看向天空。
李火旺依旧是守上半夜，因为他的睡眠从来都没有好过。他借着火光看向自己的武器，这削铁如泥的宝剑在他手里实在是有些屈才了，不是用来挖坑当铲子用，就是用来当铜火棍用，弄得现在剑尖黑漆漆的，十分难看。长明师兄啊，要是你看到你的宝剑落得这样的地步，是不是会气得活过来啊？身后传来一声轻响，李火旺猛地抓起一根点燃的柴火，直接就扔了过去。明亮的火光一晃而过，最终落在了一双红得瘆人的绣花鞋的面前。什么人？出来！其他人都被吵醒了。当他们看到远处的那双穿着绣花鞋的脚时，顿时被吓得彻底清醒过来。哎，别动手，一场误会而已。一位头发发白、50来岁的男人从黑漆漆的林子里走了出来，衣服上的补丁可以表明此人并不富裕。他背上背了一个小包裹，腰间挎着一个脏兮兮、扎着许多彩条的旧鼓。我呀，大晚上的赶夜路，这不看到前头有光，就过来瞧瞧，没想到遇见你们几位。李火旺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双红色的绣花鞋。没事，那我媳妇儿怕生。鹅呀，你过来。他不紧不慢地来到老男人身边。这是一个脸上用红盖头盖住的女人，红紫衣服颜色极其的鲜艳，身上跟那些鼓一样绑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布条。大半夜的看到这东西，实在让人后脊发凉。这是你媳妇儿？大晚上的身边带着这么个东西，要说他是在驱赶僵尸都有人信。李师兄，他就是跳大神的。李火旺的警惕心瞬间提到了最高。嘿嘿，没错，我们就是跳大神的。我是大神，我媳妇儿是二神。哎，怎么的？不信呐？那我就给你们来一段。听神嘞！听神嘞！刺耳的铃声瞬间打断吆喝声，在场的所有人纷纷痛苦地捂着耳朵。铃声减弱时，李火旺的剑已经搁在了那人的脖子上。真人，你这是干什么？我还问你干什么呢？你请什么神？不管这人在请什么神，都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李火旺来这破地方这么久了，就没碰到过好东西。哎呀，真人，你不是四旗这儿的人吧？我连鼓都没敲，请不来神的。我只是证明一下，我就是跳大神罢了。没错，跳大神确实要敲鼓。李火旺这才缓缓地把剑抽了回来。这位朋友，半夜三更的别开这种玩笑了，容易误会。你走吧。那好吧，在下李治，后会有期。鹅呀，咱们走了。那人带着盖红盖头的女人径直向着漆黑的林间道路钻去。看到他们都彻底离开后，李火旺回过头来。今天晚上都别睡了，戒备起来，当心这家伙没走。大半夜的忽然跳出这么个家伙，鬼知道他有什么目的。药引们抱着自己的武器，一个挨着一个围坐在篝火旁。一根枯木被李火旺抓起，翻滚地抛进了火堆中。炙热的火光照亮了所有人脸上的忐忑不安。漫长的晚上就在这度日如年的等待中过去了。除了所有人脸上变得十分憔悴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今天休息一上午，然后接着赶路。国娃，你先守着。师兄，李师兄，那人又回来了。李火旺瞬间清醒过来，他扭头望去，
发现昨天晚上的李治带着他那用盖头盖着的媳妇儿，笑眯眯地站在不远处。昨儿个晚上我想了半宿，想明白了，我这是把真人吓着了。哎呦，抱歉，我是来谢罪的。阳光透过树枝打在了李治的有些黑的脸上，显得他脸上的那颗痣无比的显眼。只从模样上看，他跟一年到头在田里干活的农家人没什么两样。现在的他比昨天晚上看起来安全不少。李治兄客气了，在下昨天也莽撞了。无论如何，既然这么一个跳大神的就在眼前了，不从他嘴里撬点东西出来，实在说不过去。刚刚听这姑娘说真人也姓李啊，巧得很，我也姓李，咱们500年前说不定是本家呢。李治兄，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嗨，我本家黑三太奶过些天要过大寿，这不我赶早些过去祝寿去。跳大神看起来跟和尚道士不是一回事儿，并没有摆脱世俗的要求。真人这是打算去哪儿啊？还带着这么一大帮子人。李治有些闪烁地看着李火旺身上没洗干净的血色道袍。去梁国。哎呦，好嘛，去那么远，这真人一路上有够苦的啦。相互交流了一会儿后，双方的关系相对缓和了不少。驴车与一旁的红色绣花鞋一同向前走去。前面不远就是半月沟了啊，那里有个寨子，真人呢可以在那儿好好休整几天。再遇到能住的地方，最起码要走15天以后了。你也知道，边界总是这样，人少地荒的。多谢了。敢问李治兄，既然你是跳大神的，那你家中供奉的是哪位仙家？在下卑家弟子。既然你直接问了，那我也不矫情了。敢问真人，哪座山哪扇门呢？西山东华派清风观，玄阳。李火旺搬出丹阳子的说法，他也不知道这是哪一派，但是可以让别人以为他是有传承的，不是一个假道士。没听过。不过也是，全天下这么大，多的是我不知道的门派。李治十分健谈，跟这种人待在一起，心情都能好些。走着走着，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依然是起灶架锅煮面。李治也没从自己那小包裹里拿吃的，就这么笑嘻嘻地蹲在路边这么看着，看得李火旺一行人浑身不自在。李治兄，来点吗？那感情好。我昨天一天都没吃饭。李师兄，这都快3斤面了，他跟我们掏了这么久的近乎，该不会就是为了这顿饭吧？锅里最后一个面条都被李治捞走，他一点都没有觉得害臊，蹲在树下继续吸溜着。李火旺学着李治的样子也蹲了下来。面够不够？要不要再下点？这那多不好意思。不过我确实没吃饱。再下2斤面条。怎么光见你吃，不见你媳妇儿吃？她不饿吗？李火旺看了一眼盖着红盖头的女人，他发现这女人的指甲有些发黑，而且很长很长。我是大神，他是二神，我吃就够了。我是大神，他是二神，我吃就够了。哦，这是为何？真人问这么多，真是想出马呀？哎呀，可是出马弟子都是仙家自己选的，想入这行当要机遇的。如果方便的话，还请细说。李治手中的筷子在空中划拉了几下。想要出马呀，要得大病，
最好是快要死了的那种啊！你要是运气好，仙家就会给你托梦，他治好了你，然后作为报酬，你去当他的出马弟子。仙家长什么样啊？怎么说呢？反正不是人样吧。听李治这么说，这些仙家跟尤老爷应该是一类东西。这里的人似乎都在跟那些东西进行主动或者被动的交易跟接触。李火旺马上回想起来正德寺的那一座蠕动的血肉大佛，从男人、女人、畜生，然后再到最后的大佛，和尚的修炼方式处于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再联想到之前那7座佛陀的能力，既能赐予尤老爷血肉，本身还可以长出血肉千手，不难判断出正德寺的和尚应该就是通过那种修炼方式来获得血肉相关的能力的。跟不同东西进行交易跟接触，可以获得不同的神通，这或许就是他们不同门派的由来吧。哎呦，我告诉你啊，这出马弟子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能不当就别当，有3灾3劫啊，又没什么钱好赚。那你们出马弟子能请仙家来干什么呢？什么都干呐，驱邪去病、转运招财啊，婚丧嫁娶、测字算命、阴宅风水啊，这么厉害？每家仙家的能力都不同，你遇到了麻烦事，自家先搞不定，你也可以请别家的仙家嘛。那如果说有人身上被某些东西缠着呢，他们也能解决？那就是撞邪了呗，当然能了。你确定？那可不是一般的东西。李火旺怎么看这家伙都觉得不靠谱。哎呀，行不行的你试试呗，横竖不过50个铜板，你还怕我拿钱跑喽？50枚铜钱是你的报酬？这代价太小了。我是我的，仙家是仙家的，这就要分开算了。我的茶水钱呢，就是50个铜板啊，300多年的老规矩了，没变过。哎呀，当然了，要新钱啊，不能拿那见过边的烂钱来抽数。至于仙家的嘛，我自己跟他商量。不是，你只能让仙家随便挑啊，挑中什么拿什么。绝大部分情况下，仙家是不会要钱财这种身外之物的。那过去仙家都拿走了别人的什么呀？你问我，我问谁去？被仙家拿走了什么的人都不能往外讲，那说了可是会倒霉的。你不是跳大神的吗？你也不知道？嗨，说白了，我就是仙家的长工，我只管把仙家请来，不管别的。就给这么点钱，我才懒得管那些破事呢。相比正德寺的和尚还有丹阳子，李治身上仿佛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洒脱。李治一边用筷子剔牙，一边向着远处的其他人张望着。怎么，你要试试啊？是谁中邪了？李治兄，你这走南闯北的，应该处理了不少事情吧？中邪的那个邪，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我才懒得记那些事情呢。跑一趟50个铜板的买卖，饭都快吃不上了。他要是让我涨价到500铜板一次，我铁定记得清清楚楚。不让涨价，也不让我改行，这事做的真他妈憋屈。对了，真人，你们道士做法事应该挺赚钱的吧？一趟法事能赚多少啊？休息的差不多了，那咱们接着走吧。好嘞。那咱们什么时辰吃晚饭呢？李火旺一行人继续往前走，李治总是想找他们聊点什么，看起来没有什么恶意，可是好人不会写在脸上。李火旺的警惕心依然没有完全放下。那位盖着红盖头的不吃不喝的二神，他越看越觉得别扭。相比李治，这女人明显诡异得多。
他每次抬脚走路，走的距离都一模一样，看起来像是一具被人操纵的尸体。李治居然喊这东西叫媳妇儿。李师兄，要不我们跟他们分开吧？不急，先等等看。李师兄，要不我们跟他们分开吧？不急，先等等看。万一这人没有说谎，那么摆脱丹阳子的事情，说不定真要靠他口中的仙家。太阳慢慢偏西了，路边一个村庄逐渐出现在他们面前。李治用手指着眼前这一大片黑色瓦片。你看啊，这就是我说的寨子。你们跟我来吧，这地方有我一个老乡，咱们在他家住，不要钱。李火旺轻轻一挥手，两辆驴车也向着里面开去。走到房屋之间的黄土路上，李火旺等人向着安静的四周张望着。奇怪的是，无论是田里还是院子里，都不见人影。怎么回事？村子里的人呢？快来呀！这边有热闹瞧，这好像是公公在爬灰呢，脸都抓花了，别提多带劲了！快！爬灰？什么是爬灰？李火旺扭头一看，就看到其他人一脸尴尬。李师兄，咱们别去凑热闹了。李火旺疑惑地向着李治那边大步走去。只见农家人打扮的男女老少，里三层外三层，在一家人门口围着。搞了半天，原来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跑过来凑热闹了。李火旺走到李治身边。什么是爬灰啊？公公偷儿媳妇儿，难道在你们地界儿还有别的叫法？你是哪儿的人啊？李火旺一脸无语，难怪刚刚白灵淼是那种表情。女人的刺耳尖叫在人群中央炸响，围观的人群猛地后退。借着让出来的缝隙，李火旺看到了里面有些怪异的一幕。一个浑身赤裸的女人，四肢关节扭曲的如同一条蛇般盘在八仙桌上，一边尖叫一边颤抖。哎呦，不是爬回，是有人撞上了。李治推搡着就往人群里面挤进去。麻烦让一让啊！我是跳大神的，谁他娘踩我脚啊！让！他这是打算用他的办法开始驱邪了。李治好不容易钻进人群，就对着李火旺摆手：“这人，快来呀！杵那么远做什么？”李火旺想了想，也向着人群中挤了过去。他刚好可以借此机会看看李治的实力。要是李治只是小打小闹，丹阳子恐怕会跟吃佛陀一样把他给吃了。李火旺来到人群中央后，看得更清楚了。女人的眼中没有一点黑人，眼睛上似乎还有5重眼皮。旁边站着2个脸被挠得花了的一老一少，看起来像是苦主。真人，这事情你来还是我来呀？要不咱一起上，完了呀，你可以多要点钱，我们再对半分，这样就不破坏跳大神的规矩。不用，我不擅长驱邪，还是你来吧。你蒙我的吧？连邪祟都不会去，你不是假道士吧？快点去吧，你看那个女人都快把自己的骨头扭断。刚刚还盘着的女人已经把自己的嘴唇咬破了，血滴满了下巴，四肢关节处更是扭得嘎吱作响。看起来普通百姓跟这些东西的关系并没有那么远，只是他们会统一用撞邪来解释。万一李治今天恰好没在，他们该怎么办？李火旺看着陈旧的农具，满脸苦相的老少，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
估计跟穷人得病一样，能扛则扛，扛不过就躺着。李治用小棒轻轻一敲腰间的旧骨，在场所有人的心都随之一颤。请神嘞！李火望向屋外看去，空中的红光正在渐渐消失，寂静的黑夜即将到来。日落西山内，黑了天内，龙归曾海，虎归山喽。龙归曾海能行雨，虎要归山得安眠内。旁边一直没有存在感的二神，身体随着曲调节奏开始颤抖起来。头顶七星琉璃瓦，叫他八棱紫金转，脚踩地，头顶天，迈开大步走连环，双足站稳靠营盘，那烧香打鼓请老仙哎。李治一边敲着鼓，一边点燃几根香，围绕着那八仙桌上的女人插下去。女人龇牙咧嘴，刚准备扑上去，却在碰到那白烟之后缩了回去。从香头飘出来的白烟也不散，环绕着屋内缓缓地打着旋儿。李火望心情莫名有些烦躁，他看了一眼四周完全正常的一切，稍稍后退两步。红盖头下面的女人第一次有动静了，红盖头下面还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四周看热闹的人群明显被吓着了，又比之前散开了一些，一些胆小的人已经往家跑去。老仙家哟，你要来了我知道，不要吵来不要闹，威风有啊煞气多，威风煞气少带着。屋子小旮旯多，磕着了碰着了了不得，碰到君子还好办，那碰到小人配口舌。李火望看到，随着李治的念唱声，二神头顶的红盖头逐渐被里面的东西顶起来了。隔着红盖头，里面浮现出一些怪异的兽头轮廓，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像寻常兽类的，全部严重变异畸形。这些东西如同流水般在红盖头下时隐时现，不断蠕动着。眼前的一幕搭配着朦朦胧胧的白烟，显得那么诡异。棒冰我头顶着风耙，脚踩着船，左手拿鼓，右手拿鞭，李火望用力揉了揉眼睛，发现二神此时已经踩着鼓点，跟着李治向着完全被白烟笼罩的八仙桌旁边靠去。打一下点三点，那个打三下啊，点就点，前三后四左五右六，68下。李治跟红盖头女人一前一后围绕着转圈跳着，八仙桌上的女人表情十分痛苦地掐住了自己的脖子。滚开！半冰我黄天霸青黄天青，喜欢黄天黑青黄天红，大宝马二灵通，快嘴撩哥学舌精。李火望听到四周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可他仔细听去，那些声音又不见了。李治口中的老仙肯定跟之前那些东西都不一样。听起来他不只能请一种仙家，他最多能请多少？李火望挥开眼前的白烟，大步向着桌边走去。刚走近，忽然白烟里一道黑影飞出，带着残影径直向着他的脸上扑了过去。李火望长剑一挡，下一秒就被两排带血的牙齿咬得咯吱作响。
浑身赤裸的女人力量大得惊人，她成爪的双手拼命向着李火旺的眼珠子挠去。她那布满血丝的双眼暴突了出来，不断抖动的脸上满满的戾气跟杀意。李治，你在搞什么名堂？好仙家嘞！搬兵诀再次响起，大红色的盖头从白烟中旋转飞出，盖在了那女人的脸上。盖头上的兽脸蠕动着，向着她嘴里钻去。忽然，她被某种力量猛地拉进白烟当中去。老仙家哦，离了古洞，离了山，抓把黄沙把洞口蒙。阴天驾云走，晴天旋风旋。驾云走啊，旋风旋呐，来去不用一代言。李火旺举着长剑，警惕地走进了白烟中，发现刚刚还疯癫的女人，此时已经瘫软在桌子上，脸色蜡黄，浑身冒冷汗。李治依然带着身后颤抖打嗝的媳妇儿，围绕着这女人不停转圈。你要走啊，我不拦。霸王草头把马牵，先解缰绳后备鞍。老仙家扬鞭打马要回山哎哎嘿吼嘿！唱完最后一句话，李治反拿手中的鼓鞭，对着鼓中心重重地敲了3下。鼓声一歇，四周的白烟开始缓缓散去。李火旺心中那种奇怪的烦躁声也逐渐消失。哎呀，没啥事吧？刚刚有点走神了，我就知道有你在外边，这家伙跑不了。走神儿？这种情况下，你还敢走神儿？才50个铜板呐！现在去城里吃碗面都要多少钱了？哎呀，邪祟没了，人又还活着，已经很可以了。要怪就怪那当年立规矩的，跳大神的就活该受穷啊！李火旺强忍着向他翻白眼的举动，走到八仙桌旁，仔细地观察那女人起来。看起来她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人的双眼中满是恐惧，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左右看了一会儿，李火旺并没有看到李治口中的仙家拿走了他什么。又不要钱，身体上什么都不缺，所谓的仙家要的报酬，难道是某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外面的苦主一家冲了进来，看到自己家人恢复正常后，他们顿时搂在一起，又哭又笑的。来，这小媳妇儿刚刚撞了煞，身体虚，你们家呀风水又不好，往后呢怕有什么麻烦事找上门。要不这么的，你们请个保家仙吧。保家仙？行，都听高人的。李治伸手从包裹里掏出了一个泥塑小人，紧接着他拿出一些红头绳，开始缠绕起来，一边缠嘴里还念着什么。缠好后，李治找来梯子，把这东西放在了房梁上。每年大年初1大祭拜，每月15上香，听懂没有？好了，搬兵的茶水钱跟着保家仙的钱一共100个铜板啊，拿钱吧。李火旺走到梯子前，认真观察起房梁上的保家仙来。他看起来像是随手捏出来的，偏偏他那双眼睛被捏得格外的传神。看着那双眼睛，李火旺仿佛真的是在跟一个活物对视。忽然他看到保家仙动了一下。怎么回事？我眼花了！别看！李火旺猛地一回头，瞬间跟那盖着红盖头的二神打了个照面。他真的是活人？为什么让我别看？李火旺看了一眼不远处正在低头点铜钱的李治。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二神惨白的双手轻轻捏住红盖头的一角，缓缓抬了起来。握紧道铃的李火旺紧张地吞了一口唾沫。鹅呀，走了，去找老乡家借张床睡觉去。红盖头重新盖好，
二神转身，快速跟了上去。有人吗？李火旺困惑地张望，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座木桥上，前后左右只有一片漆黑。李火旺深吸一口气，抬起脚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李火旺感觉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快步向着那边冲去。当李火旺终于看清了那东西的时候，他的身体猛地一震，那是李治的保家仙。巴掌大的泥塑现在比李火旺的身体还要大3倍。他缓慢地转动脑袋，向李火旺看来。保家仙的瞳仁白茫茫的，十分吓人。这不是木桥，我这是站在别人的房梁上。保家仙身上那好几层的红头绳裂开，密密麻麻的泥塑手掌从里面伸出，向着李火旺方向抓去。李火旺刚要退，一个巨大的红盖头瞬间盖住他的身体。别干！李火旺猛地惊醒过来，连忙向四周看去，并没有什么保家仙，也没有什么红盖头，刚刚只是他的一场梦。李火旺把被子盖住白灵淼的肩膀，转身下了床。月亮还挂在天上，看起来他并没有睡太久。看着外面的黑色瓦片，李火旺回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二神到底想说什么？为什么不让我看保家仙？这位二神一直是一言不发，不吃不喝。相比异常随和的李治，他显得非常的神秘。这样的人忽然开口说话，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有什么事情要偷偷告诉我，还不能让李治知道的？难道李治想害我？本来打算找李治跳大绳，忽然出现这档子事儿，李火旺有些犹豫了。说起来，他们也并没有多熟。我得单独问问二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才行。李火旺看了一眼漆黑的天空，转身穿上血色道袍，向着屋外走去。李治的老乡的几间平房相隔得并不远，李治他们就住在附近。贴着道符的门缓缓被打开，一颗带着荧光的小石头轻轻地弹了进去，昏暗的荧光照亮了屋内。大神李治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打着鼾，而盖住红盖头的二神却像一件衣服那样直挺挺地立在床边。听到动静，二神立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大晚上的看到这幅场景也实在瘆人。我真的要现在跟这东西出去单独待着吗？李火旺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轻轻地招了招手。二神居然真的动了，他如同幽魂般缓缓地向着门口飘了过去。他往外走，李火旺就往外退，来到院子外面，这才停了下来。空中的半月洒下的朦胧月光稍稍安抚了李火旺极度紧张的心情。二神再次缓缓靠了过来，靠得很近很近。你昨天想说什么？黑色指甲缓缓抬起，在李火旺惊讶的目光中，二神轻轻划破自己的另外一只手的指尖，紧接着他用里面流出来的暗红色血液在自己的红盖头上开始缓缓写字。当心，你是新宿县。你们干嘛呢？红盖头上的黑血迅速吸收进去，表情阴郁的李治赤着脚哒哒哒地走到二神身边，一把紧紧搂着了他的腰。哎，你要干嘛？这是我媳妇儿。没干什么，只是对嫂子的面容有些好奇罢了。
李治上下审视了李火旺一番，好似宣示主权一般，用手掀开红盖头的一角，把脑袋伸进去就是一顿亲。红盖头摇摆之间，借着月光，李火旺隐约看到了一些东西。那是鳞片。紧接着，李治把脑袋从红盖头下钻了回来，舔了舔嘴角的红绿相间的粘液。记住了啊，这可是我媳妇儿！你打光棍能怪谁？谁让你当道士的？有能耐你还俗去你！不等李火旺辩解，李治牵着二神那惨白带着黑长指甲的手，转身向着屋内走去。鳞片，黄绿相间的粘液，这两个画面在李火旺脑海中不断闪过。二神到底是什么东西？李火旺回到屋内时，发现白灵淼已经被吵醒了，跪坐在床上，揉着眼睛。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吗？没什么，睡吧。当心我是星宿仙。星宿仙是什么？他又让人当心谁？第二天，李火旺醒来，来到大堂，就看到李治正在喝粥。他右手牢牢地牵着二神，正在给自己那位老乡说着什么。老乡，多谢你照应了啊！不如这样，我帮你请个保家仙吧，算你便宜点，30个铜板，怎么样？李治说到这儿就不说了，他看到了李火旺，表情也没有之前的随和。李治兄，关于昨晚的事情，我可以解释。哎呀，这解释啥呀？我又没怎么你，就这么着吧。说完，李治站起来，拉着媳妇儿转身向着屋外走去。李火旺看着那远去的两人背影，沉默不语。星宿仙，听起来似乎是某种特殊的称呼。他还提醒我别看保家仙。也许他知道我一些什么，我必须想办法把消息从他嘴里撬出来。怎么了，李师兄？你跟那跳大神的有过节？没什么，这是我自己的私事。都去吃早饭吧，好不容易有床睡，这些天好好休息。等出了这个村子，咱们就只能躺路边了。随后几天，李火旺并没有再找李治，也没去管对方在做什么。李火旺知道现在李治肯定还有脾气，然而就在等待的过程中，有个小麻烦找上门来。白灵淼病了。在这破地方，不重视小病很容易要人命。然而借助清风观炼制的丹药，李火旺能勉强称得上是一位乡下郎中。别的病治不了，这点小病还是没问题的。李火旺小心地把一颗红色药丸放进了白灵淼的嘴里。李师兄，我不会是要死了吧？我不想死。别瞎想，小风寒罢了，已经吃药了，等好好睡上一觉，捂着出汗就好了。敲门声忽然打断了两人的交谈。李火旺刚抬头就看到李治带着他媳妇儿站在门口。怎么样？我听老乡说你妹妹病了，要不要帮忙啊？李火旺把被子轻轻地盖在了白灵淼身上。不用，谢谢。哎，行了，客气什么？你之前请我吃面，我也要帮你不是？白家老仙治病救人是一绝，只要你不打我媳妇儿的主意，咱俩就还是朋友啊！这帮人得帮。只是小风寒罢了，用不着请你的大仙，而且他们要的茶水钱，我们给不起。是啊，这确实。哎，行，算我来添乱了。老仙确实不能随便乱请。不过李真人呐，不会驱邪也不会治病的，你这道士当的可真够可以的啊！我已经在治了，丹药已经下肚，总要等药效发挥吧。你这不行，
我见过别的道士，老厉害了，这随便画张黄符，烧成灰，冲水喝，这甭管什么病，嗖的一下就好了。李火旺轻轻地笑了笑，感受着这轻松的氛围，他觉得现在是个不错的时候。李志兄，我们能聊聊吗？你的妻子似乎不是寻常人吧？其他跳大神的二神也都这样吗？李真人呐，你这说开了就没意思了。你也是修道之人，你的一些秘密肯定也不会全部告诉我吧？我有问你这群天残地缺的是从哪儿找来的吗？没有吧？李治用手拍了拍李火旺红色的道袍，带着他的妻子转身离开了。虽然看起来李治平时非常健谈，感觉什么都不在乎，可他明显是装出来的。李火旺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屋内，重新照顾白灵淼。当天晚上3更天，浅睡中的李火旺被一阵敲窗声给惊醒了。木窗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一双血红色的绣花鞋悬在上面，轻轻地晃动着。李火旺认识，这是二神的鞋。村头那片林子，我马上过去。看到那双鞋缓缓缩了回去，李火旺深吸一口气，翻身下床开始穿衣服。不多时，借着朦胧的月光，他来到外面黑漆漆的树林中。紧接着，他在一棵树下看到了一动不动的二神。李火旺警惕地左右张望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李治的身影。二神姑娘，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二神重新开始在自己的红盖头上写起字来。距离太远，李火旺下意识地向着那红盖头靠了过去。你要当心！写到半截儿，二神忽然举起双手，黑色的指甲狠狠地插进了李火旺的脖子。李火旺猛地抓住红盖头，右脚踹在二神的肚子上。4个血淋淋的血窟窿已经出现在了李火旺的脖子两侧。他颤抖着掏出几个止血丹药塞进嘴里。二神怎么忽然间就对他下了杀招？李火旺掀开盖头，顿时愣住了。二神五官畸形，并且脸上同时长着蛇绿鳞、刺猬、背针、虎耳等各种动物的特征。凭借着剩余的一些人类痕迹，李火旺还是看得出来，这人分明就是女相的李治。他所剩不多的人类皮肤上还抹着粉。试探了半天，你这心宿原来是个样子货，没被人提前抢走，你的运气真是好啊！听神嘞！听神嘞！身体怪异的二神配合曲调和节奏，身体颤抖起来。日落西山内，黑了天内，家家户户把门关，西去老鸭奔大树，家去别谷奔房檐，大路乱来啊！李治的请神调戛然而止，二神错愕地看向李火旺。我已经被和尚们骗过一次了，总要防备着什么吧。瞬间，树林子里就传来零散的脚步声，是狗娃傻子他们。他们手中拿着武器，推搡着满口鲜血的李治往前走。李治用来跳大神的旧骨被浑身黑毛的小满牢牢抓着。李火旺拿过旧骨，当着李治的面扔在地上，一剑刺下。没了这东西，你能请来哪家仙家？经过这些天的接触，李火旺发现跳大神的人始终都是肉体凡胎，只要控制住他，一切都好办。
其实这种事情我做不了主的。锋利的炭黑色剑刃抵在了李治的脖子下面。这时候还想骗人，让二神放弃抵抗。李治是被困住了，远处那位人兽不明的二神可还是个麻烦呢。你这话说的，你凭啥认为我媳妇儿就一定会听我的呀？远处的二神竟然四脚着地，如同野兽般向着林子里奔去。李真人，我真没骗你，我们这些出马弟子跟你们不是一回事，有些事情我是真做不了主。哼，你觉得我听你这些话就会突然发善心放过你吗？那不能。心宿是什么？你们为什么叫我心宿？这是李火旺最在意的。李治二人对他动手肯定是有理由的。合着你是真的啥都不知道啊！我之前真是被你这身血衣给蒙住了。心宿到底是什么？你脑子是转得快，可你怕是斗不过老仙。下一秒，李治的双眼开始充血变长，一根根刺猬背刺从他眼角下钻了出来，鼻子扭动地向前伸去，整张脸都开始向着刚刚二神的怪异模样发生畸变。李火旺的剑刃向着李治的脖子抹去，然而撕裂的皮肤下面不是血管，而是一排密集坚硬的蛇鳞。杀了他！巨大的木棒砸在李治的脑袋上，变异到半截的李治瞬间被开瓢。黑暗中的林子里传来了急促的鼓声，所有人都望了过去。怎么还有鼓声？李治的鼓明明已经被我毁了呀！杀来！一个人影踉跄地从树林中走了出来，那是二神，又或者说是李治。二神脸上怪异的东西已经通通不见，他们两个人居然就这么轻松地交换了位子。唐突的鼓声从李治身下响起，其他人深吸了一口气。只见这人衣裳敞开，一只手硬生生地把腹部的皮肉给扯了起来，而另一只手就拿着鼓鞭这么敲着。没有鼓，李治居然掀起自己的人皮做鼓。日落西山内，黑了天哪！家家户户把灯关，西去老衙奔大树，家却别谷奔房檐内。小屋断了行路难，石家倒有酒库锁，还剩一家门没关，剩下大国青山下了哎！话音刚落，倒在地上的二神猛地立了起来，连同李火旺手中的长剑在内的所有兵器一瞬间插入二神体内。李火旺的剑已经刺穿了二神的心，然而二神却依然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先秦红来后秦黄，请得清风烟云待北望。皇家为帅手，皇家为先锋，清风烟云为站住，那个北望为探高哎！一股巨力猛地从二神身上传来，四周所有握住兵器的人瞬间脱手。不行，必须让李治的鼓声停下来，他才是关键。四周各种线条迅速凝聚成尤老爷。李火旺猛地一晃脑袋，尤老爷瞬间一分为四，向着李治冲了过去。李治嘴皮子不断抖动，神调的速度瞬间加快了2倍。这酒席落成落，会好吃会好喝，好吃好喝好内锅。你的帮兵将来，你对帮兵说，帮兵好来给你备着。这一个牛羊肉，要吃熟的鸡鸭鹅。见你就是要吃的忘本肉，帮兵也想吃，给你捞啊！不知何时，二神已经来到了李火旺的身后，
满嘴尖牙狠狠地咬在了他肩膀上的肉上。不知何时，二神已经来到了李火旺的身后，满嘴尖牙狠狠地咬在了他肩膀上的肉上。远处的一位尤老爷迅速飞了回来，可是他这一次碰上了硬骨头，尤老爷狠狠地撞在二神身上，非但没有钻进去，反而被撞得反弹了回来。一根粗壮的木棒挥了过来，擦着李火旺的面孔，狠狠地砸在二神的脑袋上。二神被砸飞了出去，李火旺肩膀上的大块血肉也被带了下来，他差点疼晕过去，却顾不上这些。他掏出2个瓶子塞给一旁想要搀扶的狗娃，一个毒药，一个蒙汗药，都抹刀上，帮我困着这东西。李火旺不能两边受敌，必须分出一边来。狗娃看到半个脑袋都被掀飞的二神，居然还能挣扎着爬起来。李师兄，你确定这东西对那玩意儿有用？一旁的小满二话不说，直接把2瓶药抢了过去，提刀就冲。不管有没有用，先用了再说。李火旺知道这有些勉强，可是不把李治解决掉，仙家只会越请越多。远处的3位尤老爷每次想要接近李治的时候，都被某些看不见的东西阻挠。先进来别忘带上3种宝，3种宝为宝山东套线索捆先生，马号捎带聚魂瓶，怎么往弟子身上扔？抓的不牢用脚踹的，滚的不急用足蹬呀！李治唱完，举起手中敲鼓的短鞭，向着李火旺方向猛地一甩。虽然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可是尤老爷明显感觉到了什么，一团尤老爷迅速飞回来，挡在李火旺面前。由各种线条形成的尤老爷被炸散，李治向着这边又是用力一划，千钧一发之际，李火旺迅速向背后一摸，把那本天书挡在自己面前。挡住了，这天书还真硬。李火旺一手举着盾，一手摇着铃，咬着牙迅速向着李治靠近。他猛地一晃脑袋，四周的尤老爷的数量瞬间翻倍。以实力深着。尤老爷瞬间从不同方向围攻李治，因为尤老爷太多，李火旺极其眩晕，想要呕吐，现在就比谁先撑不住了。忽然，李火旺发现这种状态的自己能看到仙家，这些白烟一样的透明东西千奇百怪，人形、兽形、半人半兽，什么样的都有，并且还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变化。组成他们身体的所有东西都随着李治的鼓声颤动着。看到他们样子的瞬间，李火旺就理解了他们。这些仙家无处不在，是一群身体永远虚化的东西，他们必须通过某种旋律才能和现实接触，鼓声是他们出现的条件。李火旺咬着牙继续向前冲，手中的道铃摇得越来越大声。渐渐的，铃声压过鼓声，尤老爷那边开始突破。看到情况不妙，李治表情一凝，嘴巴一张，嘴角两边瞬间被撕裂，猩红的舌头如同蛇信般从里面钻了出来。顿时四周狂风大作，鼓声重新压倒了铃声。李火旺眼前的一切开始迅速扭曲。李火旺回过神来，发现穿着蓝白相间病服的自己正被人扶着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散步呢。幻觉。李火旺看到远处的老刘头正被他的女儿搀扶着向院外走去，
他和李火旺的距离跟刚刚李火旺和李治的距离一模一样。火旺，怎么了？李治算错了，幻觉压根对李火旺不起作用。他向着远处的老刘头冲了出去。医生，多谢您了，要不是您，我父亲不会好得这么快。哪里，这是我们医生分内的事情。刘师傅，回家后记得定时吃药啊。李治！所有人下意识地回过头来，李火旺一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老刘头的腮帮子上，假牙混合着血液在空中翻滚着。幻觉迅速退去，李火旺看到李治被自己打得鼻血直流，四周的仙家企图救援，但是都被6位尤老爷阻止住了。哼，让你瞧！锋利的剑尖削断了李治的手指，刺穿了他被掀起的皮肉，径直从他的腹部中央深深地扎了进去。鼓声铃声都停了下来，仙家尤老爷逐渐消散，李治错愕地后退2步，瘫倒在地上。李火旺扭头，发现二神也渐渐散架了。李真人，对不住了。李真人，对不住了。听到身后有动静，李火旺用手捂着自己火辣辣的肩膀，重新看向倒地的李治。都要死了，还跟我装？这会儿摆好脸，刚刚要杀我的，难道是别人不成？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是他们逼我的。你能跑，我可逃不掉。自打出马那一天起，我就再也跑不掉了。暗红色的鲜血逐渐从李治身体上渗了出来，映红了地上的泥土。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李火旺表情复杂。其实这也不赖，终于脑子里没有别的动静了。之前的一切都是仙家逼你这么做的。你要不信也没辙。从出马的那天起，我就成为了他们手中的傀儡。我反抗过，可是没用。人是斗不过仙家的。李火旺懒得分辨，他径直走过去抓住剑柄，用力一拽，却拽不动。李治居然用那被削掉手指的手死死地抓住了剑刃。李真人，下次遇上我这样的人，记得多个心眼儿。你这样的心素，可是别人眼中的香饽饽。李火旺的心顿时一缩，他本来没再指望从李治口中得到消息，没想到李治居然自己开口说了。心素到底是什么？心素者，太师变而成形，形而有质而未成体，是曰心素。心素至始而未成体者也。
什么？这是仙家跟我说的。我是个粗人，听不太懂。可我是头一回见他们能乐成那样，所以我琢磨着，应该是好东西吧。李火旺抬起自己的手，一脸震惊地看着。联想到之前正德寺那些图谋不轨的和尚，李治应该没骗他。在这个世界，我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东西。可是，我除了有精神病外，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啊。心宿，到底意味着什么？李火旺隐隐感觉到心宿事关重大，这事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预兆了。那个便宜师傅找药引也不是随便找的。既然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修炼方式都跟丹阳子一样怪异，那么很多人都会需要他这种药引。李真人，你能帮我一个小忙吗？你说。下个月年2就是清明节了，到时候能给我多烧点纸钱吗？我已经穷了一辈子了，不想死了之后还是个穷鬼。说到最后，李治再次习惯性地笑了笑，血水从他嘴角流下。下辈子投胎做畜生，都不要再跳大山了，太憋屈了，过得连妓院里的龟公都不如。李真人，你也是，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李火旺表情复杂地看着他。李治本身或许是个善人，可是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不是自己说了算，他只是被那些仙家控制的一位可怜人罢了。这个残酷的世界告诉了李火旺，能使用那些特殊力量的人，不一定是新会丹阳子那样的高人，也有可能是那股力量的奴隶。多谢指点，这些对我很重要，李师兄。还有，那天你们驱邪是有事吧？往南走，找一帮穿黑衣服的尼姑，他们勉强算是杀人，应当会帮你。尼姑，这些门派叫什么？他们擅长驱除邪祟。没有人回应。李火旺这才发现，李治的眼中没有任何光泽，他死了。看着死不瞑目的李治，李火旺心中感觉五味杂陈。如果李治不是跳大神的，也许两人能成为不错的朋友。哎，李师兄，鼓声一歇，那精怪忽然不动弹了。这人怎么回事？狗娃、小满这些人跟二神纠缠了一通，看起来非常狼狈，每个人都受了些小伤。李火旺伸手抓住李治肚子上的剑柄，拔了出来，把剑重新插入剑鞘。找个地方把他们俩埋了吧，免得被豺狼撕咬。为什么呀，师兄？他可是杀人越货的恶人呢。
李火旺没有解释什么，只是伸手轻轻抚上了李治的眼睛。李火旺没有给李治留碑，孤家寡人的不会有人祭拜，留了反而容易出事儿。忙活了大半天，李火旺一行人回去的时候，村子里的鸡都在打鸣了。刚到门口，在井边，他看到了一位意料之外的消瘦背影。之前还躺在床上十分虚弱的白灵淼，现在居然弯着腰在那儿提水。李师兄，你们去哪儿了？怎么受伤了？没出什么事吧？李火旺走过去扔掉了他的桶。都发烧了还打什么水？快去屋里面躺着。我没事，我已经好了，不信你摸摸看。李火旺用手按在白灵淼的额头上，发现他真的退烧了。我炼制的丹药可没这么强的药效啊，你确定没事吗？没事啊，我能有什么事情？病好了，难道不是好事吗？没事也快回去躺着，才痊愈，别碰水。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人死身消。随着李治的死亡，整个事件都告一段落。这次收获不小。首先，李火旺明白了正德寺的和尚图谋不轨的原因。心素者，太始变而成形，形而有质，而未成体，是曰心素。心素，质之始而未成体者也。李火旺不太懂古文，凭借着学校里的模糊记忆，他还是猜出了一个大概。按照这个说法，太始是形成一切物质的某种物质，而心素则是诞生太始之前的东西。翻译是翻译出来了，但这内容反而让李火旺迷惑了。我明明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怎么可能是质之始而未成体者？这根本就挨不着啊！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怎么也跟活人搭不上边儿。一个东西连物质都没有形成，怎么还可能是活物，还能移动思考？不管李火旺怎么想的，丹阳子、星慧方丈、李治他们的举动都告诉李火旺，这个世界的修道人是怎么想的。别管什么是心素了，我现在就是那唐僧肉，谁都想来啃上一口。李治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吧，毕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李火旺已经失去了信任，他怀疑每一个人接触他都有目的。哎，你们等等啊！李火旺等人回头，看到一位面相憨厚的男人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从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去哪儿啊？我那个跳大神的老乡呢，就是跟你们一起的那俩公婆。他有事，所以就跟媳妇儿先走了。那人也没怀疑，把手中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塞到了李火旺的怀里。那这样，这是他屋子里的包裹，走之前忘了拿，你们给他送过去吧。多谢了。当初李火旺和李治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李治就背着这东西。那人送完东西后转身就走，李火旺一行人重新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这东西肯定是无法送还给李治的，他都死了。我能不能在这包里面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里面的东西都很陈旧，李火旺看见一张一张白蒙蒙的骨皮，看起来是备用的。他抓起骨皮就向着路边扔去，这东西太晦气了。别扔啊，多好的皮子，万一以后能做点什么呢？能做什么？补丁吗？咱们现在可彻底没钱了，能省一点是一点。李火旺摇了摇头，继续翻着包裹。他提起来半吊子铜钱，铜钱新新旧旧的，看起来李治应该是攒了很久。不知道李治攒钱打算做什么，但是肯定的是，他为这做出了很多努力。
拿去买粮食吧。白灵淼顿时眉开眼笑，紧接着又担忧起来。师兄，咱们总要找个赚钱的营生才行，这些铜钱也撑不了多久。你打算做什么？跟吕状元他们一样唱戏吗？那不行，我爹要是知道会打死我的。我是说正当营生。李火旺伸手把圆形玉佩拿出来，放在白灵淼的手中。找个富饶的地方把这一卖，就什么都有了。哎，我这还有。狗娃从怀里掏出一叠红包递了过来。这些是丹阳子给那些死去的弟子发的红包吧？你什么时候偷的？我出清风观的时候是少拿的。就在这时，李火旺从包裹里摸出了一个圆鼓鼓的东西，是2个巴掌大的葫芦，有点像装丹药的葫芦。跳大神的也会炼丹吗？李火旺倒了2下葫芦，并没有倒出任何东西。他凑到葫芦嘴边，想看看里面装了什么。葫芦的上半部分忽然裂出一排排倒钩白牙，狠狠向着李火旺脸上咬去。还好李火旺退得快，否则半张脸都会被扯下来。这东西居然是个活物，李治居然用它来装东西，那这里面的东西肯定非常珍贵。仿佛有感应般，李火旺腰间的铃铛微微颤抖了一下。你们先等会儿。茂密的树林中，铃声响起，尤老爷被召了出来。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什么？你确定？寿命，这个一直困扰着所有人的难题的答案，如今就在李火旺的手中。阳寿这种东西居然能具象化的问题，李火旺已经不在意。他现在考虑的只是这东西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根据尤老爷的指点，李火旺高举手中的葫芦，对准空中的太阳。没过一会儿，葫芦嘴处如同花瓣般裂开了，6颗隐约带着金色寿字的小球在绿色的粘稠液体中缓缓滚动着。李火旺慎重地拿出一颗小球。尤老爷说，阳寿这种东西，只要碰到金木水火土中的任何一种元素都会消散，要是掉在地上可就没了。一颗阳寿代表寻常人1年的寿命，珍贵极了。阳光下，这些固体寿命逐渐弥漫出一些让人浑身一震的黄色青烟。李火旺用力一按，那东西就没入了他的手中，顿时他感觉浑身轻松了不少，他这是增加了1年寿命。要是一直能服用这东西，我岂不是能永生不死了？李火旺很快就不这么想了，这些寿命应该就是仙家们所要的茶水钱。李治为了攒这点寿命，不知道跳了多少场大神儿。要是轻松就能得到阳寿，他也不至于老成那样。李火旺想把剩下的5颗捞出来直接吸收掉。昨天晚上为了对付李治，他可是请了6位尤老爷，花了3、6、1、18个月的阳寿。当手指触碰那些寿球的时候，李火旺又忽然停了下来。这东西能不能当作货币使用呢？俗话说，1寸光阴1寸金，如果寸金真的可以买到寸光阴呢？这个东西的价值应该很高，就这样吸收实在太可惜了，必须好好利用才行。李火旺走到树荫下，葫芦狰狞的大嘴缓缓合拢，他找根绳子把葫芦绑在腰间，回到队伍里继续翻找着包裹。不过接下来李火旺并没有找到别的有价值的东西。一件半旧的衣裳，2双纳到一半的鞋底子，顶针线头以及几个泥塑的保家仙，这就是李治的所有家当。李火旺不由唏嘘，仙家的力量非但没有给李治更好的生活，反而让他活得比普通人还要清苦。那些仙家只想要一个听话的奴隶收集阳寿罢了，
才不管奴隶过得怎么样。李治说的没错，跳大神儿真不是人干的活。一位脸上流着鼻涕的道童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些泥塑。李师兄，这东西能给我吗？说到底，这些人还是孩子罢了，是孩子都贪玩。李火旺摇了摇头，这些东西不干净。驴车的轱辘向着前面不断滚动着，有样东西李治并没有欺骗李火旺，那就是接下来的一段路确实非常崎岖，中途没有别的落脚点。在泥泞的土路上走了有10多天，他们才看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哪怕此刻天上飘着毛毛细雨，依然没有阻止他们疲惫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哎，终于可以睡床了，这一路上真是磨死我了。这是一个独臂男人，他的一只手臂是正常的，另外一只手臂只有婴儿般大小。我们在这里休整2天，等雨停了我们再走。李火旺一行人来到镇口的时候，发现有不少马车、牛车、独轮车从镇子里向外赶，还有更多的人徒步向外赶。他们身上都披着蓑衣，手中的竹篮子里放着黄纸和一小碗一小碗的淡肉鱼。怎么了？镇子里发生什么事了吗？啊，李师兄，今天是清明，他们是去扫墓的。一转眼就清明了吗？这么快？镇子里路边的很多摊子都在卖黄纸跟金元宝，还有纸人跟纸牛。答应李治的事情，李火旺不想食言。他买完纸钱跟宝烛，一时间愣在了原地。该如何烧给死去的李治呢？哎，师兄，这事儿你得交给我，我在行。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镇子上的十字路口，那里同样有不少人正在给远方的家人烧纸钱。狗娃掏出刀，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在买李治的方向留了一个口子。黄纸在白圈里被点燃了，逐渐被燃烧成灰烬。哎，先烧的是给李治的，后烧的是给李治他媳妇儿的。谁他妈敢抢，谁就是狗娘养的，下辈子指定当畜生啊！你这样喊有用吗？肯定有用啊！我三叔就是这么教我的。这样喊的话，孤魂野鬼就不敢抢咱们烧的冥钱啊！你们说，人死之后真的会变成鬼吗？人死了不变成鬼，还能变成什么呀？也许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也不会变成鬼，什么都不会留下。人就是这么脆弱渺小。李火旺在这个世界看到过很多奇怪的东西，唯独没有见到过鬼。四周的其他人顿时感到有些不安，狗娃双手搂肩，用手安抚着浑身的鸡皮疙瘩。哎，李师兄啊，这清明节的可别瞎说啊！人死了肯定会变成鬼，然后绝对会去地府转世投胎。你为什么这么确定？你亲眼见过？因为这是我二姨奶告诉我的呀。她活了94了，什么都懂。一张张黄纸随着火焰的燃烧，逐渐变成黑色灰烬，乘着热气扶摇直上。李治啊，李治，你要的纸钱我已经烧了，但愿你能收到吧。刚说完，李火旺就看到黑色的灰烬在面前打了一个旋儿，仿佛是对自己说的话的回应。在这一刻，李火旺忽然有些理解那些迷信之人的想法了。如果死去之后什么都没了，就太残酷了。死后还能变成鬼，继续轮回，就是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走吧，我们去镇上找一个客栈休息一下，大伙浑身都湿透了。啊，李师兄，小满姐不见了。
李火旺在人堆中观察了一会儿，确实没有发现那位患有多毛症的女人。哦，我记起来了，他之前说过，他家好像就在这附近。这话没有人回应，所有人都知道小满回家后打算干什么。本身就有些压抑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了。哎，那个李师兄啊，要不咱们去找找他，兴许能拦得住啊。李火旺看了他一眼，抬脚向一个挂着客栈牌匾的方向走去。先去找间客栈安顿下来吧，这附近是小满的老家，他肯定熟。等他忙完了，会来找我们的。白灵淼欲言又止，最终什么也没说。他双手揪着衣裳下摆，默默地跟在后面。天灰蒙蒙的，他不用布条蒙着眼睛，粉红的瞳孔里满是悲伤。客房很快开好了，众人洗头的洗头，洗澡的洗澡，一切都准备妥当后，就去大堂吃饭。兜里没有多少盘缠了，桌子上的菜大部分都是素菜，但是所有人都吃得不亦乐乎。原因无他，菜里面的猪油放得实在，闻起来香，吃起来也顶饿。今天清明节，客栈没有多少人住店吃饭，一旁的跑腿的小二正在跟算账的聊闲天。哎，秀才，你知道吗？我听说啊，边境估计又要打仗了。切，你知道个球！一个臭小孩有什么资格议论国事？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虽然是一小小跑堂，别的不行，消息还是最灵通的。我听说啊，这回咱四期打算往东打。李火旺竖起了耳朵，东面就是关口内的地界，那边李火旺没多少熟人，唯一担心的就是吕家班的那些人。不过吕状元油滑得很，应该没事儿。秀才，我告诉你啊，前段时间在那边做买卖的都往回赶，指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呢。吃饭的李火旺摇了摇头，这破地方都乱成这样了，又是邪祟又是降马的，上面的人不忙着治理民生，居然还有空出兵打仗，真是够混的。小二刚要继续说点什么，眼睛忽然一亮，连忙向着客栈门口迎去。哎，这位姑娘，您里边请。是打尖还是住店啊？李火旺他们扭头，看到一位提着短刀、戴着黑纱斗笠的女人走了进来。整个镇子里这么打扮的并不多，在看到那人长满黑毛的手背后，李火旺轻松地猜到了这个人的身份。小二，来副碗筷，让后面的厨子再添2个硬菜。哎，好嘞，这就来啊！李火旺用手肘撞了撞一旁的傻子，傻大哥知趣的猛夹了几口菜，端着碗下桌，蹲着吃去了。小满过来坐下，黑纱斗笠被摘下，露出小满脸上因为流泪而被浸湿的黑色毛发。李火旺从小满身上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儿。哎，筷子碗来喽！哎，我的妈呀！李火旺用手挥退了被吓到的小二，把碗跟筷子放在小满面前。吃饭。小满痛苦地看着面前的空碗，仿佛在回忆什么。他把我妹妹也卖了，我妹妹被卖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他年初刚难产死了。此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话。他就是人渣，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一旁的白灵淼一脸心疼地靠过去，伸出双手，轻轻地抱着他。我娘劝我，说他不管怎样都是我爹，说杀妻那要遭天谴的。
就算要遭天谴，我也要杀了他。这地方的老天爷不长眼的。桌子上渐渐安静下来，其他人安静地坐在原地，眼中都带着一丝愤怒，还有悲伤。大家都是药瘾，都能体会到那种感觉。没有到家前，谁也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被家人卖了。我的家被我自己拆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小炒驴肉，红烧河鱼，可管慢用啊！小二放下菜，逃命一般的离开了。李火旺拿过小满的空碗，盛了满满一碗冒尖的白饭，推到小满的面前。吃饭吧。李火旺一边剔牙一边向着2楼客房走去，其他人也散开了，只留下白灵鸟一人陪着小满。泪水从小满脸上的毛发上滑落，不断滴落在米饭上。他颤抖地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着掺了自己泪水的米饭，越吃泪水就流得越多，最终小满彻底嚎哭起来。烂种烈玉一块，3两。3两，不当了。李火旺拿起玉佩就离开了典当行。这玉佩在现实世界怎么都值40万，这人只出3两，实在太黑心了。这地方这么黑心，肯定黑了不少钱。要不干脆晚上过来抢他一票。这个念头刚起，李火旺心一惊，给自己脸上来了一拳，然后烦躁地大步向着客栈走去。重新回到客房，李火旺找出地图，在床上整个铺开，然后他看向白灵淼，去把小满叫过来。李火旺的手指滑向南边。李治提到过，南边有一群黑衣尼姑，他们有可能会解决丹阳子。丹阳子正在不断地影响他，解决掉丹阳子比什么都重要，黑太岁什么的都要往后稍上。李治说那些尼姑勉强算是好人，李火旺是不信的。他要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付出尼姑难以拒绝的好处才行。李火旺看向床边的天书，这是他现在能付出的所有筹码。李师兄，你找我。小满除了眼角有一点红以外，已经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了。你刚才去哪儿了？去找了个镖行，把思琪的纸条给了他们，让他们捎回去。这些事情让别人做就可以，你先躲一阵子，免得镇上的捕快找你麻烦。没事，我娘没报管。好，那你过来帮我看看这张图。你是本地人，对这附近都了解吧？小满走了过去，看着李火旺手指在地图上指点的位置。这一块附近，你知道哪里有尼姑庵吗？穿黑衣的。尼姑庵？黑衣？小满用毛茸茸的手指指向了一座西南方向的山。应该是这里，横化山。我听说镇上的孙员外去这里拜过金身菩萨。你对这尼姑庵了解多少？不怎么了解。我们家穷，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烧香拜佛，只是听说香火蛮鼎盛的。李火旺暗暗摇头，这说了跟没说一样。这个尼姑庵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吗？就比方说正德寺求子很灵验。我只听说那里的尼姑都很胖。很胖？这算什么过人的地方？出发，我们去这地方看看。
李治的半吊钱被换成了干粮跟细米线，还有一大罐子猪油。李火旺一行人向下一个目的地出发了。有不少人跟李火旺他们同路，这些人觉得马上就要打仗了，住在边境不安全，都未雨绸缪地往内陆跑。就这样走走停停，过了一条条岔路，人群开始慢慢变少。忽然一大片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哇，这就是二叔公说过的海啊！广阔的水面如同天地间的一面镜子，一眼望去都望不到边缘。不，这只是很大的湖罢了。四齐本来就多水，有这么大的湖一点都不奇怪。师兄，这湖水怎么有点黑啊？湖水颜色深，众人站在湖边也看不到底。先等等，看他们怎么做。一艘木船出现在远处时，岸边的人头开始攒动。这木船看起来很旧，却也很大。一位船老大站在船板上，对着岸上的其他人吆喝：来来来，都上船了啊！一个人头70文钱。怎么70文了？去年才40文啊！我就问你做不做吧，有能耐你自己游过去。看到那人乖乖交钱，船老大对着湖面就是一口唾沫。呸！眼看都要打仗了，我就涨价，怎么了？走，上船。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界儿，李火旺倒不怕贵，就怕别人图谋不轨。船载着几十号人，缓缓向着湖心开去。没坐过船的人容易晕船，但李火旺觉得还行。师傅，到对岸要走多久啊？2个时辰，放心，天黑前铁定到。李火旺点了点头，看向墨黑色的湖水，感觉有些压抑，仿佛里面有什么恐怖的东西随时会钻出来一样。湖里应该没什么吃人的东西吧？哎，你这话说的，我在这湖上住了快20年了，你看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放心吧，啊！李火旺稍稍安心了一些。随着船缓缓地向前开着，天上的日头也在逐渐偏西。当天空的云彩被夕阳染成了红色之时，船缓缓地开进了一大片芦苇荡里。忽然有人落水，所有人下意识回头看去，发现那撑船的船夫还有船老大居然都不见了。妈呀！他们被水里的东西给吃了！他是给吃了！船上顿时人心惶惶。都坐下！能想让船翻吗？谁会撑船？不会啊！众人一致摇头。就在李火旺琢磨着该怎么办的时候，几艘小木舟载着一些手拿兵刃的男女老少，向着大船围了过来。在其中一艘木舟上，李火旺看到了刚刚那位船老大。小后生，你是想吃滚刀面还是馄饨面呢？小后生，你是想吃滚刀面还是馄饨面呢？是水匪，这压根儿就是一个局，一个把所有人都骗到陷阱中，再统一打劫的局。这地方还真是民风淳朴啊。李火旺还发现，水匪队伍里面并不只有青壮男人，老人、女人还有半大的孩子都有，看起来这是历史悠久的家族产业。一根箭射在船舷上，船上几十号人更慌了。只要把你们的包裹还有身上的金银首饰都扔过来，我们这些衡山伯劫富济贫的好汉绝对不会伤你们一根手指头。要是被我们查到你们藏了1文钱，那就只能让你们在滚刀面跟馄饨面里面
选一个了。不少人都向水里抛行李了。在路上碰到响马还能跑，在水中央就只能认栽了。哪怕就是跳水，也玩不过这些会水的。李火旺上前一步：“朋友，老老实实把船送上岸吧，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硬尖子，甩个慢！说人话，送我们上岸。哼，哥几个快看呐啊，这还是个啥也不懂的雏哎，兴许下面毛还没长齐呢。哎，道士就了不起啊！像你这样的道士，老子早剁了7、8个了。湖上就是我们袁家的地盘，是龙给老子盘着，是虎要给我趴着。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他妈的要给我交过路钱。没错，好，说得对。李火旺从包里拿出一包土，往嘴里一倒。老舅，尤老爷迅速成型，向着小山船上的水匪扑去。水匪慌张地用弓箭刀刃反击，但是起不到作用。所有被尤老爷穿过的肉体都会瞬间一僵，向着水中栽去。没过一会儿，水面上就已经浮了10几具尸体。李火旺一指，尤老爷迅速钻入水下。没过一会儿，水下又飘出几具赤裸着上半身的水匪尸体。啊，李师兄，船漏了，水下有水鬼在凿我们的船底。没一会儿，四周的其他水匪趁机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无主的山船跟尸体随波飘荡。可是事情还远没有结束。赶紧把水舀出去，用衣服把窟窿堵上。这里可是大湖中心，要是船沉了，尤老爷也救不了他们的命。一顿手忙脚乱后，窟窿终于是堵住了。一旁的白灵鸟用手拉了拉李火旺的袖口，指向远处的芦苇荡。一艘艘小山船重新从里面抬出头来，一位胡子发白的驼背老人被船老大搀扶着站在最前端。老人呐，这可是我们袁家几十号人命，你老人家方才只要唱个名儿，我们这些粗人就不敢阻拦了。还是说，您今天就是心里不舒坦，想见见血呀？李火旺懒得听他废话，示意船上水性好的人去把远处撑水的竹竿捞过来。船总是要走的，就这么停在水中也不是个事儿。哼，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我们的命是贱，但是甭管是谁，杀了我们袁家这么多口人，都别想走。天色逐渐变黑，李火旺想知道这群劫匪在干什么，却看不太清楚。谁眼神好，帮我看看他们搞什么名堂。一旁的独臂男努力地眯着眼睛眺望着，时而眯眼，时而睁眼。他们好像都在磕头，看样子在祭拜上辈分还挺高的，用了猪牛羊3处呢。哎呦我的妈呀，那老头把2个没满月的小孩扔水里去了。这群人的举动太反常，李火旺再次摇起道铃。现在不是节省3个月寿命的时候。尤老爷迅速飞去，刚飞到一半的时候又迅速折返。李火旺身下的整艘大船猛地一颤，从水下传来木头逐渐受力的嘎吱声。水下有东西！整艘大船被一股巨力掀到半空中，紧接着又狠狠地甩在了湖面上。陈旧的船当即解体了。李火旺栽入湖水中，冰冷的湖水让他瞬间打了个激灵。那漆黑混沌的湖底淤泥中，隐约有什么轮廓模糊的东西在匍匐蠕动。7只怪诞的、闪着邪异反光的、不断变换的眼球猛地睁开，直直地盯着李火旺。7只怪诞的、
闪着邪异反光的不断变换的眼球猛地睁开，直直地盯着李火旺。这是什么东西？看到那眼睛的同时，李火旺感觉到自己的思绪都变慢了，四周的一切都变得奇妙起来。他感觉不像躺在水里，而是悬浮在半空之中。湖底的淤泥涌动起来，和淤泥一同上浮的还有那7只不断扭动的眼睛。当淤泥把李火旺的身体彻底笼罩进去时，他看到了一张比山峰还要巨大的腐烂巨嘴，以及从那大嘴的喉咙深处伸出的密密麻麻的倒钩黑色触须。不行，不能这样！李火旺用尽全身的力气拔出长剑，正要向着自己的脖子插去，那些触手瞬间缠了上来，把锋利的刀刺生生扎进李火旺的体内，猛地将他拽进了那血盆大口之中。看着远处翻滚的泥浆，以及在水中挣扎的人群，站在小山船上的袁二带着一丝忐忑望向一旁自己搀扶着的老人。祖爷爷，咱们回吧，有河伯在，他们死定了。回寨子。袁二心中一慌，却只能把2根手指塞进嘴里，吹出一个撤退的哨声。所有山船迅速转向，在茂密的芦苇荡中穿梭。芦苇荡极大，完全是一座天然的迷宫。袁家人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对这里无比的熟悉。最终，他们来到一片小岛面前，这是他们的家。整个岛，包括岛上的小寨子，都是由芦苇编织而成的。在外面人看起来异常壮观的景色，在袁二眼中早就看腻了。他现在有别的事情要担心。祖爷爷拄着拐杖下了船，向着寨子走去。袁二一咬牙，迅速跟上。其他袁家人看到这一幕，也默默地跟了上去。整个水寨的气氛变得有些压抑起来。寨子看起来不大，但是五脏俱全，甚至还有位置养猪养鸭。最终，袁二跟着他的祖爷爷来到了一间由巨大鱼骨和芦苇建造而成的大堂内。里面点着蜡烛，点着香。堂的正中央是一幅栩栩如生的鲤鱼跃龙门的墨水画，画的下面放着5对牌位。这里是袁家人的祠堂。给河伯还有祖宗们跪下！袁二立马跪在了地上，对着牌位重重地磕了3个头。此时的他不是不可一世的船老大，而是一个等待挨罚的后辈。老人忽然举起手中的藤杖，狠狠地甩在了袁二的背上跟脑袋上，没过一会儿就把袁二打得头破血流，浑身乌青。咬紧牙关的袁二不敢乱动一下，一直等到老人打累了，袁二这才对着老人重重地磕下了头。祖爷爷，我错了。你说说看，你错哪儿了？我太冒失了，没有摸清底细，就贸然打了窝子，结果没想到窝子里面有硬茬子，死掉了几10位弟兄，还有祭神的2个侄子侄女。哼，原来你还知道。可我之前跟那道人对了切口，根本没有对上啊！拐杖头径直戳进了袁二的左眼，袁二捂着自己的瞎眼，痛得满地打滚，然后颤抖着重新跪好，对着老人重重的磕头。二小子，你别以为独自搂过几次秧子，就一副看不起天看不起地的鳖样子。咱们这一行看起来是无本买卖，可真要长久干下去，眼要明，手要快。
我本来打算把这个嫁给你当，可你做错了事情，居然还怨别人，这心性实在让我放心不下呀。左爷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在眼下看错了样子，你就戳下我另外一只眼珠子。一颗眼珠子就想抵几10条人命，美死你！老人轻轻一摆手。门外正在看戏的人里钻出2个人来，他们手中的盘子里放着各种怪异的白色鱼骨。犯了错就要挨罚，你要撑得过跃龙门，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家还是由你来当。你要是撑不过，我会给你大葬的。看着那些怪异的骨刺向着自己的皮肤靠来，元儿忍不住颤抖，却连一丝逃跑的心思都不敢有。扭曲的骨刺缓缓划开皮肤，切开肌肉，最终跟人骨粘连在了一起。元儿咬着牙，打算硬撑接下来的酷刑。忽然一道呐喊声救了他。祖爷爷，不好了！祖爷爷，你快去看呀，护士都变红了。众人来到湖边，顿时哑然。只见整个芦苇荡的湖水全部都被染成了暗红色，空气中弥漫着腥臭的怪味儿。6神无主的其他人下意识地看向了整个寨子的主心骨，他们的祖爷爷。开坛，上香。没过一会儿，香跟贡品都准备好了，一群人跪在那里，对着变红的湖水不断跪拜着。看到湖水依然没有褪色的迹象，老人果断地转过身来，向着几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走去。他郑重地拿起一根沾有朱砂的红笔，轻轻地在2个孩子的眉心点了一点。去吧，打了你去！一旁的2位青壮年从哭天喊地的妇人手中抢过2个只有3岁不到的孩子，抱着他们就向着湖边走去。他们刚走到湖边就停了下来，老人眯着眼睛向着暗红色的水中看去。老人眯着眼睛向着暗红色的水中看去，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位浑身湿透的道人低垂着脑袋走上了岸。他的脖子上插着什么东西，等老人仔细辨别后才发现，那是一把被水草缠绕的长剑。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还活着？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从河伯手中逃出来，这个人居然做到了。还没等寨子里的人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元儿就看到古怪的道士缓缓地抬起头来，一步一个血印，直直向着他们走了过来。杀！快杀了他！快，别让他摇铃！虽然对方只有1人，寨子里有好几百人，可元儿却莫名有种想转身逃跑的感觉。几10根箭头泛着寒光向着这道人射去，却一根都没有中。众目睽睽之下，一个男人活生生的被李火旺给拆散架了。水匪们刚开始还企图围攻，可很快越来越血腥的画面让他们那热血纷纷冷却下来。这堪比18层地狱的场景，让所有人眼中的愤怒恨意逐渐被恐惧代替。终于，他们迈着逐渐颤抖的双腿开始逃命。当寨子里的人彻底失去反抗意志，并且把背对着李火旺时，这座芦苇岛上彻底上演了一场赤裸裸的屠杀。
袁二看到自己的亲弟弟被生生拆散，彻底六神无主了。祖爷爷，祖爷爷，你快想点办法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这大船大小的血肉从湖底飘到水面，老人顿时感觉到眼前一黑。他们祖祖辈辈祭拜的河伯，居然就这么被那道人给杀了。袁二背起祖爷爷，就向着寨子里奔去。李火旺看到远处的丹阳子一个一个慢慢杀掉水匪，每杀一人，李火旺眼前的红就深一层，到了最后他都看不见路了。当他看到丹阳子再抓起人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了。别杀了！丹阳子抓起那眉心点了红点的孩子。娃呀，凭啥？李火旺想要说点什么，又想起生死不明的其他同伴，发现自己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凭什么？凭什么他们杀了我们的人，我不能杀了他们？当李火旺回过神时，丹阳子已经不见了。他出现在丹阳子的位置上，他的眼前，一个胖女人捧着一位脑袋干瘪的男人在那里痛哭，那人似乎是她的丈夫。杀了他！杀人要么不杀，要杀就杀全家！李火旺缓缓地拔出脖子上的剑柄，哭声戛然而止。李火旺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从后脊梁骨直冲后脑，这种感觉冲散了他心中的绝望和痛苦。不多时，寨子里面卷起了腥风血雨。看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凋零，李火旺笑了。杀的人越多，他笑得越大声，刀剑入体的声音不断响起，暗黄色的芦苇岛逐渐被红色给覆盖。天彻底黑了，岛上的惨叫声逐渐小了下来。袁家的祠堂内，李火旺提着血剑，一步步向着一位消瘦的少年靠去。这人应该是岛上剩下的最后一人。就在李火旺缓缓地举起手中的长剑之时，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李师兄。”李火旺木讷地转过身，看到浑身湿透的白灵淼站在门边，捧着块发着荧光的石头瑟瑟发抖。瞬间，他心中的杀意还有后脑那种奇妙的感觉如同潮水般退了下去。你没死。刚一开口，李火旺就发现自己的声音变了，脖子上的那一剑伤到了他的声带。我会水的，我们村前面有个池子，我打小就去里面玩水。李火旺脱下身上裹了一层血痂的道袍，披在了白灵淼的身上。这时李火旺仿佛清醒过来了，他茫然地看着四周死相各异的尸体，所有人都死在他的手中。李火旺看着地上搂着母亲的少女的尸体，还有那毫无声息的摇篮，之前消失的自责跟痛苦再次涌上了心头，压得他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李火旺缓缓弯腰，捡起地上的匕首。李火旺终于明白，精神病院的胡姐为什么要自残了。李师兄，你干什么呀？白灵淼心疼地跑过来，握住李火旺流血不止的左手。双眼通红的李火旺一把推开他。
为什么不能给我安静点儿？为什么这破地方总是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这一次，匕首彻底扎穿了李火旺的掌心。白灵淼被吓得愣了几秒，然后扑上来一把夺走了李火旺手中的匕首，再狠狠扔出。火旺，你别这样，我求你了。李火旺颤抖着闭上眼睛，缓缓地把白灵淼的身体抱进怀里。渐渐的，李火旺冷静下来。好了，我没事了。其他人呢？你见到其他人了吗？白灵淼点了点头，拉着李火旺向着岛边走去。很快在岸边，李火旺看到了其他药引们。本来有7个大人跟5个道童，可现在只剩下6个大人3个道童。孙师弟水性比我好，我们拼了命去湖里捞人，可是也只找到这7个，而且傻子也淹死了。李火旺站在人们面前，看着傻子那张憋得发紫的面孔，跟他脸色一样的还有另外2人。这一趟下来，12人轻易的没了5个。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在清风观内和李火旺生死与共的同伴。李火旺还听过这些人对家的向往，对团聚的期盼。可是现在一切都戛然而止，他们死得一文不值。李火旺心中的负面情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操！疯了！我居然会对这群杀人犯感到愧疚。李火旺甚至想让这些残渣能重新活过来，他再动手重新杀一遍。李师兄，我本来想拉住傻子的，可是他太重了，我实在拉不住。此人就是白灵淼口中水性好的孙师兄，他叫孙宝路。都别在这里待着了，先去寨子里面找火房，把火烤起来吧。总共就剩这么点活人了，可不能让风寒再送走几个。一帮人抬着背着同伴的尸体，缓慢地向着寨子里面挪。整个芦苇寨子里面到处都是血肉和尸骸，走在路上都粘脚。其他人眼神传递，似乎有什么话想问，但是李火旺却不想解释什么。拐了个弯，白灵淼瞬间被吓得往李火旺的身后一钻。袁家祖爷爷脑袋大嘴张开，死不瞑目的被插在一根竹竿上。是我把他插在这儿的吗？我什么时候杀的他？李火旺并没有任何印象，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兜兜转转找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火房。灶上的铁锅被移开，柴火被扔进灶台，形成了一个篝火堆。一群人开始烤火，让火焰的热量带走他们身体上的寒冷。李火旺站在火房角落，看着那一张张僵紫的脸，最终他的目光定格在傻子那张国字脸上。这个忠心耿耿的傻子呀，真要说起来，道童都比傻子成熟。我不该一直叫你傻子的，给你起个大名，墓碑上也好刻字。忽然李火旺看到浑身姜紫色的傻子瞪圆了眼睛。诈尸了！李火旺猛地后退一步，立马拔出剑来，其他人也慌忙地找着武器。腥臭的黑色糊泥混着湖水被他大口大口地吐了出来。
当肚子里的存货都吐完后，傻子侧躺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色也迅速恢复了。我的天，李师兄，你还会起死回生啊？哎，怎么做到的？狗娃把傻子搀扶起来，李火旺迅速跑到其他淹死的人那里进行抢救，说不定有人跟傻子一样，只是呛昏过去了。李火旺忙活一通后，其他淹死的人没有任何还阳的征兆，活过来一个也算是好事儿。一帮人围绕着烤火的傻子嘘寒问暖，伙房里的气氛不至于像之前那么压抑了。我饿。行，那咱们吃肉。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里还养着猪呢，我这就宰一头去。狗娃抓起一旁砧板上的菜刀，急匆匆地向着外面赶去。铁锅重新放回到柴灶上，水烧开后，大块大块的肥猪肉被扔了进去煮。小满撒了一点盐，顿时肉香四溢。忙了一晚上了，众人都饿了。李火旺拔出长剑，从锅里戳起一大块肥多精少的猪肉，如同啃水果般大口啃起来。这么大的水北寨子，可不只有猪肉这一样好东西。2辆驴车还有上面的家当，全沉水里去了。路上的盘缠，我必须要从这水寨里找回来才行。而且我们不能在这里拖下去，死人就算不动，照样有别的办法杀人。吃饱了吗？吃饱了干活。众人的衣服都被烘干了，他们一边啃着手中的肉，一边跟着提剑的李火旺走出了伙房。李火旺径直向着袁家祠堂走去。这破地方太大太乱了，他需要一个本地向导。别杀我！之前那位少年被李火旺拿剑重新抵在墙角，消瘦的脸上满是惊恐。你们领头的把抢到的银子都藏到哪儿去了？祖爷爷的库房，抢到的银子都放在那里。袁大郎闻着李火旺身上的血腥味儿，一点小心思都不敢有。一行人举着荧光石头，跟着那少年在黑暗的芦苇寨子里转着。四周的一切如同鬼域，胆怯的少年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了起来。忽然他身体一僵，趴在路边的一具女人尸体上痛哭起来。她是你什么人？她是我媳妇儿，我可稀罕她了，可是她死了，我爹我娘都死了。李火旺表情一凝，右手一举一抡，少年的一只耳朵瞬间被割了下来。带路！我让你停下来了吗？少年浑身哆嗦，慌忙站起来继续带路。白灵淼轻轻拽了下李火旺的衣袖，却被甩开了。觉得他是痴情种，你怎么不问问他，这媳妇儿是哪儿来的？是我爹抢来的，可寨子里的其他人的媳妇儿也是抢来的，我奶我娘都是抢来的。见白灵淼有些被吓到了，一旁的小满走到他身边，用长着黑毛的手抱了抱他。贼窝子的女人都这样，别想太多。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跟那些人一起去抢人呢？他们也是被抢过来的呀。其实吧，人跟狗都是一个样，都是可以驯的。李火旺扭头看向身后的其他药引，却看不出这句话是谁说的。少年在一间用虎头锁锁住的房屋门前停了下来，这里周围都是木头屋子，看来是寨子中比较重要的地方。火光四溅，
虎头锁被劈成2半，李火旺一脚踹开门，把少年抵在自己身前，往里面闯了进去。这明显是个库房，木柜子上一排排的全是木箱子。少年打开一个箱子后，屋内顿时亮了不少，箱子里全是大把大把的碎银子。天哪！每打开一个箱子，众人都不由惊呼起来。比银子更多的是金银首饰，另外还有不少值钱的货物，比如绸缎、铁锭以及书籍。整个屋子都放着水匪这些年来抢的东西。我的老天爷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这能娶多少媳妇儿啊！和旁人不同，李火旺的注意力却在那几本书上。他随意翻了翻，发现只是一些启蒙书以及几本佛经。那老头之前用童男童女招水里的精怪，看起来不像是从书上学来的。难道这恶心的办法也是靠口口相传的？李火旺继续翻找，当他看到最底下的一本书，一时间愣住了。这是什么字？李师兄，我们现在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搬出去吗？李火旺把手中的书拿给白灵淼看。你知道这书上写的是什么字吗？啊，李师兄，我不认识字啊。华严经。李火旺回头看到傻子直愣愣地站在那里。你确定这上面写的就是华严经？嗯。李火旺的手指在言字上缓缓地滑动着。这是言字吗？为什么现在连这么简单的字都认不出来了？难道是因为丹阳子？不能再让丹阳子出来了。为什么现在连这么简单的字都认不出来了？难道是因为丹阳子？不能再让丹阳子出来了。李火旺发现，第一次遇见喜神，他只是隐约能听到丹阳子的声音；第二次迎战佛陀，他已经能看到丹阳子的样子。今天这一次，丹阳子不但可以跟他交流，用杀意控制他的情绪，还让他认不出一些普通的文字了。丹阳子对李火旺的影响一次比一次明显，恐怕要不了多久，李火旺就会彻底变成丹阳子。可是他宁愿死，也不想变成自己最痛恨的人。一双白皙的手轻轻握着李火旺的右手。李火旺抬头看着那双关切的粉色双眸，微微地摇了摇头，什么都没有解释。他随手一丢，把华严经扔回了木箱子。这书没用。看了华严经内容之后，李火旺才记起来，正德寺的不少和尚都诵读过这经书。这就是一本传播广泛的佛经罢了，估计随便去家书店都能买到。还是那些金银珠宝更有价值一些。李火旺重新来到那些财物前，狗娃正带着其他人兴冲冲地把所有装宝物的箱子用力地向屋外拖着。只拿金首饰就够我们路上花的了，别拿银子了。李师兄，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你知道这些银子有多重吗？把船压沉了，你打算背着银子游出去吗？这些金子够我们吃一辈子了，别太贪心，赶紧走吧。多少再拿点嘛！这么多银子能娶多少媳妇儿，买多少头牛啊！啊！李火旺懒得理他，转身带着其他人离开。狗娃连忙在后面追赶，没走几步就累得气喘吁吁。眼看其他人背影越来越远，狗娃懊恼地一跺脚，扔掉一些银元宝，赶忙跟了上去。李火旺想了想，让大家等一下，又向着伙房走去。他重新出来后，手里的金子换成了2个脸色酱紫的孩子尸体。去寨子里找几个罐子来，
等会儿出去了就把他们烧了，装骨灰，让他们落叶归根。是，李师兄。众人刚要动身之时，一道血光从旁边划过，带着呼啸声向他们射来。李火旺下意识地向后一扑，躲开！一道红光从李火旺胸口掠过，把那2个孩子的尸体轻而易举地切成了2半。李火旺冷汗直流，往有掩体的地方躲，寨子里还有活人。一手拿铃一手拿剑的李火旺从一口缸后面冒出头来，才发现远处地上散落了一些带血的白色碎片。刚刚是什么东西攻击了我们？一个人从阴影中缓缓地走了出来，一颗荧光石头被小满扔在他脚下，照亮了他的面孔，竟然是之前的船老大。这家伙居然没死！袁二一手拖着一卷发红的古怪竹简，一手拿着黑铁钳子。看着他流血的嘴，李火旺马上反应过来，那些白色的是什么东西了。出来啊，小牛鼻子！原来你也有从的时候啊！袁二把钳子伸进嘴里，再次钳下一颗门牙。他对着红色竹简念着什么，那颗牙齿迅速被血色包裹，如同一道流星般瞬间钻入旁边一间平房内。李火旺心中一紧，铃声响起，2位尤老爷贴着地面向着袁二飞去。袁二对着地上狠狠吐了一口血水，紧接着举起了钳子，对准了他仅剩的那只独眼。随着袁二眼球被捏爆，一道奇异的光芒笼罩了四周。那2位尤老爷仿佛被什么东西粘住一般，倒在地上动弹不得。死！跟我一起死！袁二又从腰间掏出一把小刀，插进喉咙里。他一边疼得颤抖，一边用力地刮起自己的血肉。10几位尤老爷从4面8方向袁二扑去。袁二把手中的东西往竹简上一放，所有的尤老爷瞬间消失了。当袁二那些血肉被竹简转起来后，竹简忽然间活了过来，借用着袁二的舌头跟声带说起话来。刹那间，天地骤变。夜色传闻，一切大权，了情捉敌，飞檐可全，天后神鬼，无极卷，无处之高，安敢惊艳。夜色传闻，一切大权，了情捉敌，飞檐可全，天后神鬼，无极卷，无处之高，安敢惊艳。竹简说出了这些话后，四周的一切都扭曲了。整个岛上所有人的五官感知同时开始发生变化，视觉、味觉、嗅觉、听觉，一切都逐渐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寻常人无法了解的全新感知。通过这一极其奇特的感知能力，李火旺等人突破了人类的感知界限。他们看到天空的最深处，一片深不可测的黑暗深渊里，无数更深的黑色世界与太阳在其中旋转之地，有什么东西在动。李火旺闻到了一丝从那东西身上射来的视线，尝到了那视线上令人忍不住不停站立的恐怖气息，也看到了那东西轻微移动而带来的怪异旋律。
李火旺感觉它距离自己很远很远，可它的旋律又是那么的迷人和清晰。李火旺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这旋律的对照物，非要说的话，喜神出现前的雷声和这旋律很相似，可是这东西远比喜神强大太多。喜神在他面前就像沙子出现在山峰面前。我自杀，让丹阳子出来。不，丹阳子在他面前狗屁都不是。就在万念俱灰，李火旺待在那里等死之时，他扭曲在一起的五官感知居然莫名恢复正常了。李火旺还没想明白，就果断提剑冲向袁二。双眼全瞎的袁二奄奄一息，李火旺握剑用力一挥，随着袁二人头落地，周围一切重回正常。李火旺惊魂未定地看着黑漆漆的天空，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是幻觉。但是李火旺知道那不是幻觉。李火旺企图再次把之前感知到的东西拼接出来，却发现他再也无法想起那奇异感觉了。他现在的五感也无法理解那种感觉。危险虽然过去，可是岛上却安静极了，所有人都僵在原地。李火旺感受到的，他们也感受到了，众人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他们的内心里流出了刺骨的寒冷。就这样，袁二拼尽一切，只是打算吓我们一下。如今的安全处境反而让李火旺莫名感觉到不安。李火旺用带血的长剑挑开卷曲的红色竹简，发现里面的血肉器官已经干枯发黑。他警惕地看着那红色竹简，上面刻的黑字很小，并且非常怪异。他从来没看过这种文字，可他发现自己居然可以认出上面的内容。白丸、真露、吞其腹、剥其骨。这是一卷极其邪性的竹简，上面的内容全部记载着如何使用自身的疼痛跟血肉来跟某位存在换取东西。最轻的一种是用竹片横插进自己的指甲盖里向上拔，把指甲整个撬出来。重一点的是咀嚼并硬生生咽下一大包生锈的碎铁屑，到最后更是告知阅读者如何献祭自己的血亲骨肉。这些办法越往后越血腥，都快要超出李火旺的忍受范围了。看了一半内容后，李火旺忍不住大口呕吐起来。李火旺吐完，强忍着恶心感，咬着牙坚持看下去。不找明白袁二之前在做什么，他实在不安心。最终他在最后的第4根竹简上找到了那办法。袁二本来想召唤什么东西过来，可是他失败了。八悔是那东西的名字，也是这竹简上所有苦难的来源。袁二失败是因为无法付出召唤他的代价。虽然袁二的肉体已经极度痛苦，可是他内心还不够痛苦，哪怕他刚刚死了全家。李火旺再次看了一眼袁二那无眼无嘴的头颅，看起来他也是刚刚知道这竹简的用法，并不熟练。不过这竹简上的各种办法，只要用一次，就基本上离死不远了。李火旺并没有安心下来，这卷恶心的竹简到底是谁写的？会不会有一个跟正德寺一样的门派，只是他们不像和尚一样修炼血肉功法，而是追求极致的苦难？可是如果按照上面的内容来练的话，恐怕门派里也不剩多少活人了。
除非他们门派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承受这么多伤之后还能不死。这一刻，李火旺发现自己之前对这个地方的猜想实在是过于乐观了。八回。李火旺手里拿着血腥味十足的竹简，站在芦苇岛的岸边。其他人脸色很差地站在不远处，他们还没有从刚刚的余波中缓过劲儿来。李火旺有些犹豫，只要他用力一抛，这卷邪恶至极的竹简就会沉入湖泥之中，再也不见天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竹简留在世上，只会给其他人带来无尽的苦难。李火旺站在那里思索了很久，最终还是把带血的竹简重新塞进怀中。八悔的力量血腥至极，但也确实好用得很，有备无患。如果不想彻底变成丹阳子的话，那么李火旺以后遇到危险就必须找到其他保命的方法，即使使用这个方法的代价非常高昂。把船推过来吧，再把死人和金子都准备好，我们离开这个破地方。麻烦以意料之外的方式解决了，他们没必要在这满是死尸的地方再待下去。水匪们用来抢劫的小山船被善水的孙宝路推到了岸边，其他人带着自己同伴的尸体还有那些金首饰登了上去。李火旺一把将少年拽了过来。上船，划桨，带我们去这大湖的另一边。我把你们带出去，你能不杀我吗？李火旺伸手就要拔剑，少年顿时屁滚尿流地向着船上爬去。少年摇着桨，小山船向着芦苇深处开去，其他人也跌跌撞撞地划着船，努力跟上来。之前岛上发生的一切还让众人惊魂未定。高人，我叫袁福。李火旺没有回答，他眼睛如鹰般向着漆黑的四周巡视。高人，其实我知道在水上杀人越货不好，我爹打窝子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去的。我其实想去考功名，去上京去当大官，这地方我早就待腻了，我对这里太熟了。对了，高人，你要去哪儿？我可以给你指路。关于横华山的尼姑庵，你知道多少？这是接下来的目的地，李火旺也许可以从这人口中知道点什么。横华山离这湖应该也没多少距离了。屋子，这我知道，有一次我跟二哥干活的时候遇到过一次。本来船上秧子的底细都摸好了，结果最后关头，二哥却说这单不做了。他跟我说，这是祖爷爷的意思，黑衣的姑子，养鸟的光头，带鼓的大神，这叫三不抢。那些尼姑长什么样？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可胖了，一个人能顶我3个，而且还懒，能坐着就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而且他们身上还臭烘烘的。有一次，一个姑子脱了鞋，我隔着船都能闻到。高人，你是要去找那些姑子吗？我可以带路的。胖、懒、脏，这些词怎么也很难跟佛门联系在一起。李治说他们勉强算好人，可是这世上真的还有所谓的好人吗？小船在芦苇荡里兜兜转转了很久后，广阔的湖面再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小船重新靠岸后，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众人居然在那岛上待了一整夜。阳光照在所有人脸上的时候，他们沉甸甸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划了一夜的船，他们已经筋疲力尽，纷纷倒地，大口喘着气。先别休息，去林子里找柴火，把这3个死人烧了，不然等会儿就要发臭了。看到那船上淹死的3位同伴，其他人吃力地站了起来，硬撑着向着一旁的林子走去。李火旺拦住了小满，
小满的右臂上有一大块地方的皮都被掀了，血红色的肌肉暴露在空气中。怎么样，没事吧？李火旺从腰间掏出一颗丹药递给了小满，小满并没有接。没事，能活下来也算命大。这点小伤，等会儿拿草木灰盖下就行。李火旺知道小满十分倔强，便没有再说什么。很快，3大团篝火在岸边升了起来。李火旺抱着那死去的3具尸体，分别扔了进去。所有人看着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同伴，逐渐被火焰吞噬。将近正午时，火焰逐渐熄灭了。李火旺用长剑在灰烬中捅了捅，把一些大块骨头敲成小块，跟骨灰一起装进陶瓷罐子里。看着眼前的骨灰罐，李火旺的心情很是沉闷。双眼已经蒙上的白灵淼感觉到李火旺情绪有些不对劲儿，他靠过来，在李火旺的背上贴了贴。我好得很，不用安慰我。李火旺抱起那3个罐子，放在了傻子的怀里。高人，要歇会儿吗？还是直接去找姑子？我带路。李火旺甩了甩剑上的灰烬，往后一挥，反手把剑插进了剑鞘之中。把骨灰带上，我们走吧。袁福难以置信地用手捂向淌血的脖子，似乎想要说点什么，却只能发出咳咳的声音。最终他踉跄了几步，身体一软倒在地上，眼睛逐渐失去光泽。李火旺看向扛着木棍子的傻子，以后你就叫高志坚。我别我了，记住，这以后就是你的大名，高志坚，听到没有？你不是认识字吗？掰根树枝下来，自己在地上多写几遍，写到彻底记住为止。哦。对自己名字没有任何决策权的傻子，垂头丧气地转身向着林子里走去。不管怎么样，既然之前说了要给他名字，就要说到做到，就当他死而复生的礼物吧。总是傻子来傻子去的，叫起来实在难听。只是从那芦苇岛上出来后，李火旺一直没有想到合适的名字，才一直拖到现在。傻子缺志，从名字中找补一下，所以李火旺给他取名叫高志。坚，则是李火旺对他的期望，希望他能一直坚持活下去。李师兄，你给我也起一个呗，我叫狗啊，也不好听啊。他脑子不好使，你脑子也不好使吗？这么大个人，名字都不会自己起一个吗？说着，李火旺向着篝火旁走去，可狗娃跟在他身后穷追不舍。哎呀，李师兄，你认识字啊？你取名字肯定比我这个放牛的强啊！我不贪心啊，你就给我起个名气大的名字就行，越大越好的那种。还要名气大的？叫你曹操，你镇得住吗？狗娃显然没听明白李火旺的意思，他双手一拍，一蹦老高。好，曹操这个名字好，听着喜庆啊！哎，以后我就叫曹操啊！李火旺正要开口，狗娃就一溜烟地跑到人堆里去，兴奋地向着众人宣布自己的新名字。其他人自然没有明白这名字背后的含义，纷纷起身恭喜。看着眼前这滑稽的一幕，李火旺无语地摇了摇头，又抬头看了看逐渐亮起的天。别墨迹了，继续出发。我们争取今天抵达镇上。到了镇上，我们好好吃上一顿。这些天的野菜也都吃够了吧？这句话瞬间让所有人打起了精神。之前干粮跟驴车一同掉进水里去了，他们有大把的金子，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也没人卖粮食给他们，他们只能跟老和尚一样吃野菜，有时候甚至吃不饱。饿瘦了一圈的药引们带着对食物的渴望大步向前赶着。也许是因为有食物在前面吊着，半天的路程他们只用了2个时辰就赶到了。一座云山雾罩的高大山峰的山脚下，坐落着一座十分热闹的小镇。李火旺等人挤进去，发现连落脚都难。李火旺微微侧头，躲开一根横过来的扁担，又迅速把右脚抬起，免得踩到地上的鸡屎。这里难道是什么好地方吗？怎么这么多人？本来就不宽的石砖路上，还蹲满了卖货跟买货的人，在大声地讨价还价。卖竹编篮子的，卖山上打的野味的，卖自家种的菜的。李火旺感觉自己周围有1000只苍蝇在转。哎，李师兄，我曹操知道，今天是初一，10里8乡的人都过来赶集了。李火旺了然地点了点头，他差点把这个给忘了。每个月的初一、15，大家会自发聚集在一个地方，组成一个集市。看着热闹的人群，李火旺心中忽然有个冲动，好想遥遥到临，看看现在这大集上来了多少刘老爷。不过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李火旺的视线越过人群，最终定格在一座高大的山峰上。这就是横华山，山上的尼姑庵就是李火旺的目的地。他们说不定可以解决逐渐侵蚀李火旺身体的丹阳子。李火旺刚要往前走，却看到其他人都在一个摊位前停了下来。这是什么东西？李火旺走过去，在那焦黄的圆饼上敲了敲，他闻到一股麦香。李师兄，这是锅盔，好吃的。看着他们那眼巴巴的样子，李火旺不由得感觉到有点心酸。他从傻子的包裹中掏出一些金首饰，用长剑裁成一小节一小节的金豆子。买，都去买，我们现在有钱了，大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一把把金豆子放在除高志坚以外所有人的手中，所有人瞬间激动得满脸通红，不能自已。乍富的药引们冲到四周的摊子前，买下各种各样他们用到或者用不到的东西。李火旺望着一旁啃着锅盔的高志坚，跟我来，既然有钱了，我们的座驾当然要鸟枪换炮了。没过多久，李火旺身边就多了2辆崭新的马车，马匹高大健壮，而且非常聪明。只要李火旺轻拉缰绳，他们就会稳稳地跟着。这不是之前那2匹病殃殃的老倔驴能比得了的。买完东西的其他人在马车附近集合，李火旺注意到他们身上的衣服和鞋全都换了新的，怀中还抱着各种吃食，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看着举到自己面前的带白霜的柿饼，李火旺摇了摇头，别吃太多，等会儿去客栈点好了菜，你们就吃不下了。没事，我吃完这些还能吃得下饭。没错，就撑死也要吃。哎呀，饿起来真他娘的难受啊！哎，李师兄，你不饿的吗？李火旺笑了笑，牵着马继续往前走。前面不远就是客栈了。啊，李师兄，我给你买了成衣，要不你试一下？算了，我穿道袍习惯了，把里衣换了就行。还有，你该把眼睛蒙上了，要不然又要疼了。2辆马车在密集的人群中挤了很久，终于来到了客栈的面前。嘿，小二，给曹操大爷上最好的上房，然后上红烧肉，只要肥肉不要瘦肉的那种，来个4大碗啊！李火旺一把推开狗娃，走了进去。
不用单间上房，就在这大堂吃，我喜欢热闹。李师兄，咱们有钱了，在这大堂吃什么呀？又吵又……被李火旺瞪了一眼，狗娃如同霜打的茄子瘪了下来。众人都在桌前坐下，四周的交谈声不断涌入了李火旺的耳中。宝儿他娘啊，怎么了？我跟你说，你可当心着点，你那婆婆背地里编排你。真的假的？她前几天还给我说一下吃的。哎呦，哼，要我说，别人都蹬鼻子上脸了就打呗，我们4起打仗还没怕过谁呢？老夫我虽然卸甲归田了，真要调将领下来，我二话不说立马回营。哎，老哥，你这话说的没错。哎呀，子启兄，罪过罪过，被娘子唠叨了几句，这才晚来了些。在下这就自罚3杯啊！一直等到小二上菜，李火旺都没有听到他想要的信息。本来他以为这镇子离尼姑庵那么近，不管如何，居民们都受尼姑庵的一定影响才对。结果从镇上人的反应看来，那尼姑庵的存在感非常低。这个办法不行，李火旺只好用别的办法。2龙戏珠，3羊开泰，鱼跃龙门。哎，菜齐了，各位客官慢用。小二刚要走，就被李火旺拉住了。哎呦，这位真人，你也看这客栈里忙的，实在是对。小二还没说完话，就看到李火旺拿出了一颗金豆子。那边的恒华山你知道吗？哎呦，知道。听说山上的尼姑庵香火很是鼎盛啊，他们那儿的菩萨很灵验吗？没有吧？安慈庵的香火还没土地爷的香火好呢。李火旺看向小满，这可跟他说的不是一回事。我邻居说香火很鼎盛啊。嗨，那您的邻居铁定是瞎吹的。安慈庵的菩萨都落了一层灰了，有香火就有鬼了。哎，真人，你听我的，错不了。我侄子村上的寡妇就是去安慈庵当姑子的。哦，他为什么去当那尼姑？当尼姑有什么要求吗？小二左右看了看，表情有些犹豫。李火旺把那金豆子塞到他手中，小二把嘴凑了过来，刻意压低了声音。哎呀，他男人死了，娘家又远，还没本事生不出儿子，所以被村里人吃了绝户，走投无路，这才去当姑子的。哦，是这么回事啊。从目前收集到的信息来看，这些尼姑应该还算正常，跟李治说的也没有太大出入。那你知道那些尼姑为什么要穿黑衣吗？嗨，那姑子的衣裳是青色的，也不知山上是没井还是怎么的，他们从来不洗澡不换衣裳，那衣裳愣是从青色穿成了黑色。哎呀，那天有几个姑子下来卖猪，我瞧见有一个人往脖子上搓了搓，您猜怎么着？他愣是搓出来一个枣大的黑泥球。附近的人纷纷面露难色，放下了筷子。嘿，贵客们在吃饭呢，你小子在这说什么呢？想毁了我蓬莱客栈的口碑是不是？掌柜的，是这真人问的，这我才说的，还不快道歉！是。李师兄，你要问什么，我们可以帮你啊！你那花斑脸不把人吓死就算好的了。宝路，你吃完饭帮我去镇上问问安慈庵的消息。只有孙宝路这个水性好的人，外观完全正常。孙宝路一愣，默默地点了点头。不过外观正常并不代表他完全正常。这人从来不脱衣服睡觉，上厕所都要躲着别人，男人女人都躲着。他的衣服下面肯定隐藏着秘密。但是李火旺并不想多问，以己夺人，他也不想告诉别人他的精神状况。随后一段时间，李火旺派道童还有宝路打听安慈庵的消息，他还特意派宝路去山上一趟，勉强确定那些尼姑应该没有太大威胁。
镇上的人说到尼姑，最多的就是他们脏，他们懒，他们胖。没过几天，李火旺站在上山土路面前，嘱咐其他药引：如果我第二天没有下来，你们就立刻离开这里，听到没有？李师兄，我们也一起去吧。去什么去？当累赘？真当是踏青吗？李火旺这话一出口，就感觉自己说重了。可是他并没有再解释，转身孤身一人向着山上爬去。看着那逐渐远去的背影，白灵淼似乎想说点什么，可一直等到李火旺消失在山间，他也没有说出来。李火旺双手撑着膝盖，他已经爬了2个时辰了，居然还没有到。他吃力地抬起头，发现这弯弯曲曲的土路仿佛没有尽头一般，一直往上蔓延。李火旺咬了咬牙，抓住一旁的藤蔓，继续爬了起来。一直爬到双腿酸痛无比，李火旺终于看到了安慈庵的山门。他下意识地向着山门两边的对联看去，却根本看不懂。并不是李火旺受丹阳子影响，而是这些字的样子非常怪，外观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式，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乍看上去就像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这是字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啊？李火旺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抬脚朝庵内走去。杂草丛生的广场内，一个人影都没有，这跟正德寺那人挤人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吗？依然没有任何人出现。李火旺向着前方的大殿走去，殿内没有香火，却一点也不暗，因为顶根本就是漏的，斜斜的阳光射进来，照亮了里面的一切。大殿中央的菩萨身上也全是灰尘和蜘蛛网。是不是弄错了？这尼姑庵看起来都荒废了。轻微的打鼾声引起了李火旺的注意，他顺着声音慢慢走过去。在菩萨像的后面，他看到了一个一起一伏的大肉球。走近一看，才发现那是一个胖尼姑露出在衣服外面的肚子。她就这么躺在冰冷的地上，张着嘴打着鼾，酸臭味扑面而来。黑衣、肥胖、肮脏，这几样全对上了，这人就是安慈庵的尼姑。李火旺打量着李治口中的好人，究竟好不好，李火旺暂时不好说，但他这样子，坏人都不想跟他有过多的接触。这位师傅，清风观玄阳，有要事求见。胖尼姑的打鼾声却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压根儿没醒。他是不是在跟我装呢？李火旺上前一步，声音再提高了一些。这位师傅，清风观玄阳，有要事求见。那胖尼姑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李火旺刚打算凑到他耳边喊，却被他身上那浓郁的臭味顶了回来。这种像袜子加榴莲发酵后臭到极致的味道，实在让他有些顶不住。忽然胖尼姑一个哆嗦，他自己就这么坐了起来。又犯了！这位师傅，清风观玄阳，有要事求见。这一次李火旺总算没有被无视，那胖尼姑被吓了一大跳，那3层油腻的下巴也随着主人抖了几抖。吓死我了！你这人走路怎么没声儿啊？李火旺表情纠结地站在原地，他现在已经不考虑这里的人会不会图谋不轨了，而是在思索这群尼姑是不是真有办法能解决掉丹阳子。
自己拜佛烧香去，别耽误我吃饭。胖尼姑迈着2条大象腿向里面走去，李火旺只好跟着他身后一同往里走。尼姑庵很大，同样也很破，副殿的菩萨只会比主殿的更烂，有的殿门口还写着字，跟门口的字一模一样。师傅，这是什么字啊？女书，也看不懂就对了。这种字啊，只传女不传男。看着里面越发陌生的环境，李火旺毫不犹豫继续往里跟。这里的一切应该都是真的，他没有那种奇特感觉。不知道是因为吃了太多黑太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常年陷入幻觉。其他幻觉对李火旺都没什么用，他可以轻松分辨。兜兜转转了一会儿，李火旺跟着那胖尼姑来到了一间带烟筒的土房子面前。光是闻着浓郁的臭味就知道这里面全是尼姑。胖尼姑眼睛发光地冲了进去，李火旺深吸一口气，用手捏住鼻子，顶着辣眼睛的臭味也冲了进去。李火旺差点以为自己来到了猪圈。只见一群黑衣胖尼姑围在大黑锅边，这样吭哧吭哧地吃着。他们甚至没有用筷子，没有用碗，就是用手抓。他们吃得太香了，对李火旺这么一个大活人都没有任何反应。李火旺只能勉强辨别，他们在吃一种带着菜叶的油炒饭。等了许久，一位吃饱了的胖尼姑一边吸着手指头，一边对着李火旺让出了自己的位置。要吃斋饭吗？200个铜钱鱼。不用，不过有件事情需要师傅帮忙。一颗金豆子抛了过去。金子！哎呦！胖尼姑兴奋地把那几颗金豆子塞进嘴里，用黄牙嚼了嚼，确认是真的后，又混着口水重新吐到自己的手心。你要买猪啊？要多少头啊？说吧，我们安的猪最肥了。不，听闻安慈庵的师傅们高深莫测，所以我此次前来是想求助安内师傅驱除邪祟。你自个儿不就是道士吗？怎么请尼姑帮你驱除邪祟呀？笑声会传染，屋内的其他尼姑都笑了出来。到最后，李火旺都有些忍不住。李火旺忽然感觉到，他这个道士请尼姑来帮忙，确实非常可笑。各位师傅，快别笑了，我这麻烦真的急得很，弄不完会要命的。跟我来吧，我们去找师太去问问。对了，带路费2个金豆子。一张油腻腻的大手伸到李火旺面前，李火旺倒不怕这个，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问题。走出房间的时候，李火旺忽然有些留恋，感觉跟着大大咧咧的他们待在一起蛮欢乐的，连空气中的臭味都感觉没那么难闻了。在下清风观玄阳，敢问师父法号？妙音。好名字。李火旺看着正在挖鼻屎的妙音，忍了好久才没笑出声来。这名字跟他的样子真是半点儿都不搭。走了有一会儿功夫，一排低矮的茅草屋出现在他们面前，胖尼姑径直走了进去。你在这等会儿啊，我去屙屎。好，祝妙音师傅出宫顺利。李火旺站在茅草屋旁边，伸了一个懒腰，他感觉非常的安逸。
就在他回想起刚刚的事情，忍不住要大笑的时候，忽然感觉一切开始崩塌。白色的医院墙壁开始替代了四周的一切，一些虚幻的人影开始具象化。刚刚安逸的李火旺瞬间表情变得极其难看，表情扭曲的用双手死死地抱着脑袋。不行，再等一会儿，现在不行。求求你，帮忙了，帮忙！求求你，安静，安静。嘘。李火旺的祈求声仿佛起到了作用，没过一会儿，四周的一切重新安静下来。李火旺擦着脸上的冷汗站了起来。黑太岁的作用正在退去，那些幻觉又要来了。然而李火旺现在必须把这些事情往后推，在生死存亡面前，幻觉都是小事儿。就在这时，李火旺忽然听到了什么声音，他抬脚向茅厕的后面走去。只见茅房的后面用竹围栏围着，里面养着一些黑皮长毛的猪，饭槽里满满都是正在往外喷的黄垢之物。李火旺本能地感到反胃，他对整个安慈庵的印象逐渐下滑，这里的尼姑都太怪了。妙音从茅房里走了出来，见李火旺站在猪圈旁，他也不说什么，带着他继续往前走。赶紧走吧，我等会儿还要睡晌觉呢。这样养出来的猪，你们自己吃吗？瞎说什么？你没看到我们是尼姑吗？我们信菩萨的，不能吃荤。亏你是道士，连这都不懂。哎，我们也不想喂猪，没人烧香上供，那总得干点事儿赚饭钱吧。人也不能总喝西北风过活。确实。兜兜转转，妙音带着李火旺在一间房屋前停了下来。师太就在里面，我就不进去了。说实在话，我有点怕他。对了，师太的法号叫静心啊。妙音不等李火旺说话，转身就离开。李火旺笑了笑，向里面走去。屋子里很黑，有人在吞咽食物，还散发更加浓郁的恶臭气息，瞬间绑架了李火旺的感官。这异常的一切让李火旺下意识地摸向了背后的竹简。李火旺感觉踩到了什么干瘪的东西，他迅速把脚收了回来。你点灯吧，我是瞎子，用不着灯。哦，好的，师太。李火旺掏出荧光石，向着自己刚刚踩到的方向扔去。顿时他被里面的怪异的东西吓得身体一震。那是一个极胖极老的戴着尼姑帽的女人，双眼是2个黑洞，脸上松松垮垮的脸皮被脖子上的肥肉向下拉扯，仿佛随时要被扯下来一般。她整个大胖身子几乎堆满了整个房间，肮脏的肥肉上全是血肉模糊的痤疮，那痤疮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扭动。这样一个女人正抱着一个大盆，双手扒拉着里面的油腻吃食。稀罕了啊！难得有心思来找我。老尼姑张着那无牙的嘴说完，继续吃了起来。虽然她的样子异常恐怖，可是她的声音却十分的和蔼。如果把灯熄灭，估计还以为这是哪位年迈的老人家。不过李火旺根本没时间想这些。听到这人说心素时，他顿时紧绷到极点，随时准备后撤。慢呀，慌什么？
一看就知道什么都不懂的小毛孩。我们安分安，什么时候需要别的料啊？我们懒得弄。其实吧，我儿子也是心宿。啊？那静心师太，您儿子现在在哪儿啊？李火旺第一次听说还有别的心宿。他疯了，仙宿的下场都很惨，疯了算是比较好的结局了。李火旺过去一直以为别人称呼自己为心宿，只是说自己是某种珍稀的材料，就如同过去修仙小说里罕见的根骨一样。可是眼前的老尼姑告诉他，并不是这么回事。心宿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着很大的问题。静心师太，我过去曾用黑太岁来治愈我的癔症，效果还是不错的。您之前给令郎用过吗？当然用过，可是黑太岁不能乱吃，这种东西吃进去容易，拉出来就难了。它就一直窝在你肚子里待着，吸你的血，吃你的肉。吃少了还好，你要是吃多了，它能把你整个肚子都占了，从你体内整个钻出来。静心师太仿佛曾经亲眼见过一般。李火旺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脸色更加难看了。他肚子里现在就窝着一团长满触手的黑太岁。丹阳子这家伙从来都没什么好心，连给他用的药都是有严重副作用的。静心师太，可否告诉我心宿到底是什么？又为何所有的心宿的结局都是堕入疯狂？李火旺实在太需要这个答案了，这关乎到他将来的生死存亡。你是心宿，你跟别人有何不同，还觉察不出来吗？我且问你，你是从哪儿来的？李火旺张嘴就要说，却又戒备地停了下来。他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且私密的一件事情，绝对不能就这样毫无防备地告诉这个刚见过一面的诡异老尼姑。谁也不知道这胖老尼姑知道这秘密后会有什么想法。让我猜猜，你肯定觉得你是另外一个大千世界的人，那是一个跟这地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静心师太轻飘飘的话瞬间打破了李火旺的心理防线。你居然知道！哎呀，这么话，果然是小孩子呀！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儿子是心宿，他当初也是这么想的。您儿子也是现代人吗？他也是穿越的？李火旺忽然发现，在这危险的世界中，居然还有他的同类。不管那些人是谁，只要他们来自同一个世界，李火旺就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人了。巨大的压力也有人分担了。最重要的是，李火旺记不清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或许他们记得。不，他不是，他是从我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一点千真万确。还有啊，年轻人，庄周梦蝶，蝶梦庄周，别把任何事情都想得那么确定，包括你脑子里的任何事情。什么意思？你为何这么确定你一定是那边的人呢？
为何你不认为你就是我们这片天地的人？说不定那个世界根本就是假的，那些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臆想出来的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之前在清风观的时候是幻觉，我过去肯定在现实世界生活过，我是从那里穿越过来的，我不是臆想出另外一个世界的疯子！李火旺双眼通红，双手握拳，如同被触碰到逆鳞一般，大声反驳着。静心也不争辩。唉，这些话我儿子当时也说过呀，他跟你一样，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经常自说自话。可我这个当娘的清楚啊，他从我肚子里出来之后，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这话一出，李火旺仿佛被施展了定身术一样停在那里。杨娜、母亲、医院、学校，过去的一切都在他脑海中飞快地掠过。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现代世界。李火旺感觉到四周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脑子里关于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不，这不对劲，肯定有哪里出了差错。李火旺情绪逐渐失控，表情开始变得狰狞。自我认知被严重动摇的李火旺需要给自己心中的极大压力寻找一个突破口。忽然间，他眼神一凝，恶狠狠地瞪向眼前的静心师太。没等他说话，就看到那胖女人用那油腻的手指了过来。不，你在骗人，你对我图谋不轨，你说的都是假的，你想害我对不对？没那么容易。李火旺顿时僵在原地。你刚刚想对我说这些话吧？其实我儿子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哎呀，真是怀念呀。静心和过去李火旺遇到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他虽然长相恐怖，但是说话却十分随和。可是李火旺宁愿静心师太撕破脸皮直接攻击他，至少那样他心里还好受些。难道真的是这样？李火旺的思绪开始逐渐混乱，四周的空气如同实质般向着他压了过来，压得他连呼吸都有些难受。杨娜那天送给李火旺的那些纸出现在他脑海中时，他仿佛抓住了锚点。不，还是不对。一个人也许能臆想出整个世界，但是绝对臆想不出一套他从没接触过的知识。在高中所学的一切知识迅速地在李火旺的脑海中闪过。唉，真是可怜人呐。李火旺迅速恢复了，他虽然面带疲惫，眼神却重新坚定。我就是李火旺，我是穿越过来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是这个世界的疯子，我是穿越者。看来你想通了，是信我说的，还是不信啊？静心师太，还是不聊你的儿子了，你直接告诉我，心宿到底是什么就行了。一只指甲开裂的胖手颤颤巍巍地指向了李火旺的胸口。心宿就是你，
也包括你心中的迷惘，你心中的业障，你身上的因果。你身后背的那几样东西的味道，闻起来也杀过不少人了吧？那你也应该知晓一些修炼无形之术的事情了。所有门派的人，除了外在物件外，最重要的就是自身的心境。心宿的迷惘还有业障，都比寻常人纯粹也稳定得多。有些门派稳固自己的心境，需要心宿身上的迷惘，就算不需要，把心宿卖给别人，也能大捞上一笔。心境、情感。李火旺马上想到，那竹简需要强烈的痛苦，还有那些正德寺的和尚对苟且之事的痴迷。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李火旺对这个世界的其他超凡能力有了初步的认识。有些人抓你是为了别的东西，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为了你身上的迷惘。因为只有心宿的心中，才会时时刻刻会有迷惘存在，寻常人根本做不到。李火旺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人类的情感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可以影响到现实的东西，甚至可以拿来当货币。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迷惘，我现在非常肯定那边都是幻觉，这里才是现实。哪怕我再次陷入幻觉，我也绝对不会把那边当成现实了。真的吗？那好吧，你认为是就是吧。老尼姑我懒得跟你争，你回吧。这是下了逐客令，李火旺这才反应过来，最重要的事情还没办呢。静心师太，我这次是来请你驱邪的。相比那些麻烦，丹阳子明显更危险。先活着，才能考虑疯不疯的事情。啊，原来你不是向我问心宿的解决办法的，那你刚刚闲聊什么？不会直接问正事啊？李火旺赔罪过后，开始仔仔细细地把事情的经过跟静心说了一遍。哎呀，这年头居然真有人成仙了。静心又从自己的尼姑帽子下面拿出2个牛角模样的圣卦，占卜了起来。静心用他那没有眼球的2颗黑洞继续端详着李火旺的面孔。就在李火旺感觉浑身不自在的时候，静心师太突然开口了。成仙那天，你没把你师父吃了吧？我怎么可能吃掉他？我要是有办法解决掉丹阳子，当初犯得着跟他一起同归于尽吗？静心安静地点了点头，他右手一弹，李火旺瞬间感觉到自己浑身油腻无比，十分难受，皮肤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别擦，忍着。过去了2炷香的功夫，我有法子解决掉你师父，可是法器功德损耗巨大，所以我为何要帮你呢？李火旺反应过来，这是在要好处。不过明明白白的提条件，听起来比正德寺方丈那套普度众生的说辞更可信。李火旺迅速把天书、装阳寿的葫芦，还有那红色竹简摆在了地上。只要能解决掉丹阳子，这些东西任君挑选。这都什么破烂，拿远点！
尤其是那大千路，有多远拿多远，免得误了我们按此案的地界。李火旺第一次知道了这竹简的名字，原来叫大千路。我在你身上闻到金子的味道。没问题，我稍后就把那些金子供给安慈庵的菩萨，以度今生。一说到钱，静心从和蔼无比变得斤斤计较。我还闻到银子的味道，那些我也要。除了这些钱财，我还需要你去帮我找样东西。去拿东西？别以为我这是在借题发挥。想要解决掉你师父，那东西是关键。没有那东西，任凭谁来了也分不开你师父。他跟你粘得太近太近了，我现在都能从你身上闻到他的味道。静心师太，这应该是最后的条件了吧？静心师太点了点头。行，一言为定。你要的是什么东西？李火旺不怕对方提条件，就怕对方言而无信。至少从目前看来，临死前的李治并没有说谎。安慈庵里的尼姑确实称得上某种意义上的好人。在这古怪的世界，这样的人已经不好找了。那是一种非常邪祟的眼睛。以横华山向东200里有片林子，你去那儿把邪祟拿回来。哪种邪祟？他有什么能力？他叫腊月18，那东西怪得很，不但样子会变，神通也会变。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变成啥样了，你就记得他是红色的。如何取下他那对招子，你自己去想法子吧。你身上都带了大千路了，还怕解决不了他？再者说，你那成仙的师傅还会让你死了不成？腊月18，这也是个名字？什么提示都没有，就让我去对付某种邪祟，这岂不是抓瞎？李火旺可不想丹阳子再出手了，否则天知道下一刻他的身体到底属于谁。可否请庵内的师傅们帮忙，其他事情好商量。哎呀，他们懒得很，有能耐你去劝他们挪窝。不过你现在也没钱雇他们下山了吧？既然目标已经确定，李火旺也不再墨迹，再次跟静心确认了腊月18的方位后，李火旺对着他拱了拱手，转身就准备离开了。不扰烦师太用膳了，我这就下去让人把金子送上来。哎，对了，我在你身上闻到了柿饼味儿，我最喜欢吃柿饼了，你把柿饼也送过来吧。在下明白了。随着李火旺转身离开，屋内重新陷入黑暗。静心黑乎乎的右手伸进自己的油腻的肥肉褶皱中掏着，混杂着腐液，一个四肢萎缩的消瘦老人被掏了出来。此人口歪眼斜，嘴里还时不时地嘟囔什么。静心轻轻地把他搂在自己那浓液横流的怀中，嘴对嘴地把盆里的吃食渡了进去。儿啊，你听到了吗？过些时日你就有柿饼吃了。我还记得你穿开裆裤那会儿最喜欢吃柿饼了。老人无意识地把嘴里的东西干呕出去，
静心仿佛没有注意到一般，继续重复着刚刚的动作。你瞧见没有？这小子跟你一样，也是心素呢。不过他将来可比你惨多喽，他可没娘啊，也不知道他未来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唉，这小子也是可怜人呐。蓬莱客栈内，浑身赤裸的白灵淼双手枕在木桶边。也不知道李师兄怎么样了，我究竟要不要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了，那他岂不是会为我担心？他现在担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一直想到桶里的水变凉，白灵淼这才起身，穿好衣服，向着卧房走去。不管了，反正3天后他要是不下来，我肯定上去找他。谁说我是累赘？白灵淼把门重新关上，门后面一位头戴着红盖头、身穿彩色条带裙、脚穿着红色绣花鞋的诡异女人，就这么暴露了出来。回到屋内的白灵淼掀开被子，俏皮地钻了进去，双手牢牢搂着被子里的人。我最喜欢小满姐了，毛乎乎的，抱起来真舒服。小满转过身来，跟白发少女面对面。就是因为这些黑毛，别人才把我当成怪物。60多岁的老光棍都不敢娶我。放心吧，小满姐，你肯定能找到你的如意郎君的。用不着了，我讨厌男人，我要当自梳女，一辈子不谈婚嫁。不靠男人，我一样能活。为何要这样啊，小满姐？白灵淼本想询问是否是他父亲的原因，可是话到嘴边又停了下来。小满转过身去，重新把背对着他。白灵淼双手搂过去，轻轻地抱着。小满姐，你将来要是没地方去，就来我家吧。将来你给我孩子当干妈怎么样？你当真打算嫁给李师兄？白灵淼没有回答，只是娇羞地在小满身上捶了一下。要不再考虑考虑？我这也是为你好。李师兄虽然对我们有恩，可未必要那样大限。毕竟他是那样的人。他是哪样的人啊？李师兄不是蛮好的吗？你真觉得李师兄没有问题吗？他要是没有问题，当初赖子头为何要抓他当药引？其实相处了这么久，大伙儿都知根知底。相比其他人的外观问题，李火旺脑子的问题棘手多了，只是大家都刻意地避开这个话题。那又如何？他那样，我就好得到哪里去吗？别人都叫我白毛煞，浑身都是白的，其他人见到就怕。可李师兄从来不对我另眼相看，而且还救了我好几次呢。他不嫌弃我，我已经很欢喜了。见状，小满也不再劝说什么。睡吧。卧室内逐渐安静下来，听到身后的呼吸声逐渐变浅后，小满转过身来，看向眼前的精致少女。
他伸手轻轻地抚过白灵淼的面颊，那触感犹如刚剥了壳的煮鸡蛋，让他感到十分的痴迷。我知道了，别催。小满隐藏在浓密毛发下的眉头微微一皱，脸颊悄悄地靠了过去。门被猛地踹开，小满瞬间从枕头下拔出一把匕首来，挡在白灵淼的身前。李师兄，你从山上下来了？金子呢？都在山高志坚那儿，被他守着呢。李火旺看了一眼睡眼朦胧的白灵淼，转身向其他客房走去。啊，怎么了？谁来了？小满轻搂着白灵淼，重新躺下。没事，睡吧。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说。第二天，小满拉着白灵淼的手，在另外一间客房内找到了李火旺。小满敏锐注意到李火旺脚边的黄泥，看起来这位李师兄昨天晚上走了很久的路。来了，坐吧。我跟你们说说后面的行程。这里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我要先去那儿拿样东西，等拿完这东西，我再送你们回家。李火旺不等其他人发表意见，把地图一收，转身就要走。都收拾好东西，我们今天晌午就出发。啊，李师兄，山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危险吗？李师兄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又往回跑啊？我哪知道啊！李师兄历来也不跟我们商量，今天破天荒的提前提醒咱们，已经相当难得了。走就走呗，你怎么这副表情？李师兄把金子全送人了，什么都没剩下。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先买个媳妇儿再说。什么？全送人了？你们难道不拦一下的吗？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李师兄脑子有问题。我拦了呀，昨天我拦了他一路，可我也得拦得住啊。昨天晚上李火旺已经连夜把金子送到安慈庵了，带着沉重的心情，小满等人再次踏上了旅途。水匪是李火旺杀的，金子也是他抢的。在这件事情上，其他人没有什么决定权，只是从极度有钱的状态忽然跌落，落差实在太大了。小满轻轻从被子里钻出来，向着带有晨雾的林子走去。来到一片幽静的草地，他掏出一本书，接着掏出腰间长刀，摆出架势就开始跟书上学。虽然看起来生疏，可他眼神坚定，学得格外认真。李火旺忽然出现，刀锋一停，小满吓了一跳。这书哪儿来的？李火旺走过去，从地上把那书捡起来翻了翻，发现上面只有一些举荐的小人，并没有任何文字，看起来像剑谱。你之前不是说让我们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我去找镖行的镖师，拿金子跟他换了这本书。这年月的镖师手里都有功夫，我花大价钱买的，这书必然有用。杀我爹之后，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我手里有把刀，他是不是就不敢卖我跟我妹妹了？所以我想变强些，能护住自己，也能护住其他人。李火旺默默点了点头，转身离开。李师兄，白师妹对你是真心的，还请您别辜负她。把这书也给其他人看看吧，兴许他们能学到点什么。就算乘着马车，200里路也要走好些天。
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李火旺带着其他人在附近一个村子整理起来。一个不大的农家小院里，闲得无聊的其他人正围成一团打叶子牌。李师兄这是去哪儿了呀？怎么一整天都没见到他人影啊？眼看就要到了，怎么还在这待着？这可不像他的做派啊！孙宝路从自己手中成扇的长条叶子牌中拿出一张来，打了出去。我看到李师兄去找村里的铁匠了。对了，狗啊，李师兄不是让你去打听消息吗？你怎么还在这打叶子牌呢？什么狗啊？叫我曹操！这村子就这么大，哪里需要费什么功夫？我带着那俩小屁孩，一会儿就打听完了。那村里老人都说，那西边的林子有长虫吃人，让我们千万别过去。那去不得，真去不得。我娘10年前看到会飞的长虫在天上盘着呢。没事儿，反正李师兄厉害得很，只要他在，那玩意儿根本近不了他的身。哎，等会儿，这张刚刚谁打的？啊，我赢了啊！哎，说好的，你们面里的蛋都归我了啊！快夹过来！哎，李师兄回来了。李火旺向着院子里走来，在众人的包围下，他把手中的牛皮包放在桌子上打开。牛皮包内侧的一排排扣子刚好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整齐地挂起来。这些抹了清油的崭新利器都是他专门定制的，大黑铁钳子、锋利的锥子、指甲盖大小的小铲子，带着倒刺的长针。狗娃拿起一根边缘非常锋利的勺子，把玩了一会儿。哎，李师兄，这东西怎么不像兵器，倒像是刑具啊！而且就说这个，杀人不行，可抠眼睛却方便。狗娃被他自己刚刚说的话吓到了，他马上想起之前在水匪寨子用钳子夹爆自己眼睛的人。李火旺伸手把狗娃手里的东西抢了回来。你打听的怎么样了？打听好了，那林子里有长虫吃人，周遭的人都不会去林子里，那长虫也安分得很，从来不出来。李火旺拿出小铲子，对着自己的指甲盖比划了几下后，收好包裹，向身后一背。走，出发。这都晌午了，等走到天都黑了，要不咱们住一晚再去？我说了，走。马车的轱辘开始转动起来，众人向着那吃人的林子缓缓行去。月亮高高挂起时，李火旺等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只见一片极度茂密的竹林呈现在他们的面前，点点萤火虫在里面时隐时现。一条林间小路如同一条长蛇般弯弯曲曲向着竹林中钻去。地上的杂草说明这条路应该很长时间没有人走了。李火旺并没有莽撞地闯进去。静心师太说，腊月18是一种非常多变的邪祟，谁也不知道它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又存在什么样的威胁。李火旺安静地观察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里面一切正常，各种应该存在的活物都没有任何变化。李火旺甚至能看到有些竹鼠抱着竹子在啃。一直到了天蒙蒙亮，他才停止观察。等吃完这顿饭，我们就进去。进去之后，你们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样。假如我行为举止出现了异常，你们守着我，别让我乱跑。随着黑太岁的效应消失，李火旺最近感觉四周的空间开始变得不真实，那些幻觉随时有可能吞噬他。以防万一，这些人有必要跟他进去。听到这个要求，其他人相互对望几眼，点了点头。那段时间应该不会太长，等我回来就好。
一只白皙的手伸过来，在李火旺的头上轻轻一揪，他顿时感到头皮一紧。干什么？有白头发要揪掉的。我娘说，要是留着，脑袋上的白头发会越来越多的。李火旺加快速度，埋头用筷子捞面。白灵淼坐到李火旺的身边，手指向李火旺身后的红色竹简摸去。李师兄，你一直带着这东西。李火旺猛地站了起来，把碗扔进空铁锅里。走，进林子。吃饱喝足的所有人跟着李火旺向着那条小路走去。明明还是清晨，可一走进林子，四周顿时变暗了下来。浓密的竹林如同屏障，把空中的阳光遮得严严实实。蓝绿色的荧光石被重新拿出，这种颜色照亮了四周的竹林，却让本身翠绿的竹子染上一种十分病态的颜色。荧光摇晃之间，仿佛有什么东西躲藏在那茂密的竹林深处。李火旺努力地想要看清，但是却什么都看不见。他刚要转身，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再次出现了。腊月18在林子里看着我，他现在到底变成了什么？其他人也感觉到了。很快，气氛凝重了起来。李师兄，你有没有感觉竹子离我们的脑袋越来越近了？所有人都缓缓抬起头来，只见四周的竹子已经弯曲了，密密麻麻的竹尖就这么从上方垂指着他们。别动，都别动！所有人瞬间僵在原地。他们仰头看着头顶的那一排排竹尖，生怕这些东西会直直插下来。李火旺抬脚又向着前方走了一步。其他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当他们看到头顶的竹子没有任何变化后，又纷纷松了一大口气。李火旺围绕四周转了一圈后，竹子还是那竹子，没什么变化。这是不是这破地方的竹子就长这怪模样啊？啊！李火旺不敢猜。他摇起铃来，由线条形成的尤老爷迅速围绕着竹林巡查起来。过了一会儿，尤老爷来到李火旺面前，表示没有任何问题。李火旺发现那种奇怪的被凝视感消失了，他的心稍稍放下，然后决定带着尤老爷一同前进。头晕目眩的感觉总比被腊月18偷袭强。都跟紧点，我们快点穿过这林子。李火旺一边摇铃，一边向着竹林里走去。他用手指一拨牛皮包卡扣，里面那些刑具迅速在他的下摆处铺开。这些东西在荧光石的照耀下散发着微微寒光，每个人都握住武器，屏住呼吸，一个挨着一个紧紧跟随，生怕掉队就再也跟不上了。时间一点点地过去，竹尖越来越低，所有人都倍感压抑。可尤老爷依然说周围没有任何敌人。在这古怪的竹林中穿行，所有人都有种在某些东西的嘴巴里钻的感觉，而那些竹尖就是那东西的尖牙。头晕让李火旺有些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不知过了多久，众人看到远处有光，李火旺兴奋地用力一挥长剑，一大片竹子被砍倒。耀眼的阳光让所有人下意识眯上了眼睛。看那日头的位置，现在应该已经是下午了。等缓过来的所有人向前方看去时，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他们居然在这古怪林子的后面看到了一座村子。远处的青瓦屋子零散地排列着，跟李火旺这些路上看到的村子没什么区别。在村头的一个清澈见底的池塘边上，一些大姑娘小媳妇儿正在一边捶打着衣服，一边有说有笑聊着琐事儿。
李师兄，你确定是这里吗？我们会不会走错位置了？迅速在脑海中过了一遍静心师太给出的位置，李火旺把手里的道铃收了起来，向着远处的村子迈出了步伐。都跟牢，别放松警惕。也许这只是腊月18创造的假象。腊月18，会是整座村子吗？这同样也是李火旺的想法，他只能确定这邪祟是红色的。浆洗衣裳的女人们发现了李火旺一行人，他们拿起衣服窃窃私语着向村子里走去。这么一大群头戴黑纱斗笠的人，明显引起了村民的注意。三五成群的青壮年拿着一些农具向着村头围了上来，眼神很是戒备。哎，外乡客，你们来我们吴家村干什么呀？是路过还是探亲呢？李火旺的目光在所有村民的脸上扫过，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腊月18会在这里吗？李火旺拱了拱手，把那地图对着他们打开。老丈，劳烦一下，这图上的位置是你们这个村子吗？啥？问路啊！老人和一旁的人相互商量交谈起来，李火旺观察着他们的表情。哎呦，外乡客，外乡客呀，你找错地方了。这图上的位子离这有20-30里地呢。找错了，还没到。李火旺心中迅速盘算起安次安到这里的距离。静心师太说有200里距离，他又不是机器，有点误差似乎也很正常。啊，在下莽撞了，居然找错了位置。不过老丈，这太阳快要下山了，可否让我等留宿一晚？赶了半个月的路了，我们实在有些乏了。老丈，还请行个方便。感觉到掌心微微一沉，村长顿时转变态度。行吧，我们家的西厢房还空着，就给你们住吧。记住啊，就1晚。2辆马车踏着长满青苔的石板，向着村里面走。狗娃靠了过来。李师兄，不是没找对地方吗？李火旺瞥了一眼那些村民们，也许我们没走错呢。李火旺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别人说的事情最多只能信3分。既然腊月18可以变成任何样子，那么一个复杂的村子无疑是非常方便他躲藏的。李火旺观察着整个村子，可一直到了村民家中，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红色。来到门口牌坊的下面，村长双手拢着，看着这些外人。我先说下啊，吴家村的规矩多，这是从上一辈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改。你们想在这儿住呢，也得遵守规矩。要是做不到，现在就走。规矩？老丈，你说吧，都是些什么规矩啊？第一，在我们吴家村，不准跟年纪大的人顶嘴，特别是跟我。就这？众人都错愕无比，他们本以为会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规矩呢。怎么拿自家家规来约束外人呢？什么玩意儿？李火旺用手敲了一下狗娃。您继续说，我们听着呢。第二个，我们这挨着林子，时常有林子里的活物过来，别管是耗子还是夜猫子，你们都不能招惹他们。要是在路上遇到了，你们还得先让着。过去他们对我们吴家有恩，知道吧？这第三，你们是外乡人凡是男的呢，都不准跟我们村子的女人说话。前几年有挑货郎从我们这儿拐了2媳妇走，
一提到那挑货郎我就来气。水抢王八多，这破宅子烂规矩还挺多。要不我们别在这儿住算了啊！徐生，好好听着。第11条呢，就是晚上别点灯，也别出门。还有最后一条，那就是别管什么时候啊，都要等别人转过身了你再说话，你千万别背对着别人说话。李火旺眉头微微一皱，最后的2项终于让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那如果我坏了这些规矩呢？会如何？哼，坏了规矩，罚钱。坏了1次罚1两，再坏就再罚，罚到不改为止。别说我欺负你们外乡人啊，本族人也是一样的。李火旺忽然觉得他之前是不是怀疑错了？放心吧，老张，我们都是懂事理的人。那就好。要不是看到你们还带着俩孩子，我才不费这口舌呢。哼，哎呀，我就是年纪大了，看不得娃娃吃苦。说着，村长离开了。李火旺等人把被子抱进了有些霉味的西厢房。等整理完，日头已经开始偏西了。等一切都收拾妥当后，村长再次走了进来。那个后生仔，晚饭要在这儿吃吗？要的话，我让娃他娘多做点儿。李火旺心中一紧，别人的饭可不是那么随便吃的。那劳烦老丈了。李火旺对着小满使了一个眼色。你去厨房帮帮主家的忙。小满点了点头，走了出去。村长家里人很多，有6个儿子2个女儿，再加上孙辈儿，几十号人一起吃饭，十分热闹。这也是他敢收留李火旺等人的原因。在村子里，只要儿子多，谁都不敢惹。别看他们住的是3进门的宅子，可吴家吃的饭是不顶饿的双蒸饭，菜也是自家田里种的青菜，显得十分抠门。等李火旺他们来的时候，不少的盘子都已经见底了。饭在那自己盛啊！我们乡下人吃饭没那么多规矩。不碍事，不碍事。李火旺带着人向墙角的蒸笼就走了过去，心中却开始默念起来：7、8、9、10。李火旺转过身来时，包括村长在内的几十号人全部都趴在了地上，昏睡了过去。卖货郎的蒙汗药还真不错。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被那叫腊月18的邪祟控制，要给李火旺他们下套，李火旺只要先下手为强，怎么都错不了。李火旺一挥手，其他人迅速向着主家住的东厢房冲去，开始翻找起线索来。先找字，然后再找别的不寻常的东西，越古怪的越要注意，比如佛牌神位之类的，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花样。东找找西翻翻，整个3进门的院子被李火旺等人翻了个底儿朝天，可是依然一无所获，并没有什么异常。怎么会没有呢？难道腊月18在刚刚的林子里？不对啊，我刚刚看过了，这村子是被竹林包围的，腊月18只能躲在这儿。翻到了他们家的银子，算不寻常吧？看着李火旺射过来的眼神，狗娃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垂头丧气地捧着银子走了回去。把火镰拿来吧，我们点火。李师兄，不是不让点火吗？我就是想看看点了火之后能怎么样。如果说这个村子还有别的疑点的话，就是这村长口中的规矩了。之前被翻找出来的蜡烛灯笼被迅速点燃了，整个吴家大院被照得灯火通明。
李火旺坐在唐满人的大厅内，安静地等待着。天色也越来越黑，今天没有月亮，天黑得像被一块大黑布罩住一样，结果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狗娃背靠着柱子就开始打盹儿，其他人也仿佛被他传染一般，纷纷打着哈欠。李火旺看着地上被迷晕的吴家人，难道我真的走错地方了？就在这时，俏皮的声音从院子墙头处响了起来。嘿嘿，你坏了规矩了。嘿嘿，你坏了规矩了。李火旺下意识想起召唤喜神的小脚女人，她也是这种声音。李火旺带着其他人满脸戒备地从屋内走到院子的时候，就看到房子的左侧墙壁上支着一个小脑袋，一个看起来只有5、6岁的黄毛小丫头挂在高高的墙头上看着里面。她头上用红绳扎起来的羊角辫又翘又高。红色，这样孩子难道就是腊月18？我坏了规矩，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晚上不是不准出门吗？你为何还在外面啊？我是小孩啊，你们大人不能出来，我们小孩当然可以出来玩耍啦。你要是给我糖吃，我就不告诉别人。女孩把脑袋向着旁边挪了挪，其他人顿时瞪大眼睛。吴家大院的墙起码有2丈高，这女娃的头如此轻松地在墙头移动，说明她并不是踩着梯子，而是站在外面。一个长着寻常脑袋的小孩子，身高6米，是个怎么样的身体构造？竹节虫吗？你到底给不给我糖啊？你要是不给，我可喊人了。给，当然给，你别急啊，糖不在我手里，总要先去拿不是吗？李火旺对着狗娃低声嘱咐着什么，狗娃脸上顿时露出深深的恐惧。李火旺把道铃塞进他怀里，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转身向着屋内走去。好了，他去拿糖去了。闲得无聊，咱们聊会儿天吧。好啊好啊，我喜欢聊天。你是哪家的孩子呀？怎么之前在村头没见着你啊？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家的娃。哎，他们都说我是灶爷的孩子，可我明明跟那贴在墙上的灶爷像一点都不像。哦，我看你蛮像灶爷的，都这么爱吃糖。我还记得以前祭灶神的时候，我爷爷都要往他画像的嘴上抹糕点呢。李火旺的右手悄无声息地搭在红色竹简上面。你这人净瞎说！灶爷明明长了4对眼睛，5只手，而且他没有长脚，你看我哪像他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后背发凉，这跟他们心中的灶爷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小丫头，你瞎编的吧？灶爷哪能长5只手？而且他没长脚，怎么走路啊？我怎么是瞎编的？我亲眼看见的。而且谁说没有脚就不能走路了？灶爷明明可以让自己的红肠子从肚脐眼里钻出来当脚的。女孩话音刚落，墙的另一边传来狗娃的声音。李师兄，这死丫头根本没身子，她就剩一个脑袋了！女娃的脑袋瞬间缩到墙下去了。你摇铃啊！李火旺迅速冲出，就看到狗娃正哭嚎着跪在地上不断磕头，裤子都已经湿透了。李火旺左右看了看四周黑漆漆的巷子，他来到狗娃身边，一把把他揪了起来，夺回了铃铛。别磕了，那个脑袋跑哪儿去了？狗娃颤颤巍巍地指向东面，李火旺把他一扔，一手提剑，一手举着灯笼就追了过去。四周的一切在漆黑的环境下都变成了吃人的怪物，在黑暗与灯光之间张牙舞爪。狂奔了许久，李火旺并没有追上那女娃脑袋，反而来到一片陌生的环境中，看起来似乎都到村尾了，远处就是竹林。他转身就向着提着灯笼赶过来的其他人聚合。不管那丫头是什么，都和腊月18
有密切的关系。他没找错，腊月18就在这里。李火旺走进那些灯笼面前时，顿时愣住了。同伴们提着灯笼直直地站着，齐刷刷地背对着自己。你们干什么呢？所有人同时转过身，他们的脸都变成了那丫头的脸。嘿嘿嘿，你又坏了规矩！你不给我糖，我要告诉其他人去，他们会去找你的。铃声响起的瞬间，那些人影迅速消失，而刺耳的铃声在黑暗中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没过多久，李火旺就看到其他师兄妹纷纷围了过来。不过这次他们的脸上没有再换上女娃的脑袋。李火旺和他们核对了一番只有清风观弟子才知道的信息，这才松了一口气。林师兄，刚刚发生了什么？没什么，障眼法罢了。李火旺环视四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带着其他人原路返回。就在他们刚离开不久，一双血红色的眼睛从黑暗中睁开了。回去的路上，四周安静的吓人，每个人的心都是悬着的。然而没走多久，众人就看到黑暗中忽然冒出来绿油油的眼睛，不止一双，而是一群。黑暗中的东西也不做什么，就是用那绿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就像黑暗中滋生出一种浑身长满了眼睛的怪物。操！被三番五次的戏耍，李火旺表情狰狞起来。他右手向后猛地一扯，红色竹简迅速展开。李火旺举起右手食指，靠近那锋利的竹简边缘，一翘，指甲盖就带着鲜血旋转着遁入黑暗中。没过一会儿，黑暗中那些绿油油的眼睛就开始减少了。李火旺觉得这还不够，3个指甲盖消失后，黑暗中所有的眼睛通通消失了。空气中弥漫出腥臭的味道。李火旺他们举着灯笼走过去，才发现那些眼睛并不是什么邪祟，而是林子里的动物，猞猁、刺猬、狐狸什么都有，只不过他们现在都死了，尸体支离破碎。林师兄，咱们是不是又坏规矩了？他们不是说不让我们招惹这些畜生吗？李火旺右脚一抬，把脚边的一个狐狸的脑袋踩个稀巴烂。坏个屁的规矩，都是在故弄玄虚。这东西要是正面斗得过我们，还要费这功夫。在这种事情上，别被别人带着走，回院子。走了半炷香的功夫，他们重新看到了吴家大院的光。李火旺，李火旺，李火旺！谁？李火旺转过身来，向着黑暗中看去，依然是什么都没有发现。你就接着糊弄吧，总有一天你会糊弄不下去的。腊月18，我告诉你，你这双眼睛，我要定了。撂下狠话后，李火旺带着其他人回到灯火通明的吴家大院。山羊胡子村长被绑在了柱子上，桌子上一碗凉菜汤对着他的脸就泼了上去。吴清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顿时就看到满脸戾气的李火旺。原来你们是想马呀！一巴掌甩了过去，吴清的半张脸肿了起来。说，腊月18在哪儿？你们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你们在说啥呀？我可告诉你们，我们全村都姓吴。你们动手之前，可要好好掂量掂量。老张，腊月18关系到我们还能不能活，要是你还嘴硬护着他，可别怪我出手重了。李火旺在下摆展开的刑具上拍了拍。这些东西我不只打算给自己用，关键时刻
这些东西是能打开所有人心房的钥匙。白灵淼担忧地上前一步，却被小满拉住。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这啥腊月18呀？这清明刚过，这离腊月还远着呢。哎呀，后生啊，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个老人吧。还嘴硬！李火旺右手一勾，一把刃身布满了倒钩的小长锥出现在他手中。李火旺握着长锥，以极慢的速度向着吴清的琵琶骨靠去。吴清明显慌了，拼命地挣扎着，却不说出任何关于腊月18的信息。眼看着那刃口已经刺破了衣服的时候，一张大手从身后按在了李火旺的手腕上。行了，看来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试试怎么知道？他刚一进村就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他肯定跟腊月18有关系。冷静，你这样只会变得越来越像丹阳子。我确实越来越不把别人当人看了，就跟那拿人炼丹的赖子头一模一样。他迅速把手中的长锥收了回去。多谢提醒，李师兄，要不是你这么说，我差点没反应过来。紧接着他就看到眼前穿着一身血红色道袍的李火旺露出熟悉的浅笑。嘿，师兄弟一场，说这些客套话做什么？现在该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了。他眉头紧锁，暗暗思索着。虽然说刚才出手重可能是因为受到丹阳子的影响，可他同样也知道这跟时间越来越紧迫脱不开关系。找不到腊月18就解决不了附在身上的丹阳子，他真的等不得了。要不咱们等天亮了去问问其他村民吧。行吧，经历了这么多事，大伙儿都累了，如今也只能这样了。等天亮了，我去说吧。李火旺都这么说了，他便不再说什么，转身向着西厢房走去。天亮后，其他师兄弟都已经出卧房了，他也出去，却发现师兄妹居然跟没事人一样，跟着吴家人一同喝粥。快来吃饭吧，我跟吴村长讲清了你的苦衷。吴村长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吴清冷哼了一声，挪了一下凳子，把背对着这位从西厢房走出来的青年。哼，那倒是显得我小气了。李师兄，你说服他，怕是花了不少银子吧？他从碗中拿起一个米黄色的窝窝头，啃了起来。你这后生，你是怎么说话的？有娘生没娘养是不是？有李火旺撑腰的吴清，明显跟昨天晚上被绑着的时候气势不一样了。听到这老头居然还敢诋毁他的母亲，他心中的火瞬间爆了。削铁如泥的长剑直指着吴清的山羊胡子。有种你再说一遍！干什么干什么呀！吴清的6个儿子跟8个孙子撸起袖子，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操他大爷的！老子手里几百条人命，有种你们再上前一步！给我把剑放下，去门外给我站着！李火旺的脸板了起来，他知道师兄是真生气了。他瞪了吴家人一眼，收剑转身向着门口走去。老丈，年轻人都喜欢吹牛放狠话，其实都是假的。这小子一个人都没杀过。这种小后生还以为自己多能耐呢，就是黄毛小子一个，老汉我吃的盐比他吃的饭还多呢。他听到这话，气愤的就要转身。14岁怎么了？这老头就知道倚老卖老。他感觉到李火旺寒冷的目光射到他的身上，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跑出了门外。大早上的，
村道间泛起一层薄薄的白雾，他用力伸了一个懒腰，紧接着撸起自己身上带着补丁的袖口，蹲在地上看蚂蚁。啊，和尚，你蹲着干嘛？他站起来，理了理身上的黄色僧袍，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贫僧这是在观禅。你这和尚真有意思，跟个小孩似的，看蚂蚁搬家还愣说是观什么禅。看着少女轻微抖动的白色睫毛，他有些失神，仿佛想起来了什么。片刻后回过神来的他马上低头开始念起佛经来，视线再也不敢跟眼前这位动摇自己佛心的少女对视。你好好观你的禅吧，再见啦。目送着那少女进入吴家大院，他发现院子里还有不少人都没见过。吴村长家里来客人了吗？怎么没听说过呢？他看着这些模样奇怪的外乡客，忽然用手一拍脑门，我怎么也跟村头的那些长舌妇一样，打听起别人的家事来了？出家人不恋凡事，我还是去念我的经去吧。和尚迅速转身，转着手中的佛珠，向着自己的寺庙走去。走着走着，他看到地上有一滩粪，还没等他靠近，一个背上背着竹篓子的小孩冲了过来，搬起牛屎就向着身后的竹篓扔去。这是我家牛拉的屎，是我的。分明是我家的牛拉的，不行，这牛屎必须给我。那小孩双手扒在脸上，对他做了一个鬼脸。羞羞羞，一个老翁还跟小孩抢牛屎。他老脸一红，举起拐杖就要给这小子一个教训。看到对方做着鬼脸迅速跑开了，他顿时哑然失笑。我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跟个小孩子置气？他慢悠悠地来到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院里，在摇椅上缓缓坐了下来，回忆着自己这平凡的一生。老骨头，俗话说得好，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你今年都84了，怎么还不去啊？哼，这老东西就知道咒我，看我不骂回来。他刚要从摇椅上坐起来，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感觉，他的时候到了。他感觉四周的一切都越来越小，他似乎正在往上升，舒服得很。原来这就是死的感觉呀！下一刻，四周忽然扭曲起来，就连他满是皱纹的脸也扭曲起来。他时而变成10几岁的少年，时而变成一位头上点了戒疤的僧人，迅速变换几次后，最终他的脸上重新定格成为一个少年。看着面前熟悉又陌生的白色墙壁，他愣住了，同时3个终极问题也冒了出来。我是谁？这是哪儿？我要干什么？恰好旁边有2个穿着病服的人从一旁的窗边走过。哎，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神经病，不是精神病。神经病是指中枢或者周围神经组织发生病变，这神经病根本就是被精神病带着污名化了。啊，你看看，像小李那样的，那才是真精神病，天天胡言乱语跟自残。哎呀，你呀，就少说2句吧。这小子也是个可怜人，这年纪轻轻就摊上这大病。哎呀，李火旺这小子难道还会跳起来骂我？哼，真要那样倒好了，我宁愿挨2句骂。李火旺。这一刻
李火旺把一切都记起来了。他脸上的迷茫迅速被狰狞取代。我根本不是什么和尚，也不是什么老翁，我就是李火旺。腊月18偷走了我的名字。坐在病床上的李火旺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腊月18比过去他遇见的任何东西都古怪，他居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认知，悄无声息地替换掉一个人的身份，还把其他人的各种身份转移到那人身上。之前李火旺变成老翁的时候，如果真的相信自己死了，恐怕就真的死了。在那种情况下死去，怕是连丹阳子都不会被触发。不过腊月18怎么也想不到，李火旺是精神病，想改变一个疯子的认知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之前李火旺刻意躲避着的幻觉，如今却成了解除控制的关键。腊月18只能修改一种认知，可李火旺作为心宿却有2种不同的认知。看着外面正在晒太阳的病友，李火旺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开始在心中默默地盘算起来。我现在不能就这么干等着，说不定等幻觉退去后，腊月18很可能会再次修改我的认知。我必须通过在幻觉中行动来影响另外的一边。好在李火旺手中并不是没有别的牌，经过之前2次的事情，他已经明白了，幻觉里发生的同样也会在现实发生。他把刚刚走过的路牢牢记在心中。他现在需要回到吴家大院，提醒其他人，那个李火旺是个冒牌货。从头到尾，腊月18都只敢来阴的，连头都不敢冒一下。也就是说，他正面对抗的能力肯定不行，只要他的这些把戏失效，怕是连之前的小脚女人都不如，尤老爷都能轻松解决了他。李火旺刚准备坐起来，却发现自己的2只手都被绑在床上。对于这幻觉中的一切，他早已经十分熟悉，扭头对着床头的麦克风：今天是哪位美女姐姐值班啊？麻烦帮我松下绑呗，我尿急啊！没过多久，就有一个胖护士激动地冲了进来，给李火旺解绑。哎呀，我的乖乖，小李，你终于清醒了，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你等会儿啊，我马上去通知杨娜。你是不知道这段时间她哭了多少次啊！哎呀。护士的话没有在李火旺的心中掀起一丝波澜。不管这里多么美好，可假的就是假的。趁着护士通知医生的功夫，李火旺迅速翻身下床，按照心中的路线开始逃跑。他熟练地逃了出去，保安的口哨声他充耳不闻，埋头就往马路冲去。幻觉，这些都是幻觉。李火旺没时间理会这些，白灵淼他们现在还在腊月18的控制当中。马路上，李火旺身上的蓝白条病符引起了其他人注意。哎，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赤着脚就跑出来了？你看他衣服上有医院名字呢。哎，天哪，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要报警吗？真的假的？不会是网红吧？哪帮家伙为了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都是假的，我已经被你们骗过1次了，绝对不会再被骗第2次。不断在马路上7拐8拐，李火旺来到了记忆中的吴家大院。而在这幻觉中，他此刻站在大马路的正中央。虽然四周汽车不断穿梭，可是李火旺丝毫不带怕的，因为他知道汽车根本撞不到他。他对着车流大喊：百灵淼，快摇铃，把尤老爷摇出来！你们旁边的李火旺是个假货，让尤老爷攻击他！
因为李火旺的功劳，马路不出意外的堵车了，所有汽车此刻都响了，而李火旺却笑起来。很明显，白灵淼照做了。这些喇叭声都是铃声经过幻觉扭曲之后的结果。一辆红色跑车里的车主从窗户里探出脑袋来：“找死是吧？快滚！当心老子废了你！”李火旺直勾勾地盯着那辆大红色跑车，他感觉到一道目光从那跑车上射到了他身上。他走了过去。原来你在幻觉中是实体的呀！腊月18，我找到你了！在吴家村一直没有现身的腊月18，居然以这种形式呈现在了李火旺的面前，这不得不说是意外之喜。李火旺继续对着看不见的师兄妹们大喊着：“所有人都看过来，不管我面前的是什么，赶紧全力攻击他！这东西就是腊月18！”跑车车主注意到了李火旺左侧胸口的安定精神病院的红色字样，他顿时被吓了一激灵，哆哆嗦嗦拿起自己的手机：“喂，110吗？你们快来呀！大转盘这儿有个神经病跑出来了。啊，对，沃尔玛旁边的大转盘，赶紧的！”李火旺刚要抬脚向着红色跑车的引擎盖踹去，又忽然停了下来。他扭头看向远处的一辆红色电瓶车，之前他感受到的视线已经转移。不好，腊月18看到自己被发现了，就准备逃跑了。想跑没那么容易，所有人都跟上，那东西肯定受伤了，它在变小。想跑没那么容易，所有人都跟上，那东西肯定受伤了，它在变小。李火旺抬脚就向着红色电瓶车追去，追赶之下，他感觉到远处的腊月18还在不断变换位置，时而变成别人的红帽子，时而又变成路边的电牌。但是无论如何，李火旺依然死死在后面咬住。腊月18的眼睛可是关系到他能不能摆脱丹阳子呢。追着追着，李火旺发现腊月18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东西好像是一种没有眼皮的东西，连不注视他都办不到，任何东西只要在他的视线范围内，都会被他被动的注视。这东西可真怪，在真实那边它究竟长什么样？在如此的追赶下，李火旺距离腊月18也越来越近了。5米、3米、1米，李火旺忽然举起右手，双脚刚一蹬地面，就准备向着那团红色抓去。眼看着就要抓住的时候，一只手拉住了他的手腕。哎，李火旺，你是2年4班的李火旺同学吧？李火旺发现坏了他好事的是一位50来岁的中年人。忘记了？你班主任呢？你鞋呢？李火旺看着那熟悉的面孔，有些失神。童老师，哎呀，我记得你妈妈给你办的停学理由是疾病原因吧？你怎么穿着病服就跑出来了？没事吧，孩子？童老师伸出手来，把李火旺压在衣服里面的衣领子拉了出来。看着眼前这位在学校中帮了自己很多的老师，李火旺眼中流露出一丝挣扎，但很快他又甩开他的手，向着远处的红色拼命追赶。幻觉，这都是幻觉，休想骗我，这都是假的！看着李火旺远去的背影，童老师担忧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哎喂，是李火旺的妈妈吗？我是他高2的数学老师啊。哎，对，你好，我看到您儿子在这个莲花路这边啊，脚上没有穿鞋的。哎，对，绝对没有错的，就是他。我教书这么多年了，绝对不会认错我的学生的。李火旺在街道上疯狂地寻找着腊月18的踪影，他手中握着一块捡来的碎玻璃。赶
该死，去哪儿了？警笛声也没有影响李火旺分毫，他忽然在一处画着卡通小鹿图案建筑面前停住了。园子里有一些小孩正在跟着音乐做早操，他瞧见那些各色衣服中的一丝红色。找到你了！哎，你谁啊？你干嘛的？低矮的铁栅栏根本拦不住李火旺，他3两下就翻了进来，一拳打倒冲过来的老师。李火旺并没有理会，而是如同老鹰抓鸡一般，把其中一位女孩给提了起来，接着恶狠狠地盯着她头发上别着的一对红色樱桃发卡。那女孩明显被吓坏了，眼角含着泪，却说不出话来。别再给我装，你骗不了我！住手！举起手来！李火旺扭头看去，几位警察举着手枪，隔着围栏对准自己。他看了看手中的腊月18，又看了看他们。想拿这套来骗我？假的，都是假的！就在李火旺打算彻底结果了腊月18的时候，一道人影忽然从围观的人群中钻了出来，他张开双手挡在那些手枪面前。别开枪，都别开枪，那是我儿子，他从小就很乖的，他是因为得病才变成这个样子，让我来跟他说好不好？他听我的话，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李火旺再次愣住，居然是他的母亲孙小琴。现在的孙小琴看起来非常憔悴，头发泛白，比之前老了好几岁。孙小琴很想要挤出一个笑脸来，可最终还是失败了。乖儿子，听妈的话，把小妹妹放下来好吗？啊，我们回家吧，你想玩多少天游戏都行，妈绝对不拦着你。李火旺站在原地，无所适从。一会儿看了看眼前无比真实的母亲，一会儿又看了看手中的腊月18。孙小琴颤抖着缓缓地走了过来，李火旺缓缓后退。不对，这都是假的，都是腊月18编出来的。那边的世界才是真的，我不能让幻觉再次控制我，不能。李火旺手中握住的碎玻璃却始终没有刺下，他呼吸越发急促，瞳孔也时而放大，时而缩小。孙小琴的身体几乎是贴着栅栏，向着李火旺跪了下来。儿子，妈跪着求你好不好？为了你，我已经把咱们家的房子都卖了，咱们家是真的没钱赔了。平静的一句话，彻底让李火旺崩溃了。他表情极度扭曲地搂着那小姑娘，双膝跪在地上。妈，妈！李火旺的口水混着泪水一起滴落在印有卡通图案的地板上。他对着他心中最深处的依靠，把内心的一切挣扎和迷惘彻底呐喊了出来。妈，我分不清，我真的分不清。我真的分不清，我真的分不清，我真的分不清。这里到底是现实，还是幻觉？当初静心师太说任何心宿都充满着迷惘时，李火旺还反驳过。当他看到孙小琴隔着栅栏向自己跪下时，他才明白静心师太话中的真正含义。心宿就是心宿，无论他们选择哪一边当成现实，他们始终都被迷惘包裹，这是心宿的宿命。
就在这时，一只小手拽着一张小手帕从李火旺的怀里伸了上来，轻轻地擦了擦他脸上的泪水。李火旺颤抖着低下头，就看到那小女孩正在无比专注地给自己擦着眼泪。叔叔，姑姑。李火旺一瞬间反应过来，这小女孩有可能是活人，他心中涌出了满满的后怕。万一她是腊月18假扮的呢？杀了她！闭嘴！闭嘴！你有没有想过，这孩子有可能是活人？你的命真的比他重要吗？他至少是个正常人，你呢？李火旺，你就是一个疯子，没用的疯子！你有什么资格拿他的命来换？李火旺握着手中玻璃嘎吱作响，哪怕已经被那玻璃边缘扎得血肉模糊都死不松手。此刻他脑中仿佛有2个小人在打架般，幻觉真实，折磨得他内心极度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李火旺甚至一度想到了死亡，只要死了，自己就再也不受这种折磨了，母亲也没了负担，丹阳子也不可能借助自己的身体复活。都把枪收起来吧。小伙子，我能跟你聊几句吗？说话的人是个拿着喇叭的大腹便便的便衣中年人。李火旺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是从那些警察真的把手枪垂下来后，他猜测这人身份不低。就在李火旺的视线挪过去的时候，中年人缓缓地抬起右手。那个小伙子，你看啊，俗话说得好。中年人高举的右手食指莫名轻轻一弯，一颗高速旋转的狙击子弹从远处的一扇虚掩的窗户内射出枪膛，径直向着李火旺的脑干位置飞了过来。就在这一瞬间，一种极其特殊的感觉笼罩了李火旺全身，他下意识的一侧头，身子猛地颤抖了一下，脑袋重重的扬起后，重重的倒在了地上。儿子！我要死了吗？我如果已经死了，为什么我还能思考？就在这一瞬间，四周的明亮一切都迅速暗淡下来，变成了昏暗模样怪异的竹子。李火旺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疼，看起来挂彩了。可是他已经没时间留意这些了，因为他感觉到那熟悉的声音。腊月18还在，他就在竹林里注视着自己。李火旺环视了一圈，发现周围都是竹子，自己的下半身陷入一滩泥泞的腐烂竹叶中。李火旺，李火旺，李火旺，李火旺！李火旺一直以为在这边，其他师兄妹跟着自己的指令攻击腊月18。然而现在看来情况恰恰相反，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落单了。老骨头，俗话说得好，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你今年都84了，怎么还不去啊？这位老邻居的声音不断地在竹林中回荡，并且越来越响，开始逐渐占据李火旺的脑海，企图把他的认知再次转变成那位濒死的老翁。竹林内开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李火旺看到了那天晚上的小丫头，还看到了他口中的灶爷。腊月18并不是孤军奋战，他甚至还有帮手。你知道吗？看起来你已经赢了，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趁刚才把我杀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心真的好痛啊，痛得我甚至想死。
说完，李火旺一拉身后的红色竹简，当竹简展开的瞬间，他感到此刻自己心中极度的痛楚活了，并且这种情感跟着竹简产生了共鸣，内心因为回归而逐渐减弱的痛楚开始慢慢加强。紧接着，红色的竹简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它开始生根了，那些根须从下方竹叶中钻去，把一切都染成了血红色。李火旺的情绪逐渐崩溃，他心中的痛楚已经恢复到了顶峰。然而这还不够，生根了就必须发芽，内心的痛楚已经足够了，现在还剩下肉体的疼痛。李火旺双手向着下摆处的刑具摸去，腊月18他们想要阻止，然而现在却已经晚了。李火旺内心如同刀割般疼痛，腹部的那巨大豁口更是让他疼得浑身颤抖。然而他脸上却在笑，他笑看着那些从竹林中跑出来的东西，其中一人他认识，那是他自己的模样。只是那边的李火旺长着一双大大血红色的眼睛。李火旺的大小肠被倒刺活生生硬扯了出来，而中间的桥梁就这么在空中晃动。几乎被痛楚逼入癫狂的李火旺举起手中的长锥，猛插入面前那散发着诡异红光的竹简当中，邪异的黑色火光顿时四溅。李火旺的五官开始重新混合在一起，可是这一次因为强烈的疼痛当作牵引，他的感知敏锐了很多，可以感知到更多的信息。这次他再次感觉到了空中那极高极深之处的八悔，看到了他那身体上传出来的迷人气息。八悔还是没有注意他，可是李火旺却通过献祭自己的极致痛楚，从他身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下一刻，一种极其恐惧的绝望气息从李火旺身上弥漫开来，这种绝对不属于凡界的力量，仿佛有着某种强大气压。李火旺附近的所有一切都伴随着吱嘎声纷纷弯曲，向着另外一边倒去。李火旺右手举起双锥，轻轻一划，空间仿佛撕裂般，竹子、竹叶还有一切里面的生物纷纷被斩成了两半。其中那烂了一半的女娃脑袋里爬出一些手指大小的小人儿，它们也长着跟那女娃一模一样的脸。这些东西刚要准备逃跑，可刚跑没几步就纷纷倒地暴毙了。虽说腊月18并没有在其中，但此时五官完全混合的李火旺却清晰地感知到了他的位置。他正在向东逃，他害怕了，他5个脑袋都害怕了。李火旺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最深处的想法。李火旺笑了，他重新举起手中的长锥，狠狠地重新插入了自己的腹部。刹那间，以李火旺为半径范围内的一切都分享到了极致痛楚，哪怕是竹子还有地上的石头都同样如此。它们开始长得越来越扭曲畸形，越来越恐怖，它们甚至因为痛楚而发出了绝望的惨叫。这些东西中自然也包括远处的腊月18。其实腊月18本没有痛楚器官的存在，可现在他同样被李火旺赐予了感受疼痛的能力。他后悔为什么要得罪这人，但是仅仅这一瞬间，他就被那股极其剧烈的痛楚感知给淹没了，以最快的速度自杀了。当一切尘埃落定，李火旺身体缓缓地向着右边倒了过去。这么重的伤，
我应该会死吧？李火旺感觉到自己的内脏从腹部的洞口掉出来，可是他却半点没有塞回去的意思。死了好，死了就再也不痛了。我真的好累，可是为什么偏偏是我？其实我不想死，我想跟别人一样感受到。混合在一起的五官开始散开，仿佛就要重新归位。就在这一瞬间，李火旺仿佛感觉到了空中的八悔看了自己一眼，下一秒他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好吵啊，安静点儿。李火旺猛地睁开了眼睛，看着面前的放着带瓶的推车发愣。足足看了好一会儿后，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并没有死，而是正处于幻觉当中。这里是重症监护室，可是他并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感到一丝遗憾。我为什么还没死呢？啊！医生，12号床病人醒了。李火旺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安静地等待着这次幻觉过去。忽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他在精神病院的主治医生李相国的声音。小李啊，我知道你醒着，睁开眼看看吧，我们聊聊怎么样？李火旺不为所动，他现在不想跟这里有任何接触。杨娜有新男朋友了。李火旺猛地睁开眼，却看到眼前的医生脸上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他刚要握拳把那张笑脸打成稀巴烂，却发现自己的右手被手铐铐在病床上。别那么激动，杨娜没有什么新男朋友。你看看，一遇见重要的事情你还是有反应的，为什么要抵触呢？让我猜猜看啊，你又再次把那边当成真的了。李火旺什么都没有说，重新闭上了眼睛。小李啊，我们这次就不说那些客套话了。既然你认为那边是真的，那不如我们聊聊那边的事情吧。你扪心自问一下，那边的世界跟我们这边的世界，哪个才像正常的世界呢？那边的世界不合理，这边的世界不合理，这边是假的。李医生听到李火旺居然说这话，脸上却并没有表现出意外，而是用食指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睛。那好，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合理呢？这总要一个理由吧？李火旺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双眼无神地看着头顶的白色天花板。之前我劫持那位小朋友的时候，警方拿枪射我的脑袋了吧？那为什么我还没死？我金刚不坏不成？这难道还无法证明这个世界是假的了吗？小李啊，这只是你的运气好罢了，那是别人脱靶了。毕竟谁规定了所有人开枪都要百发百中呢？啊？哼，运气好，这么不合理的事情，你信吗？有人被雷劈，也有人中彩票，有人走好运，就有人走霉运。你为什么会认为现实世界是公平合理的？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合理的。可是为什么别人碰到了这些不合理的事情，不会跟你一样怀疑这个世界就是幻觉呢？啊？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李医生从自己的白大褂的口袋中掏出手机，对着李火旺播放起视频来。你为什么这么斩钉截铁认为那边就一定不是幻觉呢？其实要真说起来，你在那边遇到的事情应该更加的不合理吧？啊？丹阳子死了！丹阳子死了！你们自由了，都出来吧！手机屏幕里面，浑身被束缚衣捆住的李火旺大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内喊着。医生用手指在屏幕上面一划，一段新的视频开始播放，里面的内容依然是被穿上束缚衣的李火旺。假的，都是假的！无论那些雕像还是大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障眼法，他们骗不了我！不如你跟我师父聊聊。没听懂吗？我是说，让你跟我师父亲自谈谈。一段段视频里面都是过去李火旺曾经说过的话。最后一段视频里，李火旺看到穿着病服的自己表情癫狂，手中拿着一把扳手，向着热闹的市场冲去。丹阳子，别杀小孩啊！小孩不能杀！这视频后面还有一大截进度条，但是医生并没有播出来。他把手机重新揣进兜里。看看，跟你在那边遇到的这么多事情相比，你没有被一枪爆头，完全不值一提吧？啊？假的，都是假的。那好，既然你认为这边是假的，面对你母亲的哀求，你为什么要犹豫啊？那既然都是假的，拿着手中的玻璃刺下去多好啊！既然都是假的，为什么要在意杨娜有没有新男朋友？你这样一直疯下去，她还能坚持多久啊？哪怕她不变心，你真的忍心看她这样默默的守下去吗？啊？你给得了她幸福吗？你这样配当她男朋友吗？他们是假的，可是我对他们的情感是真的。哪怕我知道他们是幻觉，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抛弃他们的情感。你以为我不想回去找他们吗？因为我回不去了。我穿越了，我穿越好久了。你说这个世界是真的，那好，我问你，为什么精神病院里会有洗胃用的机器？这有什么好疑惑的啊？你们这些患者经常会误吞一些东西，这东西几乎是所有精神病院的标配。上次要不是有这机器，你吞的那些恶心的东西早就要了你的命了。那为什么我吃了那边的黑太岁，可以抑制这边的幻觉？哎呀，你吃的不是什么黑太岁，你吃的是老鼠，你的病情加重了。偏偏早不加重晚不加重，非要我吃下去的时候加重。你这只是强行解释罢了。小李啊，你弄错了因果关系，正是因为病情加重了，才会出现了那些相对应的幻觉。那些幻觉是随着你病情变化而变化的，正因为如此，那些才是幻觉。好，就当你说的是对的。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能从那边拿到东西到这边来？这个你怎么解释？哦，又有新症状了。你说说怎么拿法？那东西在哪儿呢？把它拿给我看看。李火旺刚张嘴要把自己将玉佩交给杨娜的事情说出来，却又忽然停住了。不行，不能把杨娜牵扯进来，哪怕她是幻觉也不行。李火旺怕自己面对杨娜的幻觉后坚持不住，再次把这边当成现实，他必须尽可能斩断和幻觉的一切联系。你等着，等下次再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好好看看那个世界的东西，我看看那个时候
还怎么再强行解释？你这个该死的幻觉！哎呀，小李啊，恐怕没有下次了。你这已经惹了好几次麻烦了，我们院同样也有连带责任，吃了很多官司，所以院长亲自下令让你转院了。转院？转去哪儿？既然你都认为这边是幻觉了，你为什么要在意转去哪儿呢？我只说一句啊，因为你的事情，你们家现在的经济状况很不乐观。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会诊了，我本来还想做最后的努力，看来却注定徒劳无功了。说句实话，当你的主治医生真的挫败感拉满啊！李医生伸手把脸上的眼镜摘了下来，仔细地打量打量眼前的少年，伸出右手摸了摸他的头，脸上的线条都显得柔和了不少。从这一刻起，他们不再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了。小李啊，你是个好孩子，哪怕你的病症非常的反复无常，我希望你将来在你的幻觉中遇到什么事情都别轻易放弃自己，特别是像之前给自己开膛破肚，你知道吗？你差点就死了，肠子也切掉了一些，需要造漏洞半年才能恢复。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比疯掉的你更加让在意你的人不愿意接受的话，那就是你的死亡。只要你活着，他们就有希望，懂吗？对了，小李，你刚刚不是说因为可以把那边世界的东西送到这边来，所以才认为这边的世界是假的吗？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把这边的东西送到那边去呢？也许会有不同的收获。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后，李医生便离开了。如果我真的可以把那边的东西送到这边来，那到底哪边才是真的呢？我要不要试试？万一真的成功了呢？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再跟这些幻觉有任何互动，这样只会让我越陷越深。试试而已，你到底在怕什么呢？就在李火旺纠结于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感觉到四周洁白的墙壁和一旁的机器都在迅速褪色。没过多久，明亮的节能灯迅速变成了昏暗的油灯。他躺在老式的木床上，看着头顶的布满灰尘的房梁时，马上明白过来，自己回来了。愣了一会儿，李火旺拉开自己的被子。相比从幻觉中带东西，现在有另外一个更有力的办法来判断那边是不是幻觉。李火旺向自己的腹部看去，紧接着他错愕地发现，被自己切开的腹部居然被干净的白纱布包裹着。用手按了按后，他发现居然只有微微的疼痛。要知道，之前他的肠子都掉出来了。肠子都烂成那样了，居然还能恢复好？难道……李火旺的脑海中不由得回想起刚刚幻觉中干净整洁的重症看护室，还有那些滴滴作响的机器，以及挂着的2瓶吊瓶。李师兄，你醒了！我们这是在哪儿啊？吴家村啊。白灵淼小心地把鸡汤放在桌子上，又把手伸进被子里给李火旺检查伤口。这伤口是怎么好的？我为什么没死？李师兄，你瞎说什么呀？你怎么会死呢？我们在竹林里面找到了你，然后就给你吃了几颗你炼制的丹药，应该是丹药治好了你。白灵淼脑袋垂得低低的，几乎快要把脑袋贴在被子上了。他丝毫不敢跟李火旺对视。
李火旺当然清楚自己炼制的都是些普通丹药，又不是什么灵药仙丹，怎么可能治得好那么重的外伤？难道你那边的世界就非常合理吗？难道这边是假的？李火旺忽然感到极度的恐慌，他双手猛地捧起白灵淼的脸颊。这到底怎么回事？说，你到底在隐瞒什么？还是说，连你也是假的？两行清泪从白灵淼的脸颊滑落。李火旺心一疼，张开双臂，把眼前的少女抱在怀里。淼淼，你别隐瞒我好吗？这些事情对我真的很重要，求求你告诉我的伤到底是怎么好的？李师兄，其实我成出马弟子了，我请了白家太奶来治好你的。你葫芦里的阳寿丹被他拿的只剩1颗了。李火旺的瞳孔瞬间一缩，各种画面在他脑海中穿梭。当初大病初愈的白灵淼，还有他刻意拿走的骨皮，这一切其实早就有了先兆，只是他之前没往这方面想罢了。白灵淼从李火旺的怀里缩了出来，胆怯地看着李火旺。李师兄，我真的不是有意骗你的，你别怪我好吗？没事，没事，只要是真的就行，只要是真的就行。什么是真的？没什么，你把鸡汤端过来吧，我有些饿了。李火旺开口岔开话题，此刻他的心情轻松了很多。不管李医生怎么说，反正这边才是真的，那么那边肯定是假的。之前吃了黑太岁后，那边的一切就再也没有出现，这就是最关键的证据。李火旺端起鲜美的鸡汤，大口地喝着，他的胃告诉他，现在的身体迫切需要养分。再盛一碗。对了，我刚刚是疯的，你这鸡汤是怎么喂给我的？这个问题白灵淼却没有回答，他脸蛋一红，端着碗向外面跑去。还能怎么喂？当然是拿嘴喂。我说了，只能拿调羹硬灌。白师妹心疼你，不肯。李师兄，白师妹她真的为了你付出了一切了，你可要好好对她。出了那档子时候，吴家村的人他们还让我们住在这里。他们都走了。走了？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自从四周的林子开始开花枯萎之后，整个吴家村的人都仿佛变了一个人，谁都不认识谁了。就连吴村长的6个儿子都互相不认识了，就好像他们过去根本就不姓吴，也根本就不是兄弟一样。李火旺马上就猜到了，这些人肯定也跟当初的自己一样，被腊月18夺走了身份。整个村子都是腊月18生搬硬套的拼出来的，所有人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陪他演了这么长时间的戏。腊月18控制着这么多人，显然不是为了过家家，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许这东西是种拿别人名字跟身份当食物的古怪邪祟。哪有什么吴家村？对了，眼睛呢？腊月18的那双眼睛。我们在你身边发现了它，这是你要的东西吗？小满仿佛早就知道李火旺会问，扭身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黑色漆盒来。盒子打开，里面2个台球大小的红色眼睛死死地盯着李火旺，这
就是腊月18的眼睛。拿到了，丹阳子可以解决了。其他人没什么事情吧？把我离开后发生的事情，仔仔细细地复述给我听。通过小满的陈述，李火旺得知自己陷入幻觉后，腊月18以为解决掉了自己，立马开始对其他人下手。不过就在他快要得逞的时候，一位无脸人冲了进来，打断了他的计谋。无脸人大喊着李火旺是假冒的，并不断示意白灵淼等人攻击他。李火旺明白，那是丢失了名字的自己。只不过在他的视角里，那时的自己正在大马路的中央，对着一辆红色汽车大吼。再之后，李师兄你的身体就迅速垮了，只剩地上一张皮。而那个无脸男好像可以看到腊月18一样，向着外面冲出去。我们想跟，可是那些竹子忽然动起来，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所以我们就跟丢了那无脸男。这时白灵淼从门外端着鸡汤走了进来，其他人听到了李火旺醒来的消息，也纷纷跟着过来探望。看到他们都活着，李火旺的心也稍稍安定。没人死比什么都强。既然醒来了，那就别等了，我们明天就回去吧。哎呀，李师兄，你这肠子都出来了，还这么急做什么呀？等伤好了再回去嘛。就是，你要找的东西不是都找到了吗？是啊，缓几天吧，李师兄。没事，我可以坐马车。白色的纱布隐隐渗出了一些鲜血，这疼痛是如此的强烈，都快顶上李火旺剖腹似的疼痛了。狗娃连忙靠过来，跟高志坚一左一右硬按着李火旺躺下。我的李师兄哎，你别再折腾了，我们的马车可颠得很，你这伤口一颠，里边的肠子可要被颠出来了。行了，你们都回去睡吧，大伙儿趁着这段时间好好歇歇。从清风观出来就一直赶路，大伙儿都累了吧？其他人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只剩下白灵淼有些坐立不安地站在那儿，想走又不想走地纠结着。李火旺伸出右手牵住了他，他心中的纠结消散了，拉过来凳子，安静地坐在床边。白家太奶就这手艺，治人就治一半吗？这是我跟他商量之后的结果。我只是觉得能自愈的尽量自愈，免得多浪费报酬。其实他直接把你治好也行，可是那样的话，不但葫芦里的阳寿都要抵债不说，而且他还要从你脑子里拿走东西。脑子里？不是拿我的寿命换的？看到白灵淼摇头，李火旺这才明白过来，自己被葫芦里的阳寿丹误解了。他们跟尤老爷还不同，更加的贪婪，但他猜不到自己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对他们有价值。他有说拿走什么东西吗？我问了，他不肯说。主家跟仙家的事情，跳大神的不能参与。不过我想，既然是脑子里的东西，那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就没让。哼，一帮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接触了这么多邪祟之后，李火旺也猜出来了一些。跟喜神和正德寺的大佛比，仙家的档次低得多，只能雇佣一些可怜人，吃一些别人吃剩下的边角料。他们有没有威胁你什么？比如让1个月必须找到多少主家？那倒没有，只是他们会时不时的催一下，有点烦人。你记住了，跟他们交涉的时候遇到困难立马告诉我，让我来跟他们谈。记住了，你顶多是他们的下手，而不是他们的奴隶。李火旺未必怕他们，真要对上了，现在拥有大千路的自己未必就会败。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无法更改，李火旺绝对不会让白灵淼落到当初李治的下场。好，如果路上碰巧遇到了，你可以替他们跳跳大神，可是平时你没必要专门去找，咱们不缺那50万。时间不早了，睡吧。李火旺拉开床上的被子，白灵淼乖乖地点了点头，轻轻地吹灭了油灯，小心翼翼地钻进了被子，以免碰到李火旺的伤口。杨小孩睡眼惺忪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外面纸窗有些透光，便掀开被子开始穿衣。他来到火房的水缸旁，看了看里面的水，感觉不够，就拿起扁担挑着2个空木桶向门外走去。作为清风观的道童，杨小孩虽然只有10岁，可做饭、洗衣、缝补衣物样样精通，甚至连一些炼丹材料的药性都略知一二。这都是逼出来的，那些没有逼出来的都已经死了。在那个暗无天日的道观里，他唯一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必须要有用。万一师兄师姐们不愿意带拖油瓶了，那也应该先踢掉那个还在床上打鼾的。他其实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他根本没家。当初去清风观，别的小孩都是被卖过去或者被偷过去的，而杨小孩是自己乐意去的，因为听说可以吃饱饭。他希望这趟路可以一直走下去，那样自己就可以一直有饭吃了。师姐早。春小满根本没空理他，而是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剑谱。对此，杨小孩早就见怪不怪了。最近一段时间，这位浑身长满黑毛的师姐，除了吃饭睡觉，平时都在练剑。我能不能让师姐也教我练剑啊？我要是学会了，哪怕以后回去接着当叫花子，别人也不敢欺负我了。可是小满师姐平时性子淡薄得很，她能乐意吗？杨小孩来到村头池塘，开始打水。忽然，远处的朦胧晨雾中涌出一大团黑影，把他吓了一跳。不过很快他就不害怕了，因为那些黑影是人，一群衣衫褴褛、满脸黑漆漆的叫花子。过去的他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些叫花子也被吓了一跳，确定杨小孩是活人之后，他们推出来一个小叫花子。小叫花子磨磨蹭蹭的在那里犹豫，一个老叫花子走过来，把小叫花子推了一个狗啃泥。小娃娃，问个事儿啊，这是吴家村吗？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这里的都空掉了，什么都没了。杨小孩一说这话，老叫花子显得更加激动，他那通红的酒糟鼻子变得更红了。啊，所以这些屋子，还有四周的这些地都没有主了，是吗？杨小孩不想跟这个踢小乞丐的人说话，转身就离开了。他回到火房，把桶里的水倒进水缸，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又挑起扁担向门口走去。这么大的缸，要挑好几趟呢。等他再次出来后，看到那些叫花子们闯进了四周空无一人的房子，翻找着什么。他们肯定找不到什么有钱的东西，有钱的东西早被那些离开的人拿光了，没拿光的也被狗娃师兄收走了。等杨小孩出来第3趟的时候，他看到有些叫花子们都打起来了，也不知道在抢些什么。你们别住这里，这里邪门，容易出事的。杨小孩提醒这些过去的同行，可是没有人听他的。等他第4趟出来，已经累得脸都白了，可是他还是硬挺着来到院内，把扁担放下，喘匀了气，安静等着什么。你们别住这里，这里邪门，容易出事的。杨小孩提醒这些过去的同行，可是没有人听他的。等他第4趟出来，已经累得脸都白了，可是他还是硬挺着来到院内，把扁担放下，喘匀了气，安静等着什么。
杨小孩连忙重新挑起扁担，往里面赶去。曹操师兄早！哎，小孩，又在打水啊？哟，可真懂事啊！哎，这种力气活让傻子做就行了。曹操师兄，锅里已经在煮粥了，马上就可以吃早饭了。行，我叫傻子起床啊。当日头升起，照进院子里，所有人在大堂内集合了。早餐很朴素，就是白粥，配上狗娃从村子里的地窖翻出来的咸菜，还有他们自带的干粮锅盔。不过也有荤菜，一个小碗里放着2个鸡蛋。他们都没有动筷子，而是安静地等待着什么。这时，在门口练剑的小满也刚好赶过来。师妹，你这冬练3九，夏练3伏的，练得怎么样啊？还练会了教教师哥呗？还行，至少比自己瞎比划强。镖师的师傅说了，这种东西没别的诀窍，就是要靠练。我削了2把竹剑，吃完饭你陪我练练。狗娃的脸瞬间变成苦瓜脸。小满转身把剑挂在墙上，也在桌子边坐了下来，跟他们一同等待着。闻到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儿，杨小孩下意识地紧张起来，把头垂得低低的，不敢向那边看。那是李火旺。杨小孩知道李师兄不会害自己，可是他就是怕，特别是看到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后。李火旺在八仙桌的上座坐了下来，开始喝粥，其他人这才开始动筷子。吃着吃着，院子外面传来口水吞咽声，几个叫花子站在那里探头探脑。怎么还有乞丐啊？不是吴家村没人了吗？杨小孩站起来，紧张地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了一遍。这帮人还真是消息灵通啊，知道这里空出来了。不过腊月18的砧板也敢抢着住，真不怕不吉利啊！我吃饱了，你们慢吃。本集播讲完毕，期待您的订阅、好评哟。